他对女儿不管不问，却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而另一个父亲把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却被所有人指责谩骂。口口声声说爱我，却总想骗我压岁钱，你真是我亲爹吗？节目马上开播，我这机器也马上开了。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抓紧把娃哄好。就在秦轩感觉头痛欲裂时，原主的记忆一股脑地涌入了秦轩的身体。我竟然穿越了。摆烂带娃系统已绑定，通过特殊的带娃态度对周围人产生影响，收获情绪值，可利用情绪值进行抽奖。当前情绪值为1点。这系统正合我意。上一世背负着父母的不易、老师的期望，以后的前途一直在卷。现在有了系统辅助，不仅自己不用去卷，我这个白捡的大闺女也不用卷了。心下对系统很是满意，可耳边传来的哭声却是越来越大。求，我知道你想哭，但是你能不能先别哭？认真的询问了一句，秦轩耳边的哭声不但没小，反而又飙升了一个档次。你还哭是吧？好，我陪你，谁先停下谁小狗。与此同时，魔都电视总台父爱如山节目组演播厅，随着导演一声令下，节目正式开播。主持人小倪站在台上介绍了节目规则。育儿带娃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分别走进3位不同年龄段家长带娃的生活里，每位观众每天都有一次投票权，且节目结束票数最高的家庭会获得节目组的长期合作邀请和500万的育儿基金。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吧。镜头随之变动，直播画面瞬间切换，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背影。80后爸爸，记者围裙，在厨房里来回的忙碌着，且目之所及，不管是厨房还是客厅，完全可以用一尘不染、闪闪发光来形容。太假了吧！男人会做饭我忍了，家里怎么可能收拾得这么干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知道今天上节目，提前找了家政打扫？呵，你们做不到，别人就做不到吗？不管真假，这个爸爸一出场，我就感受到了他对女儿浓浓的爱。今天的票我必定给他。随着弹幕越发热闹，直播画面也再次转动。只见90后爸爸窝在沙发里，睡得无比香甜。这是还没气。家人们谁懂啊？老师们绝对想不到，迟到的孩子虽然不同了，但是睡懒觉的人却是同一波。接着画面再次一闪，00后爸爸秦轩就出现在了直播画面中。只是秦轩的正脸还没出现，他底气十足的哭声就响彻了整个直播间。啥情况？这个爸爸咋了？不知道啊，不过好像他女儿也在哭，但是没他哭的响。无敌了，谁家爹哭的比娃还响啊？秦轩的出场方式无疑是3个爸爸中最炸裂的，不过相比弹幕上的欢乐，演播厅里的气氛明显不对，尤其是年纪最大的那位育儿专家李静，更是气得一拍桌子，开始了批评。这个00后爸爸太胡闹了，孩子哭了不去哄，反而是去刺激孩子的情绪。是呀，他怎么舍得让孩子哭呢？不说情绪，哭多了对孩子的身体也不好啊。这个爸爸太不合格了。不仅育儿专家，就连演播厅里的100位奶爸奶妈观察团里，也有不少人觉得秦轩太过胡闹了。倒是主持人小倪，虽然心里稍微对董晨的做法感到疑惑，但也没有急于下什么结论。好，3位爸爸我们都认识了，下面请各位观众根据你们的第一印象，选择目前自己心中最喜欢的奶爸。话音落下，3个奶爸原本同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排名头像立刻变化了起来，且3人的票数相差极大。也在这时，正在跟女儿飙高音的秦轩脑海里忽然响起提示：宿主摆烂带娃，引起了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533点，当前持有情绪值共534点。温馨提示：最低级的抽奖需要消耗12万点情绪值。爸爸你别哭了，这还上电视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尴尬呢。我认输，我服了。在秦轩的坚持不懈下，球认怂了，小丫头自己抹了抹眼泪，主动凑近了秦轩。秦轩当然也不墨迹，立刻就收了神通，整个房间顿时安静下来，鸡飞狗跳秒便岁月静好。是我眼睛花了吗？娃竟然去哄爸爸了？幻觉，绝对是幻觉。5岁的娃去哄20几岁的爹，这绝对不可能。见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顿时眼前一亮。这边弹幕横飞，演播大厅那里也统计出了3位爸爸的票数。80后爸爸张健毫无疑问位居榜首，目前得票高达7万。90后爸爸陈峰位居第2，得票3500，且那位爸爸目前还在睡觉，丝毫没有要醒来的意思。最后秦轩得票330，还没有80后爸爸张健票数的零头多。好，从第一印象来看，大家似乎喜欢80后爸爸张健更多一些。那下面我们就正式走进他们的生活。天天骗我零花钱，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爹呀？再给我200，我就告诉你。萌萌，起床的时间到了，起床了。爸爸，老师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萌萌想自己穿衣服。不行，
时间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自己穿衣服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伤到自己不说？耽误了时间，上学可就迟到了。张健果断拒绝，帮萌萌穿好衣服，便又拉着萌萌去刷牙洗脸。萌萌只需要乖乖站好，按照张健的指令乖乖配合，其他的张健全部代劳。直到萌萌被拉着坐在了餐桌前，话中话里演播大厅中的育儿专家已经开口了。提前给孩子做早餐，准备好要穿的衣服，还给孩子规划好了时间。萌萌爸爸的带娃方式非常的不错。作为一个女人，我承认我没有萌萌爸爸做得好，他真的太心细体贴了。我怎么看着萌萌不太高兴的样子嘞？小孩子有起床气呗。张健得到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赞许，也注定了他今天肯定会得到更多的支持票。而隔壁90后爸爸也终于醒了过来，不过他是被女儿陈子涵叫醒的。爸爸，别睡了，我要迟到了。我去，涵涵，对不起啊，爸爸昨天打油。不是，爸爸昨天加班太累了，睡过头了。哼，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直接露馅了。接下来父女俩就是一阵的忙活，争取少迟到一会儿。看到这一幕，育儿专家李静又有话说。不给孩子做饭就算了，上学也不重视，这样的家长难道就对孩子的未来一点也不担心吗？是啊，听他那意思是昨晚打游戏打太久了，真是一点好榜样不给孩子做。由于3个家庭在直播间的弹幕是相通的，所以现在弹幕上不仅有赞美张健的，有质疑陈峰的，还有一些弹幕竟然是夸赞秦轩的。张仔用了秦轩的方法，我竟然也把我那个一哭就没头的不孝子给战败了。以前都要答应他好多条件才行，这次他竟然啥都不要了。摊牌了，我的孩子是熊孩子，似乎00后爸爸的带娃方式对我更有用，我今天这票投给他了。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253点，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787点。不错，距离抽奖又进一步，而且投票数也开始增加了，这边情绪值不断进账，那500万育儿基金自己也可以争取一下。怎么样，现在知道一直哭有多让人讨厌了吧？知道了，你厉害。哈哈，那是当然，不过你还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吗？想。那你给我拿200块钱，我就告诉你。这个00后爸爸太过分了，家长是孩子的依靠，他这么做会消耗掉孩子对家长的信任。如果孩子连家长都不能信任，那么该有谁来给他指引以后的人生方向呢？越说越激动，李静的声音也被所有直播间的观众听到了，有人附和，也有人反对。这么说就夸张了吧？我倒是觉得这个00后爸爸没有专家说的这么不堪。喂，他是专家，你们跟专家较什么劲啊？忘了，对专家的发言，我们只要发对就好了。啊，对，你说的都对。满屏的啊对，无疑是给李静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他脸色铁青，说话顿时都有了颤音。这是什么态度？你们是觉得我危言耸听吗？是觉得这个00后爸爸带娃的方式有多幽默好笑吗？李老师别激动，我们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照您说的，他的带娃方式若是不对，那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带出的娃不够优秀，时间还长，咱们往后看看。看吧，这个00后这样带娃，肯定会毁了那个孩子。想好了吗？真要给我？哈哈，我怎么会不是你亲爹呢？除了我这么帅的人能生出你这么好看的女儿，谁还有那么强大的基因啊？你球球原本还一脸期待的小表情，忽然被失望占据，下一秒小嘴一撇就要哭，不过眼泪在眼睛里转了几圈，并没有流下来。球哭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一哭，老爸又跟着哭呢，怎么办？唉，200块买个记性，挺好的。而就在秦轩和球球斗智斗勇的时候，1号直播间里，萌萌用近乎祈求的语气对着爸爸恳求道：“爸爸，我不想喝牛奶了。”不行，牛奶必须要全部喝完。你知道有多少小朋友想喝牛奶都喝不上来，你怎么可以挑食呢？张健立刻拒绝了萌萌的恳求，并且亲手将牛奶端起来递给萌萌。萌萌眨眨眼，想说什么，可最后还是乖乖地捧着杯子喝了起来。可刚喝几口之后，萌萌的胃里就是一阵的翻腾，下一秒喝进去的牛奶就被萌萌吐了出来，手里的牛奶杯子也失手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爸爸，对不起，我真的是喝不下了。没事，只不过我们要加快一点进程了。时间紧迫，张健并没有现在跟萌萌讲什么道理，他带着萌萌换了一身衣服，就驾车载着萌萌去了幼儿园。等到了路上，张健这才开始循循善诱起来，当然说的话都是萌萌已经听过无数遍的，什么要珍惜粮食，爸爸妈妈不容易，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等等。虽然说萌萌没怎么听懂，但是每次在张健询问的时候，他也会点头附和。你们发现没有，这个萌萌从出场到现在都没笑过。因为他的带娃方式过于极端，竟然导致5岁萌娃从未笑过。这个萌萌好像从出场到现在都没笑过。没笑怎么了？
3号直播间里的娃不但没笑，还哭了呢。因为第2集批判秦轩时，李靖被弹幕气得够呛，现在竟然又有人质疑他最看好的一位爸爸，李靖顿时像找到了宣泄口一样。我想李靖老师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萌萌的身上少了一种生气，一种小孩子特有的生气。对，球球那边的确是哭过，但是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坦白些，我在萌萌爸爸身上只看到命令，他只在乎他想要萌萌做什么，而完全忽视了萌萌想要做什么。语气虽然温和，但却不容置疑。就算是孩子现在不开心有压力，也比长大以后到了社会上不开心有压力的好。这不是什么辩论会，也没有人故意要和李靖争论什么，但是无疑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了，以至于主持人小尼害怕现场失控，赶紧接过话茬。李老师知道您重视育儿，重视带娃，但还是那句话，咱们慢慢看，慢慢瞧。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关注3个家庭的实况吧。萌萌上课还有1个小时呢，你先读会古诗吧。说着，张健就拿出了一册古诗300首，带着萌萌读了起来。小小的身影坐得笔直，稚嫩的声音在清晨的教室里回荡。和张健父女这里不同的是，之前睡懒觉起晚的90后奶爸陈峰，现在才刚出家门。爸爸，你忘给我拿书包了。涵涵，你等会，我回去给你拿。最后秦轩这边，秦轩骑着小电驴，直接带着球球去了早餐店。球球炫了一碗馄饨，又吃了2根黄金小油条。吃饱喝足后，秦轩也算是卡着时间，将球球送到了学校。闺女拜拜，老爸拜拜。对了，老爸，放学了你可别忘了准时来接我，别又把我忘了。放心吧，闺女，学得进去就学，学不进去就多吃点饭，爸爸给交了伙食费的哦。哈哈哈，真给我笑晕了！这个00后爸爸真的太搞笑了。婷婷，他多理直气壮啊，交了伙食费嘞，让闺女大胆的吃。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了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7578点，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9365点。从直播开始到现在，也不过40分钟的时间，就收获了不到2万的情绪值了，不错不错。看看，就这种带娃方式，你们怎么会给他投支持票的？教育是立人之本，是立国之根本。他可好，不仅不重视娃娃的教育，还去劝说娃娃贪图眼前的享受，忽视教育。这种带娃方式，往小了说是在坑害娃的未来，往大了说就是在坑害整个龙国的将来。李靖说着说着又激动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不等弹幕上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周路就站了起来。李靖老师，教育的确是重要，但是我认为幼儿园的孩子吃饱饭玩得开心比学习更重要。就像是1号家庭张健让萌萌读古诗300首一样，那么小的孩子他能理解诗中含义吗？那既然他都搞不懂那些古诗在讲什么，请问他读诗背诗的意义在哪里？难道只是为了让别人夸一句这个娃会的好多吗？可是这种夸奖是孩子想要的，还是父母想要的？周路的话自然也被3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听到，刹那间弹幕的数量直接翻了几倍。我同意李靖老师的说法，不管什么时候，教育都是不容忽视的。我也支持李靖老师，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不吃苦。人家周路老师没说不重视教育，只是说在孩子不同年龄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已。对，我的孩子可以没出息，可以普普通通，我很平凡，我也接受我孩子的平凡。秦轩的一句学得进去就学，学不进去就吃，完全点燃了2种不同看法之间的互相看不顺眼。而就在评论区辩论不休时，秦轩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大规模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0.9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2.8万。宿主当前持有情绪值可完成1次低级抽奖，请问是否进行抽奖？系统进行抽奖。丁恭喜宿主抽中神奇小摊美食记忆烤地瓜。从此瓜香不怕巷子深，还不错吧？这也算是有一技之长了，好歹是自己当老板，比打工受气强。时间一晃就到了下午，孩子放学，秦轩骑上小电驴，不紧不慢地赶往了幼儿园。等他到的时候，幼儿园的门口可以说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一个个爸爸妈妈都围在幼儿园门口，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娃出现。而秦轩则是将小电驴停在了校门不远处，就坐在小电驴上刷起了手机。你不去校门口等着吗？慌什么？你就不想在孩子出现的第一时间就让孩子看到你吗？这样孩子就会觉得你很重视他呀。跟拍大哥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的提问和理由也是目前秦轩直播间所有的观众心中的想法。我又不是快死了，晚一会儿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娃早见我一会儿，晚见我一会儿，有那么重要吗？还有啊，大哥，你咋就知道你的孩子想要出来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你呢？不要高估自己在孩子心中的位置。
秦轩的话却是让跟拍大哥一阵无语，不光是跟拍大哥，直播间的观众也被纷纷触动。这话咋听着这么扎心呢？我一直以为孩子会跟我想他一样想我的。我怎么感觉他说的挺对的？这种小事本来就不值得浪费心神的。弹幕又是一阵的议论。这时候，幼儿园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老师控制着现场，等娃和家长相认之后才放娃离开。这边秦轩则是一直等着校门口的人走了大半之后才走了过去。爸爸，明明是男孩抢了女孩的玩具，可老师知道后不仅不责备男孩，反而还要让女孩跟男孩道歉。怎么了，球球？球球爸爸是这样的，球球和一个小朋友起了点小争执，不过我已经调解好了，他们也已经握手言和了。打架了？我没动手，是朱振辉要抢我的玩具，我不给他就推我。显然小丫头心里很是委屈，看见自家闺女这样，秦轩心底顿时一阵心疼。王老师，这就是你说的球球和别的小朋友起了争执，你调解好了吗？球球爸爸，你别激动，小孩子之间难免有冲突的，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引导孩子的情绪，教给他们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你这不叫处理，你这是和稀泥。球球，你跟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处理的？别怕，实话实说，有老爸呢。说着，秦轩将球球揽在怀里，语气坚定。不过球球还没开口，老师就有点不悦了。球球爸爸，你这就没必要了吧？本身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小事，而且他们也都原谅了对方。小题大做，身为家长就不能给孩子做点好的表率吗？那难道就算是孩子受了欺负，家长也要叫孩子忍让？这是哪里逻辑？我支持秦轩，刚刚秦轩的一句有老爸的，我看到球球眼里的光亮了。我也支持秦轩，我跟孩子的老师说话的时候都是尽简好听的说，生怕得罪了老师，他可好，一点面子不给。我在问我的女儿，你插什么话？朱振辉抢我的玩具，我不给他就推了我一下，我摔倒了，就跟他理论，然后老师就来了，老师说小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谦让，就让我把玩具让给了朱振辉，然后老师就让我们握手言和了，可朱振辉并没有给我道歉。王老师，这就是你说的处理好吗？王慧顿时语塞，说话终于是有些底气不足了。那个朱振辉是个男孩子，而且脾气顽劣，稍有不慎，他可能就会撒泼打滚的。而球球的性格就不那么强势，我也是怕那个朱振辉以后还会针对球球，所以你就让球球吃亏，挨了打还要让出玩具？我们家孩子老实，那就活该受欺负吗？一连串的质问让王慧有些哑口无言。他在这件事上也的确是没有做到绝对公平，甚至还有些敷衍。不过以前这种事情也没少发生，家长们就算是对老师的处理有些不满，也没有一个像秦轩这样直接挑明了说在他脸上的。王老师，既然你不能给我孩子一个公平，那我要求查看教室的监控，我会拿着监控去找园长，去找专门的教育部门。听到秦轩的话，王慧瞬间慌了，她看向秦轩，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说道：球球爸爸，这点小事不至于吧？对你来说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女儿就是我的天，女儿的事就是天大的事。球球，你就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爸爸都会站在你身后，咱们不欺负人，可别人也别想欺负咱们，懂了吗？懂了。球球答应得很痛快，小脸上那委屈的神情也是一扫而光，他的大眼睛里秦轩的身影似乎在发光。好吧，我答应肯定会给球球和你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这事儿就别再闹大了，好吗？球球，老师先给你道歉，对不起，然后老师让朱振辉明天也给你道歉，好吗？王慧还是妥协了，他看得出秦轩不是说说而已。行，那就等明天。球球跟老师再见。王老师再见。话落，秦轩带着球球离开，一大一小两个人骑着小电驴，逆着光渐行渐远。爸爸，怎么了，闺女？爸爸，谢谢你，你是球球的英雄。客气啥？等以后你别把老爸的氧气管就行了。就拔。对了，老爸，我们幼儿园明天要组织活动。活动的内容就是让家长带着孩子弄一个小摊位，让孩子做摊主。我们明天也参加吧。行啊，那我们明天摆摊卖烤红薯。好哎，大地瓜呀，小地瓜1块钱，我能买仨。哎呦，不错哦！看到这一幕，纵然是200多斤的跟拍大哥，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姨母笑。至于直播间里的人，也已经被这一幕把心都融化了。球球也太可爱了，上一秒还在给老爸献吻，下一秒就要把老爸的氧气管。看到了吗？要是秦轩接受了老师的处理方式，那么现在的球球绝对还是闷闷不乐的。是啊，小丫头那时候的表情都写在脸上了，爸爸给做主了之后，一下就开心起来了。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8.9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9.7万。
随后秦轩回到家中便做起了晚饭，球球没有作业，回到家之后就抱着巨大的布偶娃娃看起了最喜欢的动画片。等他们父女俩吃饭的时候，跟拍大哥也在镜头之外抱着盒饭吃了起来。球球，你在放学之后不想第一时间看见爸爸来接你吗？这个提问一出，直播间里顿时有人笑喷了。哈哈，跟拍大哥也太可爱了吧，竟然还没忘了这茬。期待球球的回答，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毕竟每次接孩子都往前挤，太累了。我为什么要在放学之后想要第一眼就看到爸爸？他又不是快死了，我要急着见他最后一面。不愧是妇女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这叫啥？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他在拍摄节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那人每天都要做一桌丰盛的早餐，但从来不吃。球球，你吃饱了吗？吃饱了。老爸，你怎么不吃呀？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我马上就吃。说着，秦轩走过去打开门，从外卖员的手里接过了一个外卖袋子。爸爸，你拿的啥呀？麻辣香锅还有2个鸡腿堡，来，球球一起吃。可是我已经吃饱了。吃饱了也不要紧啊，再塞一点，大不了就像上次一样积食，肚子疼2天吐几次就好了。秦轩却说道。不过球球的小脑袋却是摇晃的跟拨浪鼓一样。不，我不吃了，积食太难受了。那是你自己不吃的，别到时候又说我背着你偷吃好吃的。老爸，你不是说小孩子要尽量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吗？对啊，但是我不是小孩啊。哼，这氧气管必须拔，孙悟空来了都拦不住。哈哈哈，这厮怕不是个老六转世吧？我刚才还感动他起那么早给娃做早餐呢，感情是要抓紧把娃喂饱，然后自己独享美食。哈哈，秦轩太损了，你这还不如背着孩子去偷吃，看把孩子给馋了。才开播不久，秦轩的支持票就已经来到了恐怖的20多万票，这不禁把演播厅里的李静看得眉头紧皱。育儿带娃那么严肃神圣的一件事，秦轩如此胡闹，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这问题出在哪了呢？就在李静不解时，秦轩已经吃得心满意足，牵着球球的小手来到了楼下。不过球球的小脸上又已被小郁闷填满，小嘴嘟着。老爸，你能走快些吗？我上学老是迟到，以后别说考大学，就是考地瓜都考不上了。球球，这个你不用担心，今天老爸就让你考上地瓜。话音刚落，秦轩就跨上小3轮，带着球球朝学校而去。看到这一幕，跟拍大哥都懵了，他快走几步追上了秦轩。秦轩学校的活动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理财能力和情商。你确定要带着娃去烤地瓜？烤地瓜不是摆摊吗？卖烤地瓜不要跟人交流吗？卖烤地瓜不要收钱吗？还有那情商什么的，我想只要和人打交道，都可以锻炼到吧。所以我带女儿去摆烤地瓜摊，不行吗？秦轩的话让跟拍大哥无力反驳，直播间的观众也是纷纷没了话说。就这样，秦轩骑着小3轮，在直播间上百万人的关注下渐行渐远。球球，昨天我让你改进的广告语想好了吗？想好了。给用这个喇叭录下来，一会到学校的时候放。球球接过喇叭，随后一道奶声奶气的吆喝响了起来。爸爸妈妈，我要吃烤地瓜，吃大块的，1块够不？够了，谢谢爸爸妈妈，你们真好。哎呦，不错哦。秦轩的小3轮这一路上可谓是格外的扎眼，甚至于有不少球球的同学在看见球球之后都热情的打起了招呼。球球，你今天这是要卖什么啊？烤地瓜，你呢？球球乖乖坐在小3轮上，声音却是异常的洪亮。那个小朋友坐在爸爸开着的敞篷跑车上，忍不住对着球球伸出了一个大拇指。你还会烤地瓜，真厉害！我今天卖裙子，妈妈说我的裙子太多了，就让我卖裙子了。幼儿园见啦，球球，我会去找你买地瓜的。跑车轰鸣走远，2个小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就此结束。不过此时弹幕上却是出现了一些声音。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球球看见坐跑车的同学完全没有一点羡慕的意思？我也想要问呢，我女儿看见别的同学家的特斯拉都羡慕的不行，说什么我开剁椒鱼头丢他人了。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真发现球球好像一直都很大方自信。与此同时，在前往另一个幼儿园方向的90后爸爸陈峰正穿着一套青蛙玩偶服，带着女儿陈子涵走在大街上。面对周围人不断投来的嬉笑目光，陈子涵一张小脸都有些发烫了。涵涵，爸爸社恐，不想见人，到时候我只管生产青蛙宝宝，至于怎么卖我就不管了。老爸，你说你不敢当众拉屎我信，但你说你社恐，那纯粹是天方夜谭。爸爸，你快说到底什么原因啊？其实是爸爸的非主流初恋女友，今天也会陪着孩子摆摊，并且还跟你一个学校。这是直播，要是我在镜头前跟他有任何眼神交流的话，肯定会被你妈妈安排英年早逝的。听到老爸的话，
陈子涵也只能任由老爸缩进了玩偶服里。至于外界那些各种审视好奇的目光，就只能由他那小小的身躯来承受了。再看80后爸爸张健这边，今天张健也依旧是第一个送娃到学校的家长。萌萌，等小小摊主活动结束之后，你一定要把收到的钱再都还给小朋友们，知道吗？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交到更多的好朋友了。知道了，爸爸。爸爸，你看那个位置有树荫，我们去树荫下摆摊吧，这样中午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热了。说完，萌萌就要走过去占位置，可小手却是被张健拉住了。萌萌，爸爸不是教过你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我们到了中午会热，那其他的小朋友就不会热了吗？那把位置留给别人吧。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是萌萌最后还是放弃了去占位置的想法。虽然树荫下的摊位位置不止一个，萌萌却也一个都没去占。这一幕自然被老师看在眼里，忍不住走了过来，对着张健伸出一个大拇指。萌萌爸爸，教育孩子要谦让并没错，不过树荫位置那么多，你们又是第一个来的，占一个也无所谓的。室外温度56度，可他却要求女儿站在烈日下暴晒5个小时。萌萌爸爸，教育孩子要谦让并没错，不过树荫位置那么多，你们又是第一个来的，占一个也无所谓的。不，既然要让孩子知道这个道理，就肯定是要做了才有意义的，不然光明白道理而不去做，那明白道理又有什么用呢？没想到您对孩子的教育这么严格，佩服。李老师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萌萌后就离开了。而张健被夸得满脸都是笑，却丝毫没注意到萌萌脸上的失落，就带着萌萌走到了一个现在就已经被阳光照到且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方。张健真是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孩子的教育呀，这种既有细节又有大局观的带娃方式，那个秦轩真比不了。不是吧，你管让自己家孩子吃亏叫谦让？这位专家，你是真搞笑啊！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谦让？这样的谦让我实在理解不了，我还是去3号直播间的秦轩那里看看吧。这边秦轩刚载着球球到幼儿园，球球的老师王慧就带着朱振辉来到了秦轩和球球的面前，并且身后还跟着2个很有夫妻相的男女。朱振辉，过来给球球道歉。王慧说了一声，朱振辉这才有些不情愿地走了过来，不过他也只是看着球球，小嘴撅着，脸上还有些不服气。不过没等王慧再次开口，朱振辉身后的男人就对着朱振辉的屁股来了一脚。臭小子，让你道歉你没听到吗？你还欺负女同学，我不是教育你学我做一个绅士的吗？球球，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看得出朱振辉的确是个刺头，挨了一脚之后语气还是有点不服气。不过老师和人家家长的态度是有的，秦轩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不过他也没有着急开口替球球原谅，更没有着急对老师和朱振辉的家长说什么客气的话，他只是看着球球，静静地等着球球的回答。好吧，既然你都挨揍了，那我就原谅你吧。我今天卖烤地瓜，一会儿你过来找我，我免费送你1块。真的吗？我最喜欢吃烤地瓜了。朱振辉本来还有些郁闷，但是听见烤地瓜，一双小眼睛顿时金光四射起来。周围的大人们也都被吸引，纷纷好奇地围着秦轩的小3轮观察起来。这才是家长该做的事，在孩子遭到不公的时候站出来力挺孩子，而不是闲着没事还要给孩子找亏吃。族军还等什么？投票啊！弹幕横飞中，秦轩已经带着球球来到了操场。这时候操场上已经有不少的摊位被占了。老爸，我喜欢那个位置，我们去那。好嘞！秦轩二话不说就骑着小3轮冲了过去。占据摊位后，他将提前洗好的几个地瓜放入了烤炉，就看向了球球。球球，你把剩下的地瓜都洗了，放在这里备用。好。秦轩一给任务，球球就开始忙碌了起来，而秦轩则是拿出了一个折叠椅，懒洋洋地躺了上去，刷起了轩儿动漫的视频。你不去帮帮孩子吗？看给孩子累的。帮什么？帮孩子打水洗地瓜啊。大哥，我骑了一路3轮车，很累了好吗？再说了，这活动是叫小小摊主，我要是啥都承包了，那不如让娃在家睡觉呢。听到秦轩的话，跟拍大哥竟无力反驳。而这时2个老师带着园长走了过来。这位家长，你这是要带着孩子烤地瓜？是啊，我们是组织孩子做小小摊主，培养他们的。我这不是小摊吗？秦轩不用听都知道园长接下来的话，果断打断了他。但是以前我们也没少了组织这样的活动，可是没人带孩子摆过这样的摊子。那是因为之前没有我，有我的话你早就吃上烤地瓜了。谁说要吃烤地瓜了？我是要跟你说，别说了，第一锅烤地瓜熟了，再烤就糊了。对于自己不想听的话，秦轩是一点也不想多听，然后在园长和几位老师的注视下，起身将烤炉拉开，顿时被压抑的烤地瓜香味彻底被放飞了，就连还要说些什么的园长也是眼前一亮。好香啊，怎么卖的？给我来3块。给我也来3块。我也要，我也要。有人举着现金，有人举着手机，眼里都是对烤地瓜的渴望。秦轩也被自己这烤地瓜的香味小小震撼了一下。不过面对有些急不可耐的顾客，秦轩却是一摆手，买地瓜的去找摊主吧，
我是打工的。说完，秦轩续上一锅地瓜开烤，然后又躺在了躺椅上。哈哈哈，我就说秦轩不是摆烂，人家正经来让娃当摊主的。对了吧，我看他就是懒，还说自己是打工的，所以家打工的躺在躺椅玩手机，老板累得满头汗，心疼球球的第二天。与此同时，闻着香味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球球的小摊子也已经被包围了起来。不过相比现场的人，其实秦轩直播间里的观众才更加理智，他们在意的是作为小摊主的球球会怎么应对这种堪称火爆的抢购场景。买地瓜的叔叔阿姨先排队，啥时候排好队就啥时候卖哦。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无不被球球这一嗓子惊到了。一个小孩子在面对那么多人时，难道不应该稍稍表现出来一些无措，甚至是一些胆怯吗？是啊，我刚才害怕球球在镜头面前出糗嘞，毕竟那么多人。呵呵，这个球球的反应真的太出乎意料了。是啊，家长永远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就像秦轩，直播开始到现在，我就没见他跟孩子讲过什么大道理。他尊重孩子的想法，愿意聆听孩子的声音，他完全做到了陪伴和理解孩子，甚至可以说是尊重，所以造就了球球这种大大方方的性格。周路的观点赢得了演播厅里不少观察团和观众的赞同，当然直播间的弹幕上也顿时出现了许多附和的声音。是啊，秦轩和球球的相处方式更像是朋友，他履行着父亲的职责，但也用朋友的身份和孩子平等相处。虽然专家说的话我们都要说对对对，但周专家确实说的对，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与此同时，树荫下躺椅上的秦轩看着球球有模有样的卖着烤地瓜，嘴角露出了一抹老父亲欣慰的笑容。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正有一大批人朝着他赶来。1分钱1斤的废纸，他却卖100块一张。可奇怪的是，不仅没人嫌贵，反而来买的人滔滔不绝。各位想吃地瓜的叔叔姨姨还有小伙伴们，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决定采用预付款模式卖地瓜。大家可以先交钱，我给大家写个纸条，然后就可以去忙其他的事情了。等地瓜烤好，我会喊你们的名字过来拿。那我交钱，我叫王鹏，要2块烤地瓜，先交10块预付款。还有我，我也要2块。小老板，那要是我交了钱，今天拿不到烤地瓜怎么办？此话一出，交了钱的和没交钱的人顿时都看向了球球。先不说秦轩他们带的食材能不能撑到今天结束，等小摊主的活动结束，幼儿园明天就会正常上课，那他们要找谁去要烤地瓜去？放心，今天烤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只要拿着我的小纸条就可以找我爸爸要烤地瓜。明天我上学就让他来幼儿园门口摆摊好了。好家伙，合着今天他把该收的钱都收了，剩下的烂摊子都交给我了。与此同时，一辆魔都电视台的采访车已经来到了幼儿园。那是烤地瓜摊？好像还真是，并且还很火。不过那些人怎么拿钱买纸条啊？走，我们看看去。话落留心，几人就朝球球的摊位走去。小朋友，你是这个摊位的老板吗？我是摊主。那你家长呢？我是他爸爸，有什么事吗？这位家长你好，我是魔都电视台的记者，我想采访你一下，可以吗？放心，一会儿就好。那采访让说真话不？当然可以说真话了，我要的就是真话。那行。那这位爸爸，请问你对教育部门组织的这次活动有什么看法呢？刘星的提问也被跟在秦轩身后的跟拍大哥完整的拍摄了下来。直播间里上百万的观众也都在等着秦轩的回答。瞎折腾呗。秦轩的回答简短异常，却是直接让在现场和直播间里所有人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演播厅里的李静更是一拍桌子，厉声呵斥起来：胡说八道！这么有教育和纪念意义的一次活动，怎么是瞎胡闹呢？要说瞎胡闹，也是他一个人在瞎胡闹，就连穿着青蛙玩偶服哗众取宠的陈峰也比他强。李静老师，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人家就是说说自己心中的看法，您怎么还急了？小摊主这种活动是教育部门经过多年的研究才设计出来的，对于娃的情商、智商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而他竟然说这种活动是瞎折腾，这是在否认龙国育儿事业工作者们的努力。往小了说，他这是对自己和孩子不负责；往大了说，他这就是对全国的未来不负责。没别的，扣帽子算是被李静玩明白了。不过没等周路继续回怼，直播画面中的刘星就再次开口了：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是瞎折腾？方便说一下您的真实想法吗？首先折腾家长，今天是周3，相信不少家长都是请假来的吧。我虽然是全职奶爸，但是我知道假有多难请，有些公司就算是你亲爹死了，你也得先证明你爹是爹才能批假，还有些公司随便扣你点全勤奖什么的，这一天假损失个4位数也不是没可能。我说的没错吧？秦轩的话一经出口，周围立刻有不少家长点头附和了起来。
是啊，这个月本来家里就出了点事，一连请假好几天了，这忽然又通知让带孩子来参加活动，不来怕孩子失落，来的话请假又要挨骂。谁说不是？而且我都请假了，来学校也是带着笔记本的，随时都要处理一些事情。现场不少人的议论都被刘星看在眼里，他轻轻点头，对秦轩的话也表示赞同。再一个，折腾孩子，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摊位还有些树荫，但是有的孩子就没这么好运了。还有，并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这个活动吧？那么孩子压根都不喜欢不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那你跟我说他还能锻炼什么东西，提升什么东西？所以我搞不懂这种强制性的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方便某些领导检查，为了方便媒体报道，还是为了做给大家看？对，这种强制性的活动还有好多，而且不参加都不行，大多都是一些面子工程，根本就没啥太大的作用。是啊，甚至有很多活动已经成了敛财的手段，你不参加，孩子就有可能会被孤立，被看不起。一瞬间，不管是弹幕还是幼儿园现场，都开始表达起了自己的不满。刘星也是听得连连点头。不过身为记者，他此刻的表现还是很淡定的。那就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在你眼里它真的就没一点好处吗？好处当然有了，今天我姑娘可没少挣啊。此话一出，现场的家长和直播间的观众顿时愣在了原地。你还真是一点假话不说。随后，刘星又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直接回了电视台。而这边，球球的烤地瓜摊也依旧红火，时间就那么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只是在网络世界中，一场以带娃育儿为中心的暴风雨已经开始愈演愈烈了。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秦轩，现在正和女儿大口炫着火锅。可在这时，站在一边跟拍的摄像大哥却是接了一个电话便走了出去。回来时，就面色凝重地对着秦轩说道：“秦轩，节目组在演播厅组织了一场交流会，你方便过去参加一下吗？”是不是我白天的话让有些人坐不住了？跟拍大哥虽然长得粗犷，但是说话的方式却很是委婉。其实节目组的态度是，秦轩参加也要参加，不参加也要参加。若是今天秦轩不去，他们就会找人代替秦轩和球球，吃了饭就去。老爸，这个好吃，你尝尝。我闺女是真疼老爸。话落，秦轩宠溺地看了球球一眼，而球球却是连忙抱起自己的小钱盒子，试探性地说道：“嘿嘿，都自己人，客气啥？你不是还请我吃火锅了吗？”放心吧，说我请就我请，我不会打你小钱钱的主意的。他只是带着女儿卖烤红薯，不料竟被无数人指责谩骂。秦轩先生，欢迎你来到父爱如山演播厅。你好，来前的车票能不能给我报了？没问题，不光来的票给报，走的票也给你报了。接下了秦轩的话，小尼又将目光放在了球球身上。小丫头抱着自己的小钱箱子，一双大眼睛好奇地到处张望着。Hello， 球球，欢迎你来到我们演播厅的现场。怎么样，看到这么多人紧张吗？不紧张，就是有点可惜。可惜什么？可惜我没带我的烤地瓜摊，不然这么多人，我又有的赚了。球球还真是个做生意的先天圣体呢。来，小尼阿姨带你到座位那里好不好？在众人探究审视的眼神中，球球被小尼带着到了一个2人坐的小沙发上。秦轩挨着球球坐下，然后所谓的交流会正式开始了。秦轩，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女儿的未来想过？这个问题不算尖锐，但是却攻击性十足。不过秦轩也丝毫不惧，这些专家里，李静无疑是他最熟悉的。昨晚他就刷到了网络上李静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价，不夸张地说，秦轩甚至都感觉李静有要弄死自己的想法。不好意思，这位专家，我不知道你口中的未来到底指的是我闺女10岁之后，还是她20岁之后，亦或是我闺女100岁之后。我希望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说的未来，当然是指孩子步入社会之后。你不就是想问孩子以后要靠什么生活吗？我考虑了呀，而且他还做得挺好的。李静闻言，脸色更加阴沉。那些因这场交流会赶来的专家，也都是齐齐怒视着秦轩。你的意思是让孩子以后靠烤地瓜生活？烤地瓜咋了？我是偷了还是抢了？这都什么社会了？李专家，你心里不会还对某个职业有偏见吧？秦轩的话让李静无言以对。不过这时，坐在李静身边的一个知名育儿大佬开枪了。呵呵，秦轩是吧？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这本身是没错的。但是有句话叫少年强则国强，若是人人都像你这么教育孩子的话，那我们的国家……那个专家的话并没有说完，不过他却将话题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徐建平教授，我看过你关于龙国教育方向的各种提议，说实话，我感触很深。哈哈哈！不过关于你的演讲，你的展望，我送你4个字：哗众取宠。秦轩这4个字一出口，直接震惊的整个演播厅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有些定力弱的更是直接惊的在座位上站了起来。天啊，秦轩这是疯了吗？徐建平可是龙国顶级的教育界大佬，能量大的可怕。疯了，秦轩连徐建平都敢怼，跟着被亲戚喝茶吧。你怎么跟徐教授说话的？快给徐教授道歉。坏人，你们为什么合起伙来欺负我老爸？他刚刚其实都没听老爸和那些人在说什么，
只是抱着钱箱子低头数钱，可再抬头，刚好看见所有人都对自己老爸怒气冲冲的。没事的，球球，老爸能应对，你接着数你的钱。秦轩安抚了女儿几句，就看向徐建平等人说道：“徐教授，难道你没有哗众取宠吗？但凡是谈到教育，不管是什么场合，你都会刻意的往爱国上面扯，因为你知道这样的话，也就没有人可以对你的话进行任何的反驳，只能是赞同附和。哼！可我今天要问你一句，爱不爱国是用嘴说吗？爱国的形式只有一种吗？老师们教育孩子，培育祖国的花朵是爱国；军人们保家卫国、戍守边疆是爱国。那我当保洁、扫地、收拾垃圾就不爱国了；我每天安分上班、老实生活就不爱国了；我小商小贩起早贪黑养家糊口就不爱国了；我当农民种粮食、种蔬菜、放羊放牛就不爱国了。”一连串的反问后，秦轩就直勾勾地盯着徐建平。只是现在的徐建平感觉自己的 CPU 都要烧了。这个秦轩太邪门了，从来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却总是能从另一个方面制造更多的麻烦出来。与此同时，一辆行驶在魔都市中心的黑色轿车上，一个中年男人正通过手里的手机看着父爱如山的直播。只从秦轩这短短几分钟的临场反应，男人就已经知道交流会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了。于是他关了直播，当即拨打出了一个号码。随即演播厅这边的小尼还有那些育儿专家们就都通过自己的收音设备收到了交流会结束的指令。随后秦轩在演播厅所有人的注视下带着球球扬长而去，父女俩都是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宛如是打了胜仗的英雄。与此同时，魔都郊区一个有些破旧的小区里，一个小男孩脸上挂着泪珠，心惊胆战地弹着妈妈花了家里大半积蓄买来的二手钢琴。怎么又弹错了？你到底有没有专心练琴？伸手！就在小男孩伸出手准备挨打的时候，一个穿着外卖服的男人走了进来，一把将小男孩护在了怀里。男人手里的手机屏幕上正是秦轩带着球球在夜色下的马路上蹦蹦跳跳。你这是做什么？不学了行不行？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不学了，你没发现吗？儿子一点都不喜欢钢琴，自从学了钢琴，他就从来没笑过。自从学了钢琴，儿子好像真的再也没有笑过。可练钢琴是为了他好啊，现在多一份努力，就可以在将来多一份选择，不是吗？你以为我就愿意逼他吗？不学怎么办？长大了和你一样送外卖，还是跟我一样去饭店里洗碗刷盘子，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跟我们一样住在这种老破小里吗？我们已经废了，可他还有机会啊！我是他妈妈，我比谁都想让他每天开开心心的。话音落下，女人也仿佛被抽空了力气一样，瘫坐在了地上哭了起来。我真的没有奢求他大富大贵，我只是想他以后可以不像我们这么累。男人也红了眼眶，一只手拍在妻子因为哭泣而抖动的肩膀上，他想安慰，却又因为天生嘴笨，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嗓子眼，说不出来。皎洁的月光下，小小的房间里，一家三口沉默无言，倒是只有8岁的小男孩率先平复了心情。他来到坐在地上的妈妈身边，鼓起了勇气。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钢琴，我喜欢画画，我还喜欢打羽毛球。如果我必须学点什么的话，我可以自己挑吗？我保证，我绝对不是3分钟热度，学我就一定学出个样子来。小男孩的话没说完，已然被妈妈一把抱进了怀里。男人看着妻子抱住儿子，鼻子也是一酸，眼泪没忍住淌了下来。这一晚，这个小家庭迎来了他们家第一次家庭会议，且爸爸妈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下某种决断，而是聆听。而这时，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秦轩脑海里响起了熟悉的提示声：丁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50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70万。温馨提示：宿主当前持有情绪值可完成一次高级抽奖，请问是否进行抽奖？开始抽奖。丁，恭喜宿主抽中竞技技能滑雪，水平世界级，白雪皑皑，万里雪场，任你一骑绝尘。不错，正好这2天听说魔都新开了一家超大的室内滑雪场，有时间了过去检验一下。女孩卖烤地瓜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客人结账只用过期的钱，并且每一张的保质期都是2015年。古导演，你说上面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想要打压秦轩，还是想要挺秦轩出圈？不知道，我们也不用知道，能一个电话就让台长如坐针毡，那种层面的想法不是我们能猜测的。也对，好了，这次的亲子大冒险就定滑雪了，让3组家庭的跟拍人员通知他们就好。与此同时，演播厅里，主持人小尼带着笑容出现在了镜头中。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节目组现又制定了一个叫做“亲子大冒险”的板块。第一次冒险的主题是勇气，冒险的项目是滑雪。现在，我们的3组家庭也都分别坐上了节目组安排的车，前往了魔都最大的室内滑雪场。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3个萌娃要如何在老爸的带领下完成这次冒险吧。话落镜头也随着小尼挥动的手撕滑跳转到了80后爸爸张健这边。爸爸，
咱们是要去滑雪吗？黑色的商务车上，张萌萌的小脸上有些兴奋，因为即便是周六、周日，她也会被爸爸带着去学古筝、学画画，而今天她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没错，我们是要去滑雪。说到雪，那萌萌你还记得昨天爸爸带你背的那首古诗吗？记得。那萌萌给爸爸背一遍好不好？张健一副循循善诱的样子，而萌萌脸上那刚刚因为要出去玩浮现出的一点点兴奋，瞬间全部消失了。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散入珠帘，散入珠帘。爸爸，后边的我记不住了。闻言，刚刚还一脸慈祥的张健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虽然他没有发怒，可仅仅是黑着脸，萌萌就已经很紧张害怕了。萌萌，你已经5岁了，有些事情不需要爸爸一遍遍提醒你了吧？家里所有好吃的、有营养的东西，从来都是紧着给你吃。爸爸妈妈就算是吃剩菜剩饭，也从来没有怨言。妈妈10月怀胎，吃什么吐什么。生你的时候胎位不正，医生建议剖腹产，可你妈妈觉得顺产对孩子好，愣是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你。我们爱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也愿意为你付出一切。而你呢？昨天1天的时间，你竟然连一首古诗都没背诵下来，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张健的语气并不算重，甚至还有些温和，可他说出的话听在萌萌的耳朵里，却宛如一根根钢针扎来。他忽然好愧疚，我对不起爸爸妈妈，我不去滑雪了，我一定好好背诗爸爸。一句道歉，张健的脸色也瞬间好看了起来。他拍拍女儿的肩膀，语气变得欣慰且语重心长起来。好，爸爸就知道我的萌萌最乖了。萌萌这么乖，爸爸妈妈就是牺牲的再多也值了。我家萌萌以后一定会成为爸爸妈妈的骄傲的。张健这次的话中带着对萌萌的肯定，甚至是夸奖，可萌萌的脸上却没了笑容。张健也不在意，转身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拿出了一本古诗300首。下一秒，商务车里响起了父女俩朗读古诗的声音。不错，让孩子了解父母的不容易，让孩子用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去学习进步。这个张健对女儿的教育可真是用心良苦啊。李静老师，您不觉得张健的做法会让萌萌背起一座名叫愧疚的大山吗？张健所谓的牺牲越多，萌萌身上的山也就越重。萌萌现在才只有5岁，她小小的身体和稚嫩的心理能承受得住那座大山吗？哼，没错，这就是所谓的牺牲式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但也可以称为情感绑架。李专家，你能不能闭上嘴，还用心良苦？我看张健就是变相的洗脑，还是从娃娃就开始下手控制的那种。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完蛋了，连基本的感恩都不会了。我看张健的做法就一点问题没有。弹幕再次因为观点不同吵了起来，这也使得张健的直播间里原本有些温馨的气氛变了味道。而另一边，球球和秦轩乘坐的商务车也在赶往滑雪场的路上飞驰着。不过车上的球球却是一脸愁容的从自己的小钱箱子里抓出2张最大面额的纸币，看见纸币上的2015字样，球球的双眼瞬间充满了委屈。过期的，又是过期的，昨天那些人拿来买烤地瓜的钱竟然都是过期的。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咱们收钱的时候看好保质期就好了。来，这些过期的钱就交给爸爸处理吧。叔叔，你收到过过期报废的钱吗？面对球球的突然发问，跟拍大哥的大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他看看球球，又看向秦轩，我收过还是没收过？你问我干啥？你自己收没收过不知道吗？收过，我还真收过。球球，我也不想骗你，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很明显，你爸已经惦记上你手里的钱箱子了，所以反正也保不住，那长痛不如短痛吧。哦，那看来爸爸真的没有骗我。叔叔，你那么帅，也不会骗球球的，对吧？不会，球球那么乖，叔叔咋会骗球球呢？我真该死啊！哈哈哈，我真的好同情球球，但我也真憋不住想笑。球球刚才真诚的眼神都让跟拍大哥愧疚死了，他今天晚上做梦都要惊醒，然后给自己一巴掌。你们在笑，我已经开始实践了。目标，我女儿的存钱罐。楼上的兄弟，你就不怕你女儿哭吗？你忘了秦轩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了。我现在哭的可比我闺女想多了，她要是敢哭，就准备好带着泪劝我别哭吧。就在直播间的欢声笑语中，秦轩几人也都相继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节目开播3天，这也是3个带娃奶爸和3个萌娃首次在现实中见面。不过，当球球和陈子涵都在镜头前表现得有些兴奋时，张萌萌却拽了拽爸爸张健的手，浑身发抖。他看到失散女儿的第一眼，竟是让女儿帮他拍张帅气的照片。接上集，父爱如山的节目组忽然增加了滑雪环节，让3组家庭的爸爸带着女儿学习滑雪。爸爸，你能不能不丢人了？学校让摆摊，你穿个青蛙服到处在幼儿园跟人敬礼。现在滑雪，你又趴在地上鬼哭狼嚎的，我不要面子的吗？我是真的害怕好不好？你个子小，重心低，摔一下也没多重。我一把年纪还长这么高，摔一下万一摔死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老师，咱们不管他，走，咱们去那边练去。子涵，我可是你亲爹啊，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丢在这里啊！陈峰丝毫不顾周围人的目光，撕心裂肺地叫唤着。只是他叫得越响，陈子涵就跑得越快，似乎生怕别人知道他认识陈峰一样。直到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同龄的小女孩，才停了下来。你怎么自己在这里？你爸爸呢？我爸说我累赘，让我跟老师慢慢学，他自己去玩了。球球一脸委屈地指了指另一边的成人滑雪道，只见秦轩双脚踩着滑雪单板从高处一跃而下，那速度那身姿直接看呆了所有人。哇，这也太帅了吧！你爸爸也丢下你跑去自己玩了吗？唉，他要是真丢下我跑去自己玩，那还真好了。说着，陈子涵指向了一个正趴在地上朝着自己蠕动过来的身影。涵涵，你等等爸爸，看一会爸爸给你打个样。打个样，学去嘛。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球球像小大人一样安慰了陈子涵一句，也就开始学习滑雪了。陈峰趁着陈子涵跟着教练学习的功夫，也终于是成功的蠕动到了陈子涵的附近。而另一边，张健父女却还在滑雪场边上站着。爸爸，我还是害怕。怕什么？这不是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吗？不要，我不要滑雪。要不你先安慰一下孩子，等孩子不那么害怕了，咱们再开始。萌萌，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张健说了一大堆，不过萌萌却是怎么都不吭声，看大道理没用。张健当即又将那套牺牲理论搬了出来，不过他一顿输出之后，萌萌还是一点都没有准备去学滑雪的意思。相反，因为本身的害怕，再加上对张健口中那些爸爸妈妈的牺牲感到的愧疚，萌萌的心情更加的崩溃了。不过不管怎样，张萌萌和陈子涵人家两组家庭也算是一直相互陪伴着，而球球却是孤零零的跟在教练的身后，努力学着滑雪的基本技巧。至于秦轩，此时此刻已经彻底放飞自我玩嗨了。看看吧，这就是你们最看好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丢下孩子自己跑去玩了，这得让孩子有多失望多伤心啊！而你们最不看好的80后爸爸张健，却是从一进入滑雪场就一直都陪在孩子的身边，从未离开过孩子半步。大家都醒醒吧，看看到底谁的带娃方式才是值得我们提倡学习的。这位李专家，你要不要先看看直播画面再说话？是啊，这个专家是从哪里看出球球伤心了呀？忽然飘来的2道弹幕，直接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直播画面中。节目组的导播也很有眼力见，直接给球球来了一个特写。大家快看，那个滑的最好的是我爸爸，那个靓仔是我爸爸。叔叔，我爸爸好厉害呀，他刚刚都飞起来了耶。好打脸啊，我都不敢想那个李专家现在得有多尴尬。强烈建议让李专家避坑，啥都不知道就在哪里叭叭叭。也就在这时，秦轩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四处张望寻找着球球。而一直盯着秦轩的球球看到秦轩如此急忙的找自己，心中瞬间感觉暖暖的。爸爸，我在这呢。听到球球的声音，秦轩急忙朝球球的方向而去。爸爸，你真是牛妈妈给牛犊子开门，牛到家了。还笑，你知不知道爸爸刚才找不到你有多着急？爸爸，快给爸爸照几张照片。爸爸，你不是来带我一起玩的吗？带，等你给爸爸拍完照，爸爸就带你玩好不好？似乎生怕球球不好好给自己照相，秦轩急忙答应了球球的要求，就重新回到滑雪道最高点。球球，你爸爸总自己玩，还拿你当拍照工具人，你就不伤心吗？伤心有用吗？再说了，我哭的也没有他响啊。好吧，我就多余问。就在此时，一声饱含恐惧的尖叫通过直播间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直播画面里，张萌萌被张健强行带到了教学区的一个小陡坡前。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这有什么好怕的？别人能滑，你怎么就滑不了呢？爸爸，我真的很害怕。人家怎么就不怕？都是小孩子，你看看人家，你怎么就不能争气一点呢？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消除恐惧的方法就是直面你的恐惧。你从这里滑下去，以后就不会再害怕了。话落，张健不管萌萌的祈求，直接提起萌萌放到陡坡上推了下去。不出意外的，萌萌刚滑行出去不到3米的距离，就直接摔倒在了雪地中。这个张健有病吧？萌萌都说了自己害怕，他竟然还强行把萌萌推下陡坡。是啊，我看得出萌萌不是闹脾气不想学，他是真的害怕，就像有些人天生怕蛇一样。喂，蛇会咬人，滑雪可不会咬人。我支持张健的做法，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我看到一气喷一气，你咋不看看别人家的爸爸？弹幕争执不休的时候，张健已经走到了摔倒在地的萌萌身边。怎么样？其实也没那么让人害怕，对吧？说着，张健伸手想要把地上的萌萌拉起来，只是在他伸手过去的时候，萌萌却是下意识地躲了一下，似乎朝他伸手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怪物。
他将还站不稳的5岁女儿强行推下斜坡，在女儿摔倒后，他就会立刻将女儿提起，带上斜坡，再次推下。爸爸，我真害怕。害怕也要滑，快过来站好。原来他们是在参加一档滑雪的综艺节目，因女儿害怕，节目无法往下进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女儿克服恐惧。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你如果不想爸爸推你的话，你就自己往下滑。萌萌的哭声让张健有些烦躁，可听在直播间的观众耳朵里却是心疼。这个张健太过分了，没看见萌萌都情绪崩溃了吗？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吧！虽然你是爸爸，但是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干啥这么步步紧逼？看来大家都认为张健的做法有些过分。不过我要说的是，张健的做法不但没有过分，反而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有句话叫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不逼一把，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们拥有多大的潜力。哭一会儿，吃点苦，怎么了？现在娃有多大压力，以后就有多大的起飞可能。没错，如果今天张健因为萌萌的哭闹妥协了，那以后萌萌再遇见不喜欢的事情，也肯定会故技重施。什么给孩子压力越大，孩子就飞得越高？你当孩子是弹簧吗？气死我了！还是分成3个直播间吧，我不想看张健，太压抑了。虽然一些人对张健的做法表示赞同，可大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导播也在注意到大部分观众的情绪风向后，果断将镜头切到了球球和秦轩身上，瞬间整个直播间的画风变得欢乐了起来。爸爸，你可以带我飞吗？不行，滑雪场有规定，滑雪的时候不能人载人。你想飞的话，那就自己跟着教练学吧。我有些玩累了，先去休息一下。你要是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的话就玩会儿学好了。嘱咐了球球一句，秦轩就直接去了边缘位置的长椅上坐下，拿着手机欣赏起了球球给他拍的照片。对于小脸上都是怨气的球球视而不见。你不带我飞，我自己飞。哼，臭爸爸！姐姐，我要学滑雪。想要滑雪，首先要掌握身体的平衡。球球在教练的指导下，完全可以说是进步飞快，很快就可以颤颤巍巍的在雪上短距离的滑行了。不过就在这时，教学新手区忽然又冲进来了一群统一服装人，身后还跟着一群穿着各色滑雪套装的小孩。这些人难道就是闪电滑雪俱乐部的巡回选拔机构？那些小孩看起来家里都好有钱的样子。闪电滑雪俱乐部是一个创建于30年前的滑雪机构，也是如今向国家输送专业滑雪运动员最多的民间机构。可以说，除了国家队，它在龙国滑雪界的地位完全是不可撼动的。也对普通人家的孩子7、8岁的时候，怕是大部分连滑雪场都没进过，就算是有滑雪天赋，也大概率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家里条件不错的，才会专门针对孩子的喜好、特长，制定专门的教育计划。卷，你拿什么跟人家卷？你进个滑雪场买个票都要犹犹豫豫心疼的不行，人家这一身装备就要5位数甚至是6位数。秦轩想事情的时候，那些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已经带着孩子开始热身了。虽然他们身在教学区，可一动起来，丝滑的动作和流畅的滑行跳跃就立刻展现出了比较强的专业性。他们好厉害！只要你肯学，你也一定会像他们一样在雪地里撒欢的。我爸爸滑雪那么厉害，我也一定不差的。这叫遗传，对，就是叫遗传。就像是我爸爸说我长得可爱漂亮，都是遗传了他的颜值一样。球球，你爸爸骗你的，你可爱漂亮，完全是因为你自己天生丽质。哈哈，虽然秦轩有点借着夸球球然后自夸的嫌疑，不过他长得还真的挺帅气的。快看快看，张健那边终于有效果了，萌萌站起来开始滑雪了。直播画面忽然切到了张健那边，此时萌萌已经不哭了，不过她不是想滑雪，而是因为她太害怕爸爸刚才的样子了。就这么滑，身体微微下沉，保持重心，萌萌真棒。虽然萌萌的脸上没有任何的笑容，可她不哭了，也开始学滑雪了，这就让张健感到很欣慰。画面又成了一副父慈女孝的温馨场景，可弹幕里却依旧有着2种不同的声音。萌萌终于克服恐惧了，张健的方法真管用啊！看来以后真的要对娃严厉一些才行。可别扯肚子了，你们没看到萌萌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吗？有谁在乎过她的心情吗？萌萌压力太大了。呵呵，压力大，人家有钱人家的孩子，有的从3岁就开始学各种乐器和各国语言了，人家都那么努力，你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压力再不给大一些，以后拿什么和人家比？比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人家随便一身装备都是普通人好几月的工资了。孩子能努力，我就问有多少爸妈能给得起？弹幕激烈的讨论中，萌萌可以滑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她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小了。可她就是对滑雪没有任何兴趣。另外一边，球球的进步也非常大。不过就在球球学得好好的时候，一个垂头丧气、脸上挂着泪痕的小孩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你怎么了？摔倒了吗？没摔倒，是我选拔失败了，不能成为闪电滑雪俱乐部的成员了。
闪电滑雪俱乐部很厉害吗？说到闪电滑雪俱乐部，小男孩的眼睛顿时亮了一下，不过很快他的小脸就垮了下来。厉害是厉害，不过我已经连续2年选拔失败了。看来我的天赋是永远都加入不了闪电滑雪俱乐部了。啊，要求这么高吗？我觉得你滑的还挺好的。我不行，并且闪电俱乐部的那个最厉害的教练说，魔都人天生都不适合滑雪，有那时间还不如去研究种地。话落，小男孩叹息一声，转身离开。不过他走后，原本情绪高涨的球球却瞬间没了精神。最厉害的滑雪俱乐部里最厉害的教练都说魔都人不适合滑雪了，我还学个什么劲？唉，我还是回家研究研究怎么种地吧。毕竟是小孩子，球球只了解到了那句话的字面意思。不过也就在球球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一直在玩手机的秦轩终于是朝着球球走了过来。怎么了，球球？玩够了吗？玩够了，我们回家吧。回家不着急，今天节目组管饭，听说这个滑雪场里有不少美食呢。那行，吃了饭再回家。小吃货，一听好吃的就来劲了。不是吧，就这么放弃了？这个秦轩气死我了！你好歹劝一下球球，球球那么乖，你说一下他肯定会继续学的。因距离午饭时间还早，秦轩就带着球球去了滑雪场最高处，俯视着整个滑雪场。秦轩，你本身会滑雪，且球球对滑雪也不抗拒，为什么你不哄着球球学会滑雪，完成节目组布置的任务呢？你没看到张健有多想第一个完成吗？就连陈峰也开始认真了。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从进滑雪场就只顾着自己玩了吗？难道不是吗？肤浅，你太肤浅了。我是在给球球种梦。你先是自己玩，然后又让球球给你照相，你说你在种梦？对，我那是为了吸引球球的注意，在他心里种下一个超级无敌帅的梦，只要有了梦，他就会对滑雪感兴趣，到时候不用我催，他就会自己学滑雪。一个被逼着学，一个被哄着学，一个自己主动想学。先不说这三者的学习效果哪个好，单从心情上来说，你觉得哪个孩子更开心一些？当然是二种志愿小的比较开心了。答对了，那为什么后者会开心呢？因为有梦，因为感兴趣，所以我去给球球种梦。你怎么能说我是丢下球球不管自己玩呢？这次访问直接让跟拍大哥的大脑待机了2秒。直播间里，在第11集时指责秦轩的那些人也都惊呆了。也就在这时，跟拍大哥的耳机里忽然响起了父爱如山节目组总导演的声音，认真听了领导的要求，跟拍大哥也再次对秦轩提问：那球球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愿意练滑雪参加比赛了，你咋不劝劝？你明明可以赢得很简单，可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看张健那边的萌萌已经小的有模有样，在平地上基本不会再摔跤了，还有陈子涵的动作也已经越发的熟练自然了。球球即便是现在开始学，也已经有些来不及了，更别说就此放弃了。一个节目组临时起意搞出来的所谓的比赛，我要是真的为了输赢而忽略了我女儿的心情，那我才是真正的失败。绝了！人人都说秦轩自私，但从始至终，他的心里最在乎的就是孩子的感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孩子，无需人们理解，更不在乎人们如何看待他。我道歉，为之前说他自私而道歉。从比赛来说，秦轩赢的几率的确是不大了，可从带娃的方式来说，我感觉他已经赢麻了。一时间，秦轩直播间里又迎来了一片好评，而这时球球却忽然转头看向秦轩问道：爸爸，你不是魔都人吗？是啊。那为什么你滑雪滑得那么好？谁规定魔都人就不能滑雪滑得好了？他们说着，球球指向下面那些穿着统一服装的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有个小哥哥说，那些人是整个龙国滑雪最厉害的人。那里面有个人说，魔都人不适合滑雪，适合去种田。听到球球的话，秦轩这才知道球球为什么忽然不想学滑雪了。那球球信那个人说的话吗？信，说这个话的人是滑雪最厉害的，他又没必要骗我。那我要是赢了他们，我是不是就成了最厉害的人了？到时候我要是说魔都人适合滑雪，你信不信？秦轩知道球球之所以会信那鬼话，是因为那是他认为中的滑雪最厉害的人说的，只要打破这一点，那一切就都好说了。不过球球显然不信他有那个本事。老爸，我承认你滑雪的时候有点小帅，可那些人都是专业的运动员，你能比得过吗？秦轩这是又要整活了吗？刚被你一套说刺龙头皮发麻，你竟然就要去丢人现眼了，拿你的业余爱好去挑战人家的专业技能，这不是纯纯找死吗？不是，你要是输了，可就跟孩子说不清了，到时候别说让梦发芽了，种子都得让人给刨了。弹幕谈笑间，秦轩已经带着球球来到了高级滑雪道，找到了闪电俱乐部的领队。可得知秦轩是想要找他们的人比试滑雪技术后，所有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都笑了。
你是认真的吗？高级滑雪道弄不好的话，可是会受伤的。是啊，大哥，你要是闹着玩的话，咱们就此打住吧，别到时候伤到了可就惨了。试试呗。哟呵，那就陪你玩玩。他们比试也引起了整个滑雪场的轰动，不管是来玩的游客，还是滑雪场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聚集到了高级滑雪道的两边。张健和陈峰也带着孩子赶了过来，虽然和秦轩不认识，但毕竟是同一个节目的嘉宾，张健和陈峰也都劝说起了秦轩。兄弟，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跟他们比，但业余对专业，怎么想你都讨不到便宜的，听我的算了吧。有句话叫啥？别拿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兄弟，我承认你雪滑得不错，逗逗外行耍耍帅足够了，可真要跟专业的比，你真不行的。人是越聚越多，可没有一个人觉得秦轩行的。不过即便如此，秦轩也依旧没有放弃的意思。球球，所有人都说爸爸不行，你觉得爸爸行吗？应该不行吧？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都说我不行，所以你也觉得我不行？球球没有说话，看看周围的那些人，然后轻轻点头。秦轩也不再多说什么，把球球交给跟拍大哥，转身就走向了最高处的滑雪台。真的要比吗？不然我上来做什么？闻言，高台上的几人都笑了。不过由于距离比较远，跟拍大哥也没跟上去，所以不管是直播间还是现场的人，都不知道秦轩和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在说什么。球球，你爸爸可真酷啊！我爸爸要是有你爸爸一半的胆子就好了。完蛋，小棉袄开始漏风了。那当然，我爸爸说他一个冲刺加滑能把大象给干飞。哇，你爸爸好厉害！我爸爸看见老鼠都被吓得哇哇叫，还跳到我妈妈的怀里求保护。韩寒真心看比赛，我们给球球爸爸加油。萌萌，你看见那个人了吗？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学他，没把握和太激进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丢人事小，要是受伤的话后悔就晚了。萌萌点头，但却有些听得心不在焉，因为他的视线里，滑雪台上已经有人冲了下来，5个滑雪俱乐部的人和秦轩同时出发，矫健的身影高速的滑雪道上飞驰，在经过第一道起伏地形之后，秦轩就已经领先了所有人一个身位的距离。看到这一幕，不少人都被震惊了一下。不是吧，这哥们儿不会真的能赢下那些专业的滑雪运动员吧？有意思起来了，难道这个秦轩是隐藏的民间滑雪大神？什么大神？我看他肯定是在高台上和那些人商量好了，那些人故意放水的吧。楼上这位，建议你有时间去看一下脑壳，让闪电滑雪俱乐部的人放水输给一个普通人，俱乐部的脸还要不要了？弹幕上聊得正嗨，可现实中的秦轩却是在被所有人说他不行，让他放弃的情况下，以碾压之势冲到了终点。赢了，他真的赢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老爸赢了，老爸你真是老母牛踩电线呢。他从没练过滑雪，却要挑战世界冠军，并且以碾压之势获得了胜利。球球，上一集的时候，他们都说爸爸怎么样来着？他们都说爸爸不行，根本赢不了，说爸爸不自量力，还有说你这是找死。那爸爸赢了没？赢了。对，求求你记住，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行不行，有梦就去追。我懂了。一问一答，原本热闹的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而球球现在对那个什么魔都人不适合滑雪的说法已经完全不信了。此时此刻，老爸就是他的偶像，他的目标。爸爸，我还是想试试学滑雪。行，去找教练姐姐学吧。与此同时，父爱如山的直播间因为秦轩的话，导致了在线人数达到了恐怖的700万人。导演古富奎看到后台数据的那一刻，更是激动的眼泪直流。没想到啊，我这都快退休了，竟然又搞出了这种足以载入魔都电视台史册的成绩。小牛，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趁着秦轩话题的热度，去问问他这么做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呀？收到，我马上去。秦轩，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就是你这么教育球球，是根据的什么教育理念呢？理念谈不上，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对于小孩子，人们总喜欢说要言传身教，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身教重于言传。说着，秦轩看向了正在认真学着滑雪的球球，跟拍大哥也将镜头随着秦轩的视线对准了球球。而且巧的是，球球的身后被张健再一次逼着学滑雪的萌萌，还有被陈峰护着学滑雪的陈子涵也出现在了拍摄画面中。此刻虽然直播画面没了秦轩的身影，但他刚刚的话却是通过直播间传到了所有观众耳中。刹那间，弹幕疯狂涌动。别让别人来告诉你你能不能做什么，这句话太牛了。你们发现没？但凡秦轩想要告诉球球一些道理的时候，他都是先做，再讲道理，这就是先身教，再言传吧。我就想说，那个李专家不是话挺多的吗？怎么现在不吭声了？没错，李专家，你倒是说句话啊！
而此时在演播大厅的李靖，现在却是猛吃降压药，装作啥也没看到。之后的时间，秦轩也依旧没有过去陪球球，而是找了一个长椅靠在椅背上，又玩起了手机。只是他刚坐下不久，脑海里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 57.9 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 144.7 万，宿主是否进行抽奖？开始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物理学神大礼包，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温馨提示：剩余情绪值 44.7 万，再完成8次高级抽奖便可解锁神级抽奖。系统你是真敢给啊！时间流逝，转眼2个小时过去，就当秦轩收了手机，准备去找球球的时候，球球却是先找了过来。爸爸，美女姐姐说我学的差不多了，可以先上赛道试试了。这么快就学会了？我不信。是真的，姐姐可以给我作证。是真的，球球很聪明，还不矫情，摔了都不用我去扶，学得可快了。你真有这么棒吗？走，老爸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成果。话落，秦轩对美女教练报以微笑，然后牵住球球的小手就走向了初级滑雪道。而那个美女教练虽然一看到秦轩就会不自觉的心跳加快，浑身难受，可还是不受控制的跟了过去。来，给老爸露一手。瞧好吧您嘞！球球信心满满，穿戴好滑雪板就冲进了滑雪道，小小的身影在雪地穿梭。只是行程过半，到 S 弯的位置时，球球一个重心不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惯性原因，摔倒之后又滑行了好几米，才慢慢停了下来。这一幕看得直播间所有的观众都是一阵心疼，那个美女教练更是赶紧跑了过去，想要在第一时间把球球扶起来。不过在美女教练冲向球球的时候，秦轩已经是先他一步来到了球球身边。球球你先别动，让我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你摔倒的样子太滑稽了，活活像是一只被翻过来的小乌龟一样。哼！在秦轩拍照发朋友圈的时间，球球也被美女教练解救了出来。球球，看老爸朋友圈的介绍怎么样？老爸，你是不是忘了我才上幼儿园呀？这些字认识我不认识这些字啊。不好意思，球球，老爸忘了。那老爸读给你听：滑雪的王子殿下和他的笨笨宠乌龟，后面还附加了咱俩的照片。哼，这把不算，要不是因为我饿了，我肯定一把过。行，那宠物龟咱们先去吃饭。话落，秦轩就带着球球朝滑雪场的美食区而去。来到美食区，球球嗅到香味之后就彻底的沦陷了。爸爸，我想吃黄焖鸡米饭、铁板鱿鱼，还有羊肉串。不行，吃那些都不营养。小孩子最主要的就是要营养均衡，荤素搭配。难得啊，秦轩竟然能说出这么靠谱的话来。那荤素搭配是吃啥呀？当然是旋转小火锅呀，又能涮肉又能涮菜的。我要在火锅里放章鱼小丸子。听到火锅，球球也兴奋地大叫起来。下一秒，父女俩就手牵手冲向了美食区，可跟拍大哥却直接原地石化。另一边，陈子涵也在陈峰的软磨硬泡之下，决定先吃了饭，再继续练习滑雪。爸爸，我饿了，咱们要不要也过去吃点饭？不行，萌萌，外面这些小吃摊都太不卫生了。你要饿的话，爸爸做给你吃好不好？唉。张健弯腰，看似在跟萌萌商量，其实语气里都是不容置疑。可是这不是家里，爸爸要做饭也没地方啊。爸爸当然有自己的办法了。哈哈哈！说着，张健帮萌萌摘下了滑雪板，就带着萌萌朝滑雪场的美食区而去。到了美食区，张健带着萌萌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路过了轰炸大鱿鱼、铁塔大闸肠，也路过了旋转小火锅。最后，萌萌跟着张健停在了一家板面小店门前。爸爸，我们要喝板面吗？对，去吃板面。哇！张健的回答让萌萌眼睛一亮，心情瞬间美丽起来。这家店虽然闻起来没有其他的店里的香味浓，可在萌萌看来，这也比回家吃要好得多。你好，吃点什么？我想要2碗板面，不过我想自己去厨房煮，可以吗？只因为他觉得饭店的调料不干净，所以每次出门他都要带20粒金元放在身上。麻烦您给我来2碗板面，调料什么的都不要放。不放调料？还有人吃板面不放调料，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行，你稍等。老板稍微犹豫后便答应了下来。7分钟左右的时间，2碗清水板面就端了上来。板面上桌，张健也是拿出了在家里装的20粒金元，给女儿的碗里放了5粒，自己碗里放了15粒。爸爸，为什么我们的板面和别人的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们的面更干净卫生，他们那些面虽然看起来好看，闻起来也香，但是面里含有更多不好的元素。听爸爸的话，咱们可不能为了口舌之欲就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唉，好吧。萌萌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因太饿，最终还是老老实实的吃了起来。好在面里还有几根青菜，不至于太过单调。只是和过到对面火锅店里球球的欢声笑语比起来，萌萌乖巧的属实是有些让人心疼了。而演播厅里看到张健做法的李静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容易啊，在当今这个社会上，
还有人对自己和孩子的健康这么负责，我们真的应该像张健这样，从小就对孩子严格要求。李菁带着笑意，对于萌萌脸上的不开心是完全视而不见。他的话让喜欢跟他唱反调的周露都有些懒得对了，但直播间的观众可不惯着他，顿时弹幕里就是骂声一片。服了，这位专家，你能不能别建议了？我看见你就想吐，有那时间去跳广场舞也比在这霍霍人强。碗不让碗，吃不让吃，这么小还逼着学了嘞，当你女儿真是到了8辈子的末了。食品安全需要注意，但绝对没有必要像张健这样一刀切。在弹幕一片质疑和谴责中，萌萌已经把一小碗面吃得干净，放下碗筷。萌萌鬼使神差的侧目，他的视野中，街对面的球球和秦轩正一人拿着一瓶饮料，做着干杯的动作。一瞬间，萌萌的嘴里口水疯狂分泌，满脸的羡慕。老爸，来，再干一杯。好，我干了，你随意。秦轩说完，一饮而尽。不过，他豪迈的举动却是引来了球球的鄙视。得了吧，我看你就是想要多喝饮料。没，不够喝的话就再拿一瓶，我才不会跟你抢。虽然你说对了，可我不承认，你能怎么办？当镜头切到球球和秦轩这边之后，整个直播间都变得欢乐了起来。不过看到秦轩跟球球吃的东西，李菁又按捺不住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了。这个秦轩简直是太胡闹了，那些火锅丸子里有多少科技狠活，还有那碳酸饮料，他怎么敢给孩子喝的？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也就罢了，还对孩子的身体不负责，简直就是妥妥的反面教材。又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批判。李菁说完之后，竟然是习惯性的看向了周露。不过周露并没有搭理他，周露算是想开了，不到必要时刻，他就全当李菁的话是在放屁。而李菁见周露看都不看自己，目光又看向了弹幕。不过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李菁顿时又被满屏的对，给气得半死。也在这时，跟拍秦轩的摄像大哥看秦轩吃饱喝足了，便上前一步问道：秦轩，你咋不带球球去吃点更健康的东西呢？你是想问为什么我要带球球吃垃圾食品吧？跟拍大哥尴尬点头，然后做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大哥，你感觉是身体健康重要，还是心理健康重要？都重要。对啊，都重要的话，他们吃的讲究，身体健康，我们吃的开心，心理健康，有什么不行吗？哈哈，他的话总是给人一种狡辩的感觉，但是仔细想想还不失道理，让人无从反驳。他身体健康，我心理健康，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可是心理健康与否不是一顿饭就可以决定的吧？对啊，一顿饭影响不了心理健康，难道就能影响身体健康吗？并且我觉得在吃喝的问题上根本就没必要这么较真，只要不是暴饮暴食或者是自残式饮食，正常吃饭的话完全没什么要刻意讲究的。难道你非要等最后医生跟你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的时候才能彻底想开吗？说完，秦轩目光看向了球球，吃饱没？饱了。行，那咱们去遛弯消食去。秦轩起身给球球穿上外套，父女俩也就走出了火锅店。而秦轩刚刚的话却是引起了直播间无数观众的共鸣。一个带娃节目，硬生生让我悟出了人生真理，我愿奉秦轩为我的人生导师。秦轩真是活得太通透了。午饭时间一会儿过，等球球和秦轩溜达消食回来，张健、张萌萌、陈峰和陈子涵已经又开始滑雪了。而负责教秦轩他们滑雪的那个美女教练也已经等在了教学区。好了，吃饱喝足了，一会就看我表演吧，来洗够。吃过了饭，球球斗志昂扬，在其他两组家庭羡慕的目光中，球球跟秦轩各自穿上了装备，去了节目组定下任务的那条滑雪道，然后他们就那么简简单单、平平无奇、顺顺利利的从起点滑到了终点。我们是冠军！球球直接激动的大喊起来，秦轩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在跟拍大哥对着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秦轩只是淡淡一笑道：“我真没想赢。”完了，给他装到了。秦轩的潜台词应该是：不是我厉害，是对手太笨了。最想赢的没赢，没想赢的却赢了。一举夺冠，加上之前秦轩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语，直接让他和球球的支持票再度飙升了一大截。张健那边虽然痛失第一名，可还是在陈峰和陈子涵之前完成了任务。不过萌萌还是免不了被张健一顿批评。到这里，3个家庭也算完成了节目组设置的所谓的比赛，踏上了返程时间。不过在返程之前，3个家庭也都接到了节目组再次下发的新任务。女孩吃蛋炒饭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蛋炒饭8块钱一份，加一个鸡蛋多收1块，可她加了8个鸡蛋1份米，老板却只收她9块钱。老板，你不再算吗？一份蛋炒饭8块，我加了8个鸡蛋又8块呢。我知道啊，可你不是没要蛋炒饭只要的米吗？米1块钱一份，鸡蛋1块钱一个，9块钱没毛病啊。秦轩、球球，你俩快点！张健和陈峰他们都已经出发了。就在秦轩和球球愣神的时候，跟拍大哥却是催促了起来。原来昨天秦轩、张健、陈峰3组家庭完成滑雪比赛后，父爱如山节目组又增加了个野外游玩的活动，他们需要9点之前赶到秋霞山。老板，17给你付过去了。
老爸，陈子涵也去秋霞山吗？当然，还有那个叫萌萌的小朋友。听到萌萌，球球没有了那种激动，而是多了一抹疑惑。那个萌萌好累呀，他爸爸一直都在让他练滑雪，他还总是偷偷看我跟陈子涵呢。嘿嘿，爸爸，还是你对我好。突如其来的夸奖倒是弄得秦轩有些意外，他看看球球，心底忽然有一股暖流涌动。同样，球球这一句话也触动了不少直播间的观众，连球球都看出来萌萌好累了，萌萌真的是太可怜了。是啊，昨天萌萌在滑雪场学了一天的滑雪，可刚到家，咱们休息10分钟，然后开始练字。今天写10张字帖。爸爸，我真的好累呀，今天能不能不写字帖了？不行，虽然你累了，但你只需要练字。可爸爸呢？我还要做饭，把我们出去玩的衣服给洗了，然后再洗碗、洗锅等等。唉，好吧，真的太心疼萌萌了。也不知道张健的无奈到底是给萌萌遮风挡雨的伞，还是压在萌萌身上的五指山。弹幕上清一色都是对张健的指责，这可让演播厅里一直看好张健的育儿专家李静坐不住了。张健哪里做错了？回家就给孩子换衣服、洗手、洗脸。虽说萌萌有点累了，可张健不是让萌萌休息10分钟了吗？哇，10分钟真的好久啊！对，专家说的都对。一瞬间，弹幕又被对所笼罩。而与此同时，秦轩也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球球还没下车，陈子涵就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球球，我爸爸说要带我露营，我们带了好多好吃的。今天你爸爸要带你做什么啊？不知道，我爸爸没说。球球老实回答。也随着球球的到来，3组家庭正式到齐。演播厅里，主持人小妮脸上挂着笑容，缓缓站起。好，我们的3个爸爸已经全部带着孩子到达了秋霞山。今天3个爸爸的任务就是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接下来咱们就跟随镜头去看看3个爸爸今天准备如何带娃吧。秋霞山这边，秦轩和球球赶到的时候，张健已经带着萌萌开始捉蝴蝶、采野花了。因为昨晚张健做功课就做到了深夜2点，对于秋霞山的植物和昆虫种类和特征，他现在完全可以说是手到擒来。所以每当捉到一只蝴蝶或者其他昆虫后，就会好好的给萌萌科普一番。萌萌看，这是蝴蝶，这是蜜蜂。不对呀，听主持人的意思，今天每个爸爸都给孩子制定了一个游玩的主题。张健科普教学做标本，陈峰带娃露营吃吃喝喝，而秦轩怎么两手空空来的？而且看那意思没有任何计划。此话一出，直播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秦轩这边。只见秦轩刚从车上下来，伸了伸腿，扭了扭腰，宛如一副退休老人的模样。爸爸，我想去小溪那里玩。行，老爸还带你玩泥巴好不好？秦轩也不扫兴，牵住球球的小手就朝着小溪的方向走去。来到小溪边，球球直接脱了鞋，光着小脚丫站在一条小溪前，小手一挥说道：小溪怪，今天有我球球工程师在，你休想摧毁魔都城。喊了一嗓子后，球球直接就朝着小溪冲了过去。秦轩在后边看着，眼中都是浓浓的温情。跑慢点，小心石头个脚，嘱咐了球球一声。秦轩也脱了鞋子，跟着球球下了水。不过刚下水就被球球扔来的石头崩了一身水。好啊，你个年轻娃娃不讲武德，竟然偷袭我一个20多岁的老同志，看我闪电5连鞭！说着，秦轩手掌微微倾斜，巴掌一下接一下的就拍在了小溪水面上，顿时一道水幕直接朝着球球飞了过去。球球被吓得大叫，他跑着笑着无忧无虑的在水里和秦轩嬉闹，而他们的笑声也引来了正在捉蝴蝶的萌萌和搭帐篷的陈子涵的观众。爸爸，我也想去打水仗。不行，萌萌，你知道野外的小溪里有多少细菌吗？并且玩水的话，你能学到什么？你知道爸爸为了今天可以让你学到点东西，昨天夜里查资料查到什么时候吗？爸爸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以后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吗？他们现在玩，以后就得为了生活奔波吃苦，知道吗？萌萌一个试探性的请求，直接引来了张健的一大通说教。萌萌无奈，最终也只能深深地看了一眼球球，目光中都是羡慕。另一边，陈子涵看到球球玩水，也顿时来了兴趣。爸爸，等搭好了帐篷，我们也去小溪边玩水吧。还是别了吧。你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可都嘱咐我了，不让你有任何闪失。那小溪水多少有些凉，要是你拉肚子或者是被石头划伤的话，你妈妈给我来个英年早逝，你爷爷奶奶直接去派出所给我销户，你以后就只能去墓地看爸爸了。老爸也怪可怜的，就不为难他了。陈子涵也是深感无奈，虽然是女娃，可作为老陈家5代单传的独苗苗，她在家里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与此同时，秦轩这边的嬉闹也是以球球的投降来到了尾声。好了好了，我投降了，你赢了。这就认输了，小趴菜。秦轩笑着无情的对球球嘲讽着，球球甩给他一个白眼，懒得搭理。随后父女俩也不挑剔，各自找了一块大石头，坐在石头上晒起了太阳。球球，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还像以前那样用泥巴做小人吗？
3、4岁的小孩子才捏泥人，我今天要当工程师。只要带着女儿玩一次泥巴，就能拿到500万。原来他是在参加一档综艺直播节目，在节目结束后，票数最高的家庭就可以获得500万育儿基金。秦轩，今天的任务是带着孩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你咋带着球球玩起泥巴来了？这没意义吗？这有什么意义可言？你看人家张健带着女儿研究动物植物，陈峰带着女儿露营赏景，哪个不比你这强？可对我来说，我女儿开心快乐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啊！老爸，快来帮我！来了。啥情况？我要建设大坝拦住小溪，可是我的泥巴都被冲走了。你不是工程师吗？这就被难住了，动动脑子。也就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秦轩便再次丢下球球走开了。他找到一个大树，直接靠着树坐下，而球球则是开始在大脑里寻找起了解决方案。足足过了几分钟，一动不动的球球忽然眼睛一亮。对了，用石头，泥巴怕水，石头可不怕。找到了方法，球球顿时又浑身充满了干劲。他开始不断的收集石头，然后开始在小溪里堆砌起来。只是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球球弄来的石头的确是在小溪中形成了一道小堤坝，但是溪水却还是可以从石头的缝隙中流淌过去。看着眼前的那道漏洞百出的石头堤坝，球球忽然又有了想法。如果用石头挡着，泥巴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被冲散了吧？又去挖了一大块泥巴，球球直接将泥巴放在了石头堤坝的前面位置，果然有了石头的阻挡，泥巴这次并没有被直接冲散。哇，我找到方法了！球球自顾自地欢呼一句，便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石头在后，稳固支撑堤坝的雏形；泥巴在前，堵漏补缺，真正意义上让堤坝发挥起了拦住水流的作用。成了，球球一个人还真就把拦水堤坝建了起来。爸爸，我的堤坝建好了，我是工程师了。爸爸，你手里的就是你上次说在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吗？果然是顶配新机。对啊，我这里还有一大箱，你想要送你一台？那我去领的时候怎么没货了？对呀，我们去领的时候也没有了。那你们去的晚了。不过这次仙魔季全新活动，左下角链接升级成了24小时候补链接，手机没货立马补。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都是配套送的。这次领取界面咋还是滑动呢？苹果、华为好像都可以直接领哎。之前领取界面只能领一台，现在活动升级之后，苹果、华为能一起领了，领多领少全凭本事。这活动能保真吗？左下角是给官方报备过资质的，活动真实有效，只要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挂机完成任务，手机秒到手。我们这就去下载。成功了吗？那这是什么情况？球球顺着秦轩的手指看去，脸上的骄傲顿时被惊慌所取代。他建造的堤坝的确是挡住了小溪的水流，可随着上游的溪水不断流下来，堤坝内侧的水位正在肉眼可见增高。还不等球球想什么补救的方法，他的堤坝就被累积到一定规模的水流直接冲散了。怎么样，工程师还要继续吗？当然继续，球球工程师是不会被打败的。球球，你这是在做什么呢？我在建堤坝，看到这条小溪了吗？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魔都的安全，我要把它拦住。哇，那你今天是要做工程师吗？对，我是保护魔都的工程师。那我可以加入吗？陈子涵刚才看到球球在玩水，本来就心痒痒的，现在球球一句要当工程师保护魔都，他的心也彻底燃烧了起来。好，那我是总工程师，你是副工程师。球球正缺少帮手，立刻就答应了下来。下一秒，陈子涵就一脸兴奋地将鞋子袜子脱掉，走进了小溪边的泥土地。不是，涵涵。陈峰想拦，但是又怕女儿不高兴，女儿高兴了又怕自己回家之后没法交代，两难之中一犹豫的功夫，陈子涵已经和球球开始挖泥了。爸爸，去把我们带的小铲子拿过来。哦，那你小心点，别伤到了。陈峰无奈，也只能嘱咐一句，之后去给女儿拿工具。这时，张健和张萌萌也追着一只漂亮的蝴蝶来到了小溪边，因为不想这只蝴蝶也被爸爸做成标本，所以萌萌故意胡乱挥动捕网，把蝴蝶吓跑了。爸爸，我领到手机了，还是2台，都已经发货了。这次是全新升级链接，当然好使了，现在下载还能领888大红包呢，机不可失，大家千万别错过。萌萌，你怎么回事？刚开始还抓得好好的，怎么现在一直都抓不住了？张健看到蝴蝶飞远，忍不住皱眉，说了萌萌一句。不过此时萌萌的目光却是被正在挖泥巴的球球和陈子涵吸引。爸爸，我想和他们一起玩。不行，玩泥巴能玩出什么？能玩出只什么？唉，都是因为这个秦轩摆烂大王，就知道让孩子玩的，现在惹得萌萌都不乖了。还有这个陈峰也太宠孩子了吧，看吧，用不了几天，陈子涵就会完全被球球带偏的。张健心里忍不住吐槽一句后，就伸手抓住萌萌，准备把萌萌拉走。只是在张健转身之后，他却是感觉到拉着萌萌的手一沉。萌萌，你没听到爸爸的话吗？
跟我走。张健加重语气的同时，又拽了萌萌一下，可萌萌依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爸爸妈妈为了自己辛苦上班赚钱不容易，他知道爸爸经常逼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萌萌也知道爸爸都是为了自己好，可是他真的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为什么球球可以玩，陈子涵可以玩，我就不行？爸爸，我求求你，我就玩一次，可以吗？一句求求你，瞬间让整个直播间的画面定格，就连忙着挖泥巴的球球和陈子涵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了萌萌。弹幕里不少观众也被萌萌一句求求你弄得直接破防了。萌萌太可怜了，他才5岁呀，凭什么不让他玩？我在萌萌身上看到了我自己，不过我比他好一些，至少我没那么怕我爸妈，大不了拿走就是了。咱就说注重教育，也没必要把孩子所有快乐都剥夺了吧。由于萌萌刚刚祈求张健的样子实在是太过触动人心，直播间的弹幕上此刻几乎清一色都是为萌萌鸣不平的，甚至就连演播厅里的李静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过心酸了一下之后，李静的神情再次坚定了起来。张健，你可要坚持住，不能看孩子可怜就妥协。孩子现在可能会不理解，可等他长大了，出人头地了，就一定会感激你现在的狠心的。李静在心里呐喊，目光紧紧盯着直播画面中的张健。张健愣了足足5秒钟，这5秒，萌萌的那句求求你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爆炸。不知怎么，张健的心就像是被什么狠狠戳了一下。这次如果答应了，那下次呢？以后萌萌不想学习了就用这招的话，我又怎么应对？我该怎么办呢？女孩只要听到爸爸的声音，就会不停地挖泥巴，直到爸爸不再说话才会停下。接上集，当萌萌看到球球和子涵在水里玩着游戏，而她却只能按照爸爸的要求抓蝴蝶做标本，这让这个每天生活在爸爸安排下的5岁女孩彻底崩溃。为什么球球可以玩，陈子涵可以玩，我就不行？爸爸，我求求你，我就玩这一次。一句求求你，让张健愣在了原地，心就像是被什么狠狠戳了一下。他看起来好害怕他爸爸的样子。他爸爸好凶啊，他好可怜。玩一次就让孩子玩一次也没什么吧。萌萌最近哭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或许该让他稍微放松一下了。好吧，去玩吧。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小心些，别被石子伤到。谢谢你，爸爸，爸爸最好了。真的好久都没看到萌萌笑了。如果我足够有能力的话，萌萌就可以不用这么累了吧？可爸爸没什么本事，你以后要想过得好，就要尽早开始努力奔跑。对不起了，萌萌。你们好，我叫张萌萌，请问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没问题，不过你也只能和韩寒一样当个副工程师了。好。被接受，萌萌也迫不及待地脱了鞋子，下水就开始学着球球和陈子涵的动作挖起了泥巴，而这3个老父亲则是站在一旁盯着自己娃，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尤其是秦轩，看到球球打算将小溪彻底拦截，他的目光便顺着小溪寻找了起来。片刻，秦轩的目光便落在了小溪上游不远处的木房子上。没记错的话，那个小房子里可是有不少的好东西。既然今天跟这条小溪干上了，那就给你玩点大的。心里做出决定，秦轩直接就朝着小木屋走去。也就在秦轩离开不久，球球的堤坝再次建造完成。我们的大坝建成了，小溪被我们拦住了。球球的欢呼再次响起，陈子涵和萌萌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只是还没等他们3个高兴多久，堤坝就再一次被冲开，只不过这次的多扛了一段时间而已。又失败了。溪水是不可能被挡住的，不要白费力气了。他并没有恶意，只是单纯的在阐述一个事实。不过3个小工程师显然感觉受到了蔑视，陈子涵和萌萌很有默契的看向了球球。你们要放弃吗？好，那些自己办不到的人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办？做给他们看。好家伙，这是战前动员吗？对，做给他们看，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有目标就去实现它，有梦想就去捍卫它，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道理。我现在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明白。明白。好，咱们继续。球球一番话过后，陈子涵和萌萌再次变得斗志昂扬了起来。3个女娃继续挥舞着小铲子建造新的堤坝，而边上的张健和陈峰以及跟拍大哥却是被惊呆了。同样直播间的观众们也被球球刚才的话惊艳了一下。哈哈，我怎么在球球的身上看到了成功学大师的影子？听懂掌声。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大气啊我的娃。有梦想就去捍卫它，这些话没错，也很励志，但前提你的梦想是符合实际，不然的话跟异想天开有什么区别？是啊，梦要有，但认清现实也同样重要。现在小溪不可能被堵住，就是现实。弹幕不断闪烁刷新，时间也一点一滴的缓慢流逝着。终于堤坝的轮廓再次被他们用石头搭建了起来。可就在他们准备去挖泥巴堵缝隙的时候，张健却再次开口了：别费劲了，堤坝再大也不能把上游整个小溪的水流全部装下挡住。既然挡不住，装不下，你的堤坝要么会被再次冲散，要么就是小溪会绕过你的堤坝继续向下游流淌。
你的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会成功的，放弃吧。张健认真的给球球做了分析，希望球球可以不要再继续浪费力气。不过球球显然是没有要听劝的意思，小铲子咔嚓一下插在泥巴里，一大块泥巴就被他挖了出来。而这时陈峰也看不下去了，涵涵，你已经玩了这么久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我给你拿点东西吃。不饿不吃。回绝了陈峰，陈子涵也跟着球球一起开始挖泥巴。陈峰看看张健，张健又把目光看向了萌萌。萌萌，爸爸不会骗你的，你们真的挡不住小溪，何必白费力气呢？听爸爸的话，玩点其他的东西不好吗？要不我们还继续去抓蝴蝶？不提抓蝴蝶还好，一提抓蝴蝶，萌萌干脆把头一低，专心挖泥巴了。与此同时，演播厅里，李靖的脸色阴沉如墨。这个张健就不应该心软的放萌萌去玩什么泥巴，还有那个陈峰对韩寒也太宠溺了，什么都由着韩寒。更可气的就是这个秦轩，昨天说什么给孩子种梦，又教孩子护梦，不少人当时还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现在呢，你们看看在他的教育下，孩子变成了什么样子，固执不听人劝，认死理，钻牛角尖的。在李靖批判秦轩的时候，球球他们的堤坝也已经再次完成了。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欢呼，而是站在旁边紧张地看着堤坝内侧的水位越涨越高。没一会，溪水直接绕过堤坝，在地势较低的位置冲了出去。看吧，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萌萌，你玩的时间也够久了，我们该走了。看看你这一身的泥巴，你觉得你妈妈洗衣服很轻松吗？可是什么？萌萌，坚持是好事，但是坚持根本不可能的事，那就是轴，是钻牛角尖，懂吗？跟我走。球球，咱们是肯定拦不住小溪的。萌萌爸爸没有骗人，放弃吧，我们去我的帐篷里吃东西看漫画。你们都走吧，我自己来打败小西怪。谁说你是一个人了？老爸这不是在呢吗？球球叹什么气？有老爸在呢。爸爸，小西怪太强大了，他不仅能冲散我的堤坝，还会绕路逃走，我打不过他。那你还要继续为魔都城的人和小西怪斗吗？要。好，看在你这么勇敢执着的份上，爸爸就帮你一起对付小西怪好不好？好。球球眼睛中又燃起了希望，秦轩也直接融入球球的幻想中。那我就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加入，你还是总工程师，我来负责给你出主意。秦轩，孩子转不过弯来，难道你这个大人也转不过来吗？把小溪横向完全拦住，你在开什么玩笑？有这时间你还不如教孩子数蚂蚁，最起码还能认识数字。听到张健的话，陈峰直接惊呆了。他没想到看起来斯斯文文、性格内敛的张健，说话竟然是那么直接，而秦轩却没有什么反应，就那么看着张健，眼神中充满了怜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要做的是你能够想象到的吗？时间就那么1秒2秒的过去，张健都被秦轩看得有些发毛了，现场的气氛也是无比的尴尬。这时，球球欢乐的声音打破了僵局：韩寒、萌萌，你们愿意留下来吗？有了技术顾问，我们一定可以拯救魔都城的。我愿意。我也愿意。好，我今天就看看你们到底要怎么打败什么小西怪，怎么保护那什么魔都城。气急败坏，张健干脆放手不管了，找了一个树荫坐下。我去给孩子们拿几瓶水。技术顾问，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按照我这个图案，再建造一个堤坝出来，不用太高，但是要足够厚，足够结实。啊，爸爸，你设计的堤坝怎么有个口子啊？像是一个大漏斗一样，这能挡住小西怪吗？搞了半天，秦轩的想法还不如球球呢。建造个堤坝，还留个口子，那堤坝的意义何在？今天我非要看到你们彻底失败后的狼狈样子。哈哈哈！这里再加高一些，还有这里。秦轩背着手指挥着3个萌娃建造新的堤坝，给出一些意见的同时，他也在不断的搬一些比较大块的石头过去。而与此同时，魔都市教育局的一间会议室里围坐着7、8个人，有魔都市教育部门的领导，一些名校的领导和优秀的在职老师，并且还有前2天在交流会上被秦轩对的差点脑出血的徐建国。徐老，你专注龙国的教育事业几10年，尤其是对幼儿的教育尤为擅长，说说你怎么看秦轩？任局长，我觉得秦轩完全是当代躺平派年轻人的代表，即便是如今成为了一个父亲，他也依旧是对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并且徐建国说了一大堆，核心观点就是秦轩的带娃方式不可取。任长青也就那么听着，目光始终在大屏幕秦轩的身影上。你们呢，看法都和徐老一样吗？任长青环视着在座的所有人，那些人看看任长青，又看看徐建国。尽管有2个年轻的名校老师似乎有话要说，到最后却也只能跟着大部分人一起点头。毕竟年龄资历摆在那里，说的话会不会重视，有没有用另说，光是有可能得罪人这一点，就足够让他们把心里话都憋在心里了。行吧，那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你们先走吧。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失望，任长青直接把所有人都打发出了会议室。房门关上那一刻，任长青盯着大屏幕上的秦轩，喃喃自语道：摆烂，他可不是在摆烂，他要做的事是天大的事。不过秦轩，今天你又要给我怎样的震撼呢？成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小溪拦住啊！我什么时候说建堤坝是为了拦住小溪了？不拦住小溪，那我们建它做什么？又怎么救魔都城呢？大雨就快要来了，秦轩，别再故弄玄虚了，我可不想带着萌萌陪你淋雨。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打败小溪怪？不对，再想，是为了拯救魔都城。对了，就像魔都城才是根本目的，至于拦截小溪，只是你们想到的拯救魔都城的一个方法而已。很显然，建造堤坝这个办法行不通，小溪根本不可能被拦住，所以我们要怎么做？要换个方法去拯救魔都。聪明。可是你昨天不是还说让我坚持梦想吗？而且你想的办法不也还是建造堤坝吗？球球，要捍卫你的梦想，首先你就要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你要办的事，也不是你为了做事想到的办法，梦想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今天，在你开始为了拦截小溪建造堤坝的那一刻起，你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工程师，一个可以对抗小溪怪、拯救魔都的工程师，懂了吗？懂了，但是你都说了小溪根本拦不住，要想其他的办法拯救魔都城，那又为什么还要建造这个漏斗堤坝呢？等我一会你就知道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中，秦轩朝着小溪上游走去，他的这个举动无疑又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直播间里观众的好奇心也正在备受煎熬。急死了，秦轩到底是要干什么呀？不知道，不过肯定不是要拦住小溪。我赌一包辣条，秦轩绝对不是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同意。有没有万能的网友去扒一下秦轩的信息？绝对会有爆炸性的重磅消息。弹幕疯狂的刷新着，终于在所有人的期盼下，秦轩手持水轮发电机出现了。紧接着，在众人疑惑震惊的目光中，秦轩将手里的水轮发电机固定在了建造好的堤坝尾端。既然小溪实在是拦不住，我们也只能对魔都城做出预警了，点亮山上的灯塔，魔都城里的人就会发现危险，及时撤离。你们说对不对？可这个丑丑的东西能点亮灯塔？男人无意间的一句话，竟惊动了整个国家的教育部门，并导致所在综艺直播节目将奖金提升至1000万。接上集，秦轩在建好的拦水堤坝上挖了一个口子，放上水轮发电机，试图点亮山顶的灯塔。这个丑丑的东西能点亮灯塔吗？当然能了，开关在这里，按下它就能点亮灯塔。一起来吧，我们一起点亮灯塔。好。3只小手叠在一起，按下了水轮发电机的开关。一刹那，一抹亮光出现在了小溪上游，小木屋上的灯泡终于亮了起来。哇，成功了！魔都城接到警报了，他们得救了。既然溪水无法被堵住，那就去利用它。一旦你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阻碍也有可能转变为助力。等长大了，你们也会有无限可能，那个时候也没人拦得住你们。与此同时，魔都教育局办公室里，局长任长青正死死盯着投影屏幕上秦轩的身影。没人拦得住你们。秦轩，你真是有意思啊！徐建平，你说他摆烂，我看你真是老眼昏花了。哈哈哈！任长青笑得无比开怀，而他隔壁的休息室里，徐建平嘴上始终没停止过批判秦轩。此时一个老师代表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刚刚他就想表达一些和徐建平不同的看法，无奈其他人都在跑马屁，他又人微言轻，没敢说什么。可现在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书能忍，审不能忍，受不了了。秦轩的这种教育方式，比单纯的鼓励和督促逼迫简直强了1000倍万倍。你懂个锤子的教育，叫你一声专家是给你面子，你在这叭叭叭的没完没了了你。刚刚还很热闹的休息室直接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懵了。徐建平更是摸了摸年轻老师喷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感觉自己的 CPU 都要烧了。这小子从早上看见我就一直都毕恭毕敬的，现在咋直接对我贴脸开大了？小王老师，你怎么跟徐老说话的？还有没有点长幼尊卑？还有没有点为人师表的样子了？什么我怎么了？你当个校长，天天就知道各种溜须拍马，跟教育有关的事情你是一点都不研究。抽风了还是中邪了？这老师你还想不想做了？不当就不当，回去我就辞职。走吧，我看以后哪个学校敢要你这样的老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反正我要干老师该干的事儿。留下最后一句话，小王老师的身影消失在了众人视野，而那校长赶紧看向徐建平，一脸的怒气秒变谄媚。徐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去我就把他开了。哼！与此同时，秋霞山上的秦轩脑海里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叮，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收获情绪值156.6万，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81.3万，请问是否开始抽奖？抽奖？
丁，恭喜宿主获得现金流666万，系统已将资金打到宿主的常用账户，并且完成资金来由合理化，请宿主放心使用。好家伙，这系统还怪贴心嘞，连资金的来由都帮着合理化了。秦轩，这个水轮发电机不会是你临时做出来的吧？是啊。你之前离开镜头一共也没多长时间吧？用那么短的时间，在没有专业的工具和材料的情况下，你竟然直接手搓了一个水轮发电机出来。做水轮发电机很难吗？一阵语塞，陈峰直接对着秦轩伸了一个大拇指。直播间里，观众也再次被小小震惊了一下。会做饭，会带娃，会滑雪，还能顺手搞出水轮发电机，秦轩还有你不会的吗？也就我是个200多斤的糙汉子，我要是个女人，铁定要去给秦轩当老婆，给球球当后妈。楼上的，你这是跟秦轩有什么血海深仇吧？在直播间的欢声笑语中，今天的户外活动拉下了序幕。红日西斜，秦轩也带着球球坐上了回家的车。秦轩，节目组明天的任务是带孩子体验一下父亲的职业，你的工作是什么？全职奶爸呀。全职奶爸也算职业？跟拍大的小声嘟囔了一句，不过他这一句话却是直接捅了直播间的马蜂窝。弹幕上不知道多少家庭主妇和专职奶爸瞬间集合。怎么就不算了？这个职业累得要死，还全年无休，而且还没有人给发工资。虽然我觉得照顾宝宝、照顾家庭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职业吧。没毛病，全职奶爸就是职业。兄弟们快去看看，魔都的教育官方发声了，而且还艾特了父爱如山节目。什么？官方发声了，还艾特我们节目组？是啊，不光是魔都的教育部门，还有其他省市的教育部门，好几个官方账号都入场了。一个节目在民间火，顶多也就是多挣点钱，但要是官方重视并且入场支持的话，那说明这档节目的本身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衡量了。官方账号发了什么？不拘小节，筑梦护梦，身教言传，育人教书。这不就是秦轩的带娃理念吗？这是官方也认可他的带娃方式了。是啊，这完全说的就是秦轩，我感觉他把龙国的传统教育观念都给颠覆了。英俊，快去再加几个直播通道，把整个魔都电视台闲着的频道都用上，给我狠狠的推流，然后再去演播厅告诉主持人冠军奖励翻倍，支持票最高的可以获得1000万的育儿基金。一档无人问津的综艺节目，一夜之间播放量竟飞升到了5000万。就在总导演感叹自己的英明神武时，才发现5000万人有4999万都是来看这个男人的。爸爸，你这是看的什么呀？没啥，都是一些教爸爸坑闺女零花钱的文章，我才不会去学那些。爸爸，坑闺女零花钱你还用学吗？我那可怜的小猪存钱罐从来都没满过不说，就连那只进不出的不锈钢存钱罐都被你切开掏了个干净。胡说，我啥时候坑过你钱了？哪次不是你主动给我的？好了，往事不堪回首，路要向前直走。来，老爸带你看点好玩的。话落，秦轩调整了姿势，整个人半躺在沙发上，让球球在他的臂弯里也躺得更舒服一些。爸爸，这个狗脾气好大呀，它主人就在它耳边说它一句傻狗，它就跳崖了。咦，又是修鱼蹄子，爸爸快划走，球球不想看修鱼蹄子。父女俩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也在直播间里回荡，惹得不少观众也跟着笑了起来。男人不是都喜欢看黑丝小姐姐跳舞吗？怎么秦轩爱看修驴蹄子呢？这你就不懂了吧？年少气盛的男人才喜欢看美女，成熟的男人都喜欢看修驴蹄子。欢乐是欢乐，不过专家不是说小孩子不能看手机吗？对眼睛不好。这里有个破坏气氛的，怪家出去杖毙。专家的话你也听，我看你是活得太轻松了，想给自己增加点负担吧。爸爸，他们这是在做什么？这个小哥哥在吆喝什么？这是一种北方的民间传统，叫做喊号。有人变成星星离开人间的话，一人喊号，接邻四方都会过来帮忙送最后一程的。那我怎么没在咱们小区见过喊号的呀？前些天不是还有一个奶奶变成星星走了吗？5岁的球球对喜还没什么概念，之前遇见喜人的秦轩也都说那人是变成星星离开人间了。不过尽管对喜没概念，球球也知道那些人变成星星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城市的人都太忙了，不是很熟悉的人就算是喊号也喊不来的。话落，秦轩也不禁回忆起一些儿时过往，只是球球却忽然安静了下来，一滴泪水忽然打湿了秦轩的衣服。怎么哭了？爸爸，那你会变成星星离开我吗？我有点害怕。不会的，爸爸怎么舍得丢下球球不管呢？爸爸是属乌龟的，老能活了。真的吗？真的。好了，球球睡觉去吧，今天累一天了。爸爸，你真是乌龟吗？是，爸爸是。太好了，我爸爸是乌龟。
球球走后，秦轩也回了自己的房间。对于节目组明天让父女互换角色的事，他觉得有必要规划一下。要让球球当爸爸的话，他不得把我以前坑他的手段10倍还回来。不行，得想个办法。不想了，明天再说。秉承着遇事不决先睡一觉的原则，秦轩直接进入梦乡。另一边，张健也将萌萌安排睡下，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带娃交流群。他刚刚进去，立刻就有不少的奶爸宝妈开始疯狂艾特起了他。张健，今天你怎么没发萌萌做算术题的打卡视频啊？直播我今天看了，我觉得今天你对萌萌过于放纵，节奏明显被那个秦轩和叫球球的小孩带偏了。张健，你忘了你从大山里走出来有多不容易吗？你难道也想让萌萌长大后像你这么艰难吗？一条条信息宛如一道道钢针，刺痛着张健的心，往事种种涌上心头。原来张健出生在一个小山村，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直到有一天，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告诉他，知识能改变命运。从此他玩命读书，考上了大学，成了父母的骄傲。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遍地都是大学生，面对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新员工，他也就只剩下了听话这一个优点。为什么我抽着比父亲更贵的烟，却无法撑起父亲当初撑着的那片天？对不起萌萌，我必须逼着你跑起来，因为只有你跑得足够快，生活这座大山才压不住你。时间在无声中流去，转眼就是天明。主持人小尼还有育儿专家们也都陆续来到了演播大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尼。今天节目组的主题是父女俩互换身份。话不多说，跟随镜头来看看三组家庭今天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怎么了萌萌？没怎么，我就是想起昨天在秋霞山吃的东西了。看来我昨天对你的确是有些放纵了，让你玩泥巴，还让你吃了那些放了各种调料的食物。怎么，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爸爸做的饭很难吃？不光脸沉了下来，张健的语气也变得有些低沉，萌萌的眼神立刻就变得有些怯怯的，就像是自己刚刚犯了弥天大错一样。对不起爸爸，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做的饭不好吃，我只是觉得……因为害怕自己的话再次惹爸爸不开心，萌萌都不知道自己该说点什么了。面对直播镜头，张健也是收敛了一些怒气。当镜头切到90后爸爸陈峰这边时，直播画面里的父女俩宛如定格，跟拍大哥更是在找地缝看能不能钻进去。家人们谁懂啊？今天一上班，这俩冤家就已经在斗气了。俺扛住摄像机拍谁，谁就给俺一个大白眼，俺招谁惹谁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妈妈打你那不是为你好吗？哼，你就别装好人了。要不是你说是我非要进小溪玩泥巴的，我妈妈能揍我吗？还有我妈妈揍我的时候，你为啥不拦着点？我拦着，我当时被你爷爷奶奶按着打，我有时间去救你吗？还有你被你妈一个人打，我被我爸妈2个人打，你妈妈用枕头打你，我爸妈可是一个甩皮带，一个甩鸡毛掸子，也就我扛揍。好了，涵涵，你就当是替老爸吸引火力了。你也知道，你爷爷奶奶再打我，我也是他们的亲儿子，他们手下有枕头。可你妈妈就不一样了，这世界上可没有亲老公这么一说，他动手，我说不定真有生命危险了。陈峰的话无疑是有些夸张，不过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还真就让陈子涵的心软了下来。好了好了，我妈妈也的确是够凶残的，唉，为难你了。涵涵，我们父女俩哭得很好笑吗？叔叔，我妈妈是个拳击手，最近她的陪练意外骨折住院了，你想坚持一下吗？不用不用，你们继续继续。涵涵，爸爸。摄影师拍摄节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那人每天带着女儿游走在各大售楼中心找工作，且每找到一个工作就要买一套房子。你好先生，是买房吗？不，我来应聘。应聘呀，蓉姐有人应聘。谁应聘？那个扛摄像机的是什么鬼？这里不允许拍摄，请你出去。我应聘。是这样，我在参加一档综艺直播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我和女儿互换身份。那你一直参加节目，工作肯定干不长，你去其他地方看看吧。要是我今天能卖出去一套房呢？你当你卖房是卖西瓜吗？说卖一个就卖一个。美女姐姐，你就给我爸爸一个机会吧，说不定真能卖出去一套房呢。你刚刚叫我什么？美女姐姐。好孩子，你真可爱，姐姐这就安排你爸爸入职。小阿透，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姐姐，我叫秦格球。多好一孩子，你爹咋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姐姐给你换一个，你叫秦小嘴抹了蜜格球。你就那么肯定你能卖出去一套房？听到跟拍大哥的话，秦轩直接掏出一个户口本和球球的身份证。你这是要？没错，
是你想的那样。秦轩肯定了跟拍大哥的猜测，这下直播间里的观众不淡定了。这是要给球球买房的节奏啊！龙州君庭的房子一套在200万左右吧？秦轩这么有钱吗？应该是首付吧。秦轩现在火了，挣钱的日子在后面。在弹幕疯狂刷新时，秦轩已是办好入职，找到蓉姐走购房流程了。还带这么晚呢，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爸爸，这是给我买的房子吗？没错，等你长大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如果你不允许，就连爸爸都不会随便进去。好爷。球球很是兴奋，不过演播厅的观察团成员却忍不住发言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秦轩直接给孩子买一套房，并且还把消息告诉孩子的做法，实在是欠妥。他这么做就不怕球球长大了变得懒惰不上进吗？这人的发言瞬间引来一片人的附和。坐在演播台上的育儿专家李静也是微微点头。不过经过昨天的玩泥巴事件，他已经不敢再直接对秦轩的做法提出疑问了。秦轩，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咋能这么高调的全款给球球买房呢？这句话没错，但真正穷人的孩子走向社会后，心智上比那些富人的孩子至少要晚成熟10年。但我看很多富家子弟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那是因为某些原因，你只看到了那些所谓的坏富二代罢了。事实上，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各方面的认知都可以对穷人的孩子造成降维打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仅可以给他们钱，更可以给他们远超普通人认知的教导。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所谓的当家不过是早早的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担子，是不得已才拼尽全力的去维持基本生计而已。有些认知和胆识，真的是需要用钱砸出来的。秦轩的话通过网络被无数人听到，直接引发了所有人的一股狂潮。而魔都市教育局局长任长青正死死盯着手机画面里秦轩的身影，在他的办公桌前面还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信义啊，你第8集的时候组织那些育儿专家开交流会打压秦轩的事情，你就不想和我谈谈吗？虽然任长青的语气很是平缓，可王信一听了却是立刻神经紧绷了起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来替你回答吧。你是怕秦轩的教育方式造成教育行业的大变动，引起更高层面的不满，然后引来不必要的事端或者是责罚。你想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到退休也就一身轻松了，对吧？听着任长青的话，王信义的头低得更深了。在自己这个老大哥眼前，他有种被看穿的感觉。我们是来工作的，国家发工资不是让我们混吃等死的，要做事啊！你是教育局的副局长不假，但是扪心自问，你配得上教育工作者这个称呼吗？我知道错了。好在你这件事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后果，你走吧，回去躺在床上好好想想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何在。打发了王信义，办公室恢复安静。任长青又看向了手机直播画面里和球球玩闹的秦轩。秦轩啊，秦轩，你说的的确不假，但是孩子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想要快速改变一些家长的思想也不可能。看来我们应该见上一见了。关上手机，任长青靠在办公椅上，大脑里和秦轩见面的想法越发的浓烈。与此同时，张健也带着萌萌来到了自己所在的公司，拿起拖把开始拖地，一边湿一边干，让他忙完了一切，距离上班还有10分钟的时间。萌萌，你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眼里要有活，尤其是一些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活，你要多干一些，这样大家才会更喜欢你。这不纯属吃饱撑的，不是你的事情你干什么？讨好型人格吗？这是做给老板看的吧？刚才他拖地的时候总是看监控。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多做那点事情能累死吗？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自私了，一点亏都不能吃，尤其是00后，动不动就摆烂，一点老辈人的传统美德都不学。楼上的张健勤劳无私，那他怎么不去把大街上的垃圾收拾了？怎么就只收拾摄像头下面的办公室呢？那个说00自私的老登，你清高，打雷先把你劈焦。弹幕争吵的时间里，张健的老板和同事也都陆续赶到了公司。张健还得是你这一来上班，整个公司都焕然一新了。举手之劳都是我该做的。不管是谁来夸自己，张健都会笑呵呵地回应一句。而每当有人夸萌萌乖巧漂亮时，张健则会说上一些萌萌淘气、不听话之类的缺点，以表谦虚。不过张健没注意到的是，他说完一句萌萌的缺点后，萌萌眼底的失望和伤心就浓重一分。张健，你现在忙吗？我有个事情想要你帮个忙。什么事？你说。其实我也不想麻烦你的，不过我手里正好拍下来一个设计稿，还要去实地采集一些信息，我这几天正好用。说着，女人揉揉自己的小腹，脸上升起一抹痛苦。交给我好了，你赶紧回去歇着吧，要不要我给你打杯热水？不用，你刚刚打的热水我还没喝完。那张健，这个就辛苦你了。说着，将手里的设计稿放在张健的桌子上，那女人也就转身离开了。等人走后，张健这才拿起了那张设计稿看了看。龙州君庭，原来是那个卖得很不好的楼盘。走，萌萌，爸爸带你去这个楼盘实地考察去。好。
萌萌跟着张健朝着外面走去，只是在路过刚刚那个求张健帮忙的女人身边后，萌萌的小脸就爬上了一丝疑惑。爸爸，那个找你帮忙的大姐姐好像在看电视剧呢，她不是说不舒服吗？听到萌萌的话，张健看了一眼，萌萌并没有看错，那个女人的确是正在追剧。不过张健并没有去质问，他甚至加快了步伐，有点怕那个女人看到他和萌萌一样。来到办公室外面，张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压低声音嘱咐道：萌萌，爸爸不是说过要做助人为乐的人吗？就算那个大姐姐并没有不舒服，我帮她做点事情也没什么，同事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可为什么都是爸爸帮助别人了，没人来帮爸爸呢？他只有5岁，但已经是地产公司销售冠军，就连建在墓地里的房子，他一天也能卖出10几套。球球，今天你是销售，爸爸去样板间睡觉，你替爸爸卖房。秦轩看着装修的很是温馨的样板间，实在是有些走不动了。他把手上的销售牌挂在球球的脖子上，球球倒是挺配合，销售牌一挂，立马就吆喝着朝销售大厅跑去。妈妈，我要买房子，买大的，一套够不够了？妈妈，妈妈真好。你是去跟着拍球球，还是陪我睡会？等跟拍大哥追上球球的时候，小丫头的目光已经被售楼部外的几个人吸引了，而且小拳头越握越紧，脸上的怒气也在快速飙升。跟拍大哥也顺着球球的视线看去，只见售楼部外几个小孩正围着一个老人蹦蹦跳跳的笑着，而老人则是摔倒在地上，身上的背篓也掉落一旁。有几个年龄偏大一些的孩子把老人背篓里的东西掏出来，又嫌弃的丢在地上。老人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又被一个孩子推倒在地。啧啧，这就是龙国未来的希望，这就是所谓的祖国的花朵。就算是不接受任何的教育，正常的孩子也不会随便去欺负一个老人吧？看得我血压飙升，不行，我要过去阻止他们。别冲动，那老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扶了额上，你怎么办？冷静，一定要冷静，这年头好人难当。住手，不许欺负那个老人。突如其来的怒吼吓了所有人一跳，下一秒，球球已经从售楼部冲了出去。看到这一幕，直播间里所有的观众都惊呼了起来。球球，是球球！我的天，没想到遇到这种不平事，竟然是一个5岁的小孩最先站出来。弹幕横飞间，球球也已经来到了老人的不远处，那些一直在售楼部观望的人也都跟了出来，而那几个欺负老人的小孩，在看到球球带着一群人冲过来后，都愣在了原地。你们在干什么？都闪开！老爷爷，你没事吧？我扶你起来。赶紧叫救护车！球球，你什么时候换的新手机啊？还是华为 Mate 60 Pro？ 这是我在视频左下角免费领的，除了华为，还有苹果15 Pro 可以领呢，不少人都领到了，你们要是喜欢也去领一个。可我听说左下角都是骗人助力的。不是骗人的。你好，球球，我们合作的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已经打包好放左下角了，看到您这条视频的粉丝都能参与哦。再帮我加1万台 iPad Pro 呗。好的，加上了。左下角来真的呀？具体怎么领呢？你直接进我左下角是全新内部链接，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页面，随便升级，苹果华为配套24小时送到家。好，我也去试试。你是谁？为什么多管闲事？我叫球球，你们为什么要欺负这个老爷爷？你们的爸妈没有教过你们要尊老爱幼吗？球球是真生气了，说话的时候小拳头握得紧紧的。也在这个时候，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车几乎是同一时间也来到了这里。爸爸，前面那个小女孩是球球吗？她好像是和别人发生争执了，我们要去帮她吗？那个人确实是球球，不过我们还有事情要忙。话落，张健的车子直接从球球旁边驶过，在他后边已经成功黄袍加身且餐餐大鱼大肉相伴的陈峰骑着小电驴也来到了这里。爸爸，那是球球，他好像是有麻烦了。你们干什么？想要欺负我球球姐吗？没有，他们没欺负我，但是他们欺负这个老爷爷了。这么多人竟然欺负一个老爷爷，真是太过分了。陈子涵听了球球的话，在看向那几个小男孩的时候，目光里的厌恶更多了几分。不过还不等她们小姐妹在质问什么，那几个欺负老人的小孩互相给了一个眼神，然后撒腿就跑，只是几个呼吸便跑得无影无踪了。喂，你们还没有给老爷爷道歉呢。老爷爷你没事吧？他们弄疼你了吗？球球姐她笑了，她没事。陈子涵凑近了球球耳语，不过球球此时的目光却是落在了老人空荡荡的左臂袖子。他发现这老爷爷竟然还是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残疾人。一瞬间，球球的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老爷爷，你快回家吧，你的妈妈要是知道你被人欺负了，肯定会很心疼的。
一句话直接触动了在场不少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不过老人还是没说话，他笑着挥挥手便离开了，淡然从容，还始终都面带微笑，就好像刚刚被几个熊孩子戏弄的不是他一样。与此同时，演播厅里，李菁做了一个深呼吸，拿起了面前的话筒。看到了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当古诗照进现实，这是多么的讽刺！也由此可见，除了文化教育之外，思想道德的教育是有多么的重要，并且对刚才的一幕，我感到可悲，也感到可喜。可悲的是，那些大人自己都不站出来，他们也就自然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站出来。可喜的是，球球站出来了，秦轩带出来的娃真的很棒。一番话说完，坐在不远处的主持人小尼和育儿专家周璐齐齐地看向了他。因为节目从第一天开播，李菁就一直在说秦轩是反面教材。看什么？我一向都是对事不对人的，我又不是跟秦轩有仇，他做得好，我还不能夸夸了。而售楼部这边，当球球与陈子涵玩得正嗨时，陈峰却蹦了起来。我去，我还有一单外卖没送呢。涵涵，你跟球球玩，爸爸去送餐。我终于知道我妈妈为啥说别人上班都是挣钱，而我爸爸上班还往里搭钱了，挣的都不够罚的。球球姐，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啊？以前就卖房子吗？不是，我爸爸以前都没有出去上班的，他就是在家打打游戏，还有弄一些很酷的假人。我爸爸说那叫手办。哇，你的爸爸真厉害。其实你爸爸也很厉害的，他做的饭简直是无敌好吃。球球的夸奖是发自真心的，这不由得让陈子涵的脸上升起一抹小得意。告诉你个秘密，我爸爸能追上我的妈妈，完全就是靠的他那一手好厨艺，外加不要脸的精神。两个小丫头聊得那叫一个开心，而走出售楼部的陈峰此刻却是满脸羡慕的看着一个从豪车里走下来的中年男人。你好，请问一下，球球小朋友在里面吗？在，你找他有事吗？男人听到陈峰的回答，微微一笑，便走向了售楼部。刚进去，男人的目光便一下子落在了正和陈子涵聊得兴起的球球身上。你是叫球球吗？你找我球球姐做什么？我长得很像是坏人吗？你是这里的销售吗？是的，我正在体验爸爸的职业，他今天是个房屋销售，所以今天我也是个销售。今天是个房屋销售，他还一天一个职业吗？既然你是销售，那我可以请你带我看看这里的房子吗？这位先生，您要买房的话，我可以带您去看的。他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好不好？好吧，那我就带你转转。涵涵，我要去工作了，你也跟着你爸爸继续工作吧。陈子涵点头。不过就在球球要带着男人去看房的时候，陈峰却是紧张地追了上来。球球，10个房产销售都没卖出去一套房子，5岁女孩却只用一句话就卖出了50套。其实这里以前是一片坟地。你是怎么知道的？把我抱起来。看见那座山了吗？其实山上是一个墓园，变成星星的人都住在那个里面。你要是在这里买了房，等你变成星星之后，你也可以住进去哦。好好的买个房，怎么给我安排进墓园了？那这里距离墓园这么近，又是一片坟地，要是我在这里买了房，晚上害怕怎么办？为什么要害怕？你不害怕吗？不怕，我爸爸说变成星星不可怕，变成星星的人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被人遗忘。只要不被遗忘，那些变成星星的人就会永远陪在心里，牵挂他的人身边。如果我爸爸变成了星星的话，我肯定是希望可以离他近一些啊，就像这样，我可以在窗边看到他，他也可以在山上看见我。叔叔，你不希望离你的亲人近一点吗？男人的心忽然狠狠地被揪了一下，再看向球球时已经是热泪盈眶。球球，谢谢你，我懂了。懂了吗？懂了。那你既然懂了，这房子你买不？买，我肯定买。不过你可以跟我出去一趟吗？我叫苏木，这是我的名片。还有，你上一集帮助的那个老爷爷是我的爸爸。苏木，他就是那个白手起家挣下1万资产的牧羊贸易的总裁。跟他走啊，球球。他不叫苏木，他叫宋财童子。原来那个老爷爷是你的爸爸，你能带我去看看他吗？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苏木见球球同意，伸手就拉住了球球的小手。不过这一幕可惊呆了直播间的观众。这就跟陌生人走了？秦轩没教过球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离开吗？秦轩了，这也太不负责了吧！球球要是丢了怎么办？我更好奇的是，苏木到底懂什么了？他刚刚又哭又笑的，肯定是在球球的话里悟到了什么。球球，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全国直播，坏人没这么傻的吧？
你好像很有钱的样子，那你的爸爸为什么还要出来捡瓶子？是你对他不好吗？不，我对他很好，只是这种好是我以为的好。小时候家里穷，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过那时候我特别快乐，因为我有个疼我的爸爸，爱我的妈妈，我们的生活也在慢慢变好。慢慢的，我们能吃饱了，我还上了学。但是在一天夜里，随着一道极光照亮了夜空，大地开始震颤，一切美好都被打碎了。发生什么了？我只记得我们一家3口被一块楼板压住了，我跟妈妈分别被压在了楼板的2头，爸爸的一只胳膊被压在了楼板的中间。当时他的胳膊还没彻底断开，但为了救我跟妈妈，他生生把还连着的皮肉扯断了。可他太过瘦小了，他掀不动楼板。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当救援人员赶来，看到我跟我妈妈的情况之后，所有人的脸上都满是凝重。他们跟我爸爸商量了好久。再后来，我被救了出来，可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妈妈。之后的日子，他起早贪黑，用仅剩下的一只手挣钱，把我养大成人。那后来呢？再后来，我挣钱了，把我爸爸接到魔都市最好的别墅区，我带着他到处玩，到处享受。直到有一天，他说想回乡下，我以为他是舍不得乡下那几亩地、那几间房，我就不许他回去。他就跟我生气，开始玩失踪。可听了你的话，我才知道他真正在乎的是我的妈妈，他是想离我的妈妈近一些。说到最后，苏木哽咽，泪水再次涌了上来。放他回家吧，让他回去守护他的星星。老婆和儿子选一个，他爸爸肯定愧疚极了。救命啊！我是来看直播找快乐的，怎么好好的给我喂了一嘴的刀子？哭了出来，苏木的心情好多了。他拿着球球递给他的小手帕，微微一笑说道：“这个可以送给我吗？我以后再哭的话，就用它擦泪。”没问题，不过你可不要用它来擦鼻涕泡泡哦。好吧，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过有时候还真的会有泡泡。收起手帕，苏木紧接着就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李秘书，公司最近不是要订购50套员工福利房吗？不用选了，龙州君庭就挺好。另外签合同的时候透露一下，我们后续还有继续添置房产的计划，并且指明只和秦轩对接。明白了，苏总。不是说好找我买房吗？怎么让人去找我爸爸了？合同是要签名的，球球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我会写秦字，隔球我还没学会，不过不会写的字不是可以用林蛋代替吗？那可不行，那样的话你就要改名叫蛋蛋了，比起来还是球球更可爱一些。嗨，名字就是一个代号而已，叫蛋蛋也没事，挣钱嘛，不寒碜。小大人的模样逗得苏木哈哈大笑。也在此时，苏木的贴身秘书童瑶已经来到了龙州君庭售楼部。你好，请问一下秦轩在什么地方？这个不清楚。那能麻烦你把你们这里的最高管事请出来吗？我有些事情需要和你们领导层商议。您稍等。爸爸，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要跟妈妈告状了。你看就看呗，流口水是什么意思？错了，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妈。晚了，全国直播。姐姐，我知道球球姐的爸爸在什么地方。球球的爸爸是？就是你要找的秦轩。那你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OK， 跟我来。球球姐的爸爸就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呢。睡觉？童瑶一愣，轻轻推开房门，只见秦轩躺在床上，睡得无比香甜。也就在这个时候，前台带着蓉姐也赶到了。不过，当她看到了躺在样板间里睡觉的秦轩时，心里瞬间升起一股怒气。让他睡吧，我们去那边聊。什么？直接全款购房50套，而且后续还会有购房计划？对，不过我们只跟秦轩一个人对接签合同。他狠狠一脚踹在老板脸上，老板不但不生气，反而揉了揉男人的脚。疼不疼啊？渴了吗？饿不？龙州君庭的销售待遇这么好吗？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大福星了。果不其然，你睡个觉都能卖出去50套房。走，跟我去见客户，人家指定要找你买房呢。不等秦轩反应过来，蓉姐拉着他就往外走，来到办公室。童瑶见到秦轩后，就恭恭敬敬地阐述了苏木的吩咐。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找错人了？我不认识苏木，我也不知道什么牧羊猫。话说了一半，秦轩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拿出手机，打开了父爱如山的直播。只见直播画面中，球球正在问一个中年男人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步。随后秦轩看了一会直播间的弹幕，总算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家伙，我就睡一觉，没想到球球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出来，不愧是我的闺女。秦先生，我们可以走程序了吗？走，该走什么走什么。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而此刻，魔都的一家5星级大酒店里，一场热闹非凡的派对却随着一人的惊呼瞬间安静。所有人齐齐拿出手机。宁哥怎么成第二了？
原来他们都是魔都的房产销售，而这场派对就是为了庆祝那个叫宁哥的夺下了单月全国房屋销冠。秦轩这个名字在销售榜前10吗？怎么就一下子成了销售榜第1了？不在，之前销售榜上就没有秦轩这个名字。那他这一下卖了多少房？别说了，宁哥的脸都绿了。不对劲，魔都有点人脉的销售我都认识，这个秦轩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而且之前销售榜第10的人跟我相差了有将近7000万的销售额，这个秦轩一举超过前10夺得第1，那也就意味着他的销售额要在半个小时过亿才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会不会是系统错误了？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数据中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宁哥，你怎么又买手机了？买什么呀？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除了华为我还领了一台苹果15 Pro Max 和 iPad Pro 呢。你那左下角我去过，都显示领完了。你等着，左下角的库存没了，还能加吗？可以的，新加的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都打包好放左下角了，只要看到视频的粉丝都能参与。再帮我加1万台 iPad Pro 呗。好的，加上了。具体怎么领呢？你直接进入左下角内部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随便升级，完成活动，手机平板轻松到手，填个地址就发货了。升级困难吗？我左下角是内部极速链接，挂机都能升级，我当时只用了2天就领到手机了，首充8元，拿下满街神装和神级坐骑，一键清空商城，3天就能飙升上千级，苹果华为秒发货。行，我现在就去试试。这是官方数据，而且数据中心的人应该也很惊讶，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核查的。如果是错的，现在也该被修正了。高高兴兴的一顿饭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有些扫兴，许泰宁更是盯着手机，一次次的刷新，也将他的希望一次次撕裂。终于许泰宁认了。走吧，别愣着了，去唱歌。怎么没拿到销冠？的确可惜，不过我这9800万的销售额可是实实在在的，提成也打到卡上了，带兄弟们 happy 一下，我还是舍得的。说完，许泰宁哈哈一笑，众人也跟着笑。不过谁都能看出，许泰宁是在故作轻松，毕竟之前大家都确定了销冠非他莫属，现在突发变故，换谁都会心里不好受。宁哥，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你知道你跟秦轩比差在哪里吗？差在什么地方？差了一个女儿。那些房子不是秦轩卖出去的，而是他5岁的女儿卖出去的。你看，许泰宁盯着手机，足足看了10几分钟后，流下了羡慕的泪水。躺赢，纯靠娃躺赢。我卖个房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就怕人家一个不痛快不买了。他这倒好，把销售牌往女儿脖子上一套，自己睡觉去了，再睁眼直接成交50套房子，没得比，真就没得比。与此同时，身在龙州军庭的秦轩手机嗡嗡作响，1132万的销售提成到账，并且因为童谣阐述了后续牧羊贸易，他会在龙州军庭大量购房，且只和秦轩对接，所以秦轩直接享受起龙州军庭顶级销售的待遇，平时不需要上班打卡，每个月还有1万的基本工资到账。不过跟秦轩这边的欢声笑语比，跟着爸爸采集龙州军庭照片的萌萌心情明显不太好。怎么了，萌萌？爸爸，你说要乐于助人，可为什么22集的时候看到球球需要帮忙你不管呢？你没有看到当时球球的身后跟着那么多的人吗？他要是需要帮助的话，其他人是会帮他的。我们当时不是也有事吗？那找我们帮忙的那个大姐姐就不能找别人帮忙吗？为什么非要找你？你能帮她，为什么不能帮球球？张健被问得哑口无言，轻轻吸了一口气，在看向萌萌的时候，脸上多了几分严肃。有些问题现在你是搞不懂的，等你长大了就会懂了。我懂，你说的乐于助人，其实是指帮对自己有用的人，对吗？尖锐的刹车声响起，张健把车停在了路边，一脸震惊地看着萌萌。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呢？从到了公司，你就开始扫地、拖地，给饮水机换水，又忙着给别人打热水，还帮别人干那些不属于你的工作。那么多人你都帮，怎么就不能停车帮一下球球？够了，既然你懂那么多，那我就告诉你，我那不是乐于助人，我那是记性变味的人情世故。可我这样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没工作，我哪来的钱送你读书，给你买画板、买颜料？没工作，我拿什么还房贷、还车贷？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以为爸爸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可我有什么办法？被自己的闺女那样不理解，那样指责，他感觉心都碎了。可一旁萌萌却傻了。我就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爸爸为什么这么激动？唉，认错吧，只要认错，爸爸就不生气了。爸爸对不起，萌萌知道错了。
在萌萌认错之后，张健脸上的怒气瞬间消散了不少。萌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才不会像爸爸这样憋屈，也不用像你妈妈那样起早贪黑打螺丝。你要成为人上人，知道吗？我会的。萌萌真乖，爸爸没白疼你。走，咱们先回公司。父女俩又都露出了微笑。回到公司后，张健好好整理了一下，心情才挂着一张笑脸走进了集体办公室。慧慧龙舟均田的实拍照片我都拍完了，一会发给你。这是设计稿，我简单的做了一个方案，你可以当做参考。他只是给了女儿一个硬币，不料女儿竟从硬币中悟出了连育儿专家都震惊的人生哲学。接上集，球球帮秦轩卖出了50套房子，可当他兴高采烈的去找秦轩分钱时，秦轩却说：“分啥钱？卖房的钱呢？”球球，你知道我们卖出去的房有多少提成吗？爸爸来告诉你好了，我们拿到的提成有1000万。球球虽然对数字没什么概念，不过1000万他听起来就知道很多。那你要给我多少？球球，这里就是1000万，这上面0和1你是分得清的吧？爸爸问你，0多还是1多？当然是1多了，0就是没有的意思。爸爸，你就别问我小班的问题了。哈哈，行，这学没白上。你看，这里面就只有一个1，剩下都是0，爸爸就把这个1分给你好不好？这样的话，爸爸不就只剩一堆0了吗？没事，你是爸爸的闺女嘛，爸爸本来就该让着你的。来，给你。哇，钱分完了，开心吗？开心，爸爸你真好。球球举着钢镚，心里是无比的感动，而不远处的跟拍大哥却傻了。1000万就给人孩子分了1块钱，还让人孩子感恩戴德。爸爸不对劲呀，没有这个1，那1000万不就没意义了吗？当然了，没有了这个1，那些0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比如说一个人有钱有权，可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0，而他自己就是这个1，一旦这个1倒下了，他就是拥有再多的0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懂吗？懂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1，拥有一样东西就相当于多了一个0，可只要这个1没了，就算拥有再多的0也是没意义的。所以不管拥有多少0，我们最先做的是不让1倒下，对吗？听到球球的话，跟拍大哥当场愣住，直播间里的观众更是被深深震撼。还真是这么个理，人就是1，挣1万就多一个0，就算你挣1000万，1个亿，只要那个1没了，挣再多钱也没用了。无论不管干什么，不管想要什么，我们最先要做的就是照顾好那个1。你现在还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吗？没了，我只要有了1，以后就能有好多好多0，比1000万还多。真棒！球球笑着把那一个钢镚像宝贝一样装进了口袋。不过有人喜，有人悲。90后奶爸陈峰现在就有点笑不出来了。涵涵，你快给姥姥姥爷打电话，就说想他们了，让他们赶紧来看你。咋了？我妈妈又要进入暴走状态了吗？你还记得中午那个找球球爸爸的美女姐姐吗？我当时不是多看了2眼吗？估计是你妈妈知道这事儿了。我就说你看就看呗，流什么口水？乖宝，爸爸平时最疼你了，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哇，手机。哟，涵涵怎么哭了？姥爷，我没事，我就是想你跟我姥姥了，你们不用担心的，我哭1下午就好了。别哭别哭，不就是想姥姥姥爷了吗？你等着，我跟你姥马上就到，然后带你去逛超市。好，那我们一会见，姥爷再见。搞定。棒呆了我的娃，走回家。也幸亏陈峰找来了自家老婆的生产厂家，在老两口软硬兼施的手段下，陈峰总算是得以苟活于世。不过陈峰也因为看美女流口水事件被罚睡3天客厅，而张健这边在离开公司的时候又把地拖了一遍，萌萌全程跟着帮着张健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小事。不过张健没有发现的是，自从下午回公司的途中对萌萌吼了几嗓子之后，萌萌就再也没说过话，他就那么练字帖做算题卡。看着女儿这么努力，张健很是欣慰，甚至在回家的时候还一时兴起给萌萌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公仔玩偶。只是当张健要结账的时候，萌萌却拿起那个玩偶递还给了收银员。阿姨，这个我不要了，就别算钱了。你之前不是总说想要一个这种玩偶吗？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我不想再给你们增加负担。阿姨，这个麻烦你放回去吧。这闺女可太懂事了，你是怎么教育的孩子呀？这么小就知道节俭。懂事什么呀？平时可不让人省心了。哈哈哈！张健谦虚了一句，然后扫码付款。萌萌的眼睛没在那个玩偶上多停留1秒，他就那么跟在张健后面走着，手里还帮着张健提着一些刚买的日用品。不过没走多远，张健手里装水果的手提袋忽然断裂，水果洒了一地。真是越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我就感觉这小袋子承受不住这么多水果的压力。看看，还真没事，换个更结实的袋子就好了。张健啊张健，水果可以捡，袋子可以换，但是女儿只有一个呀，你就不怕给她的压力太大？她会和这个袋子一样吗？
你在这里等一下爸爸，我回超市再要一个袋子去。大姐，那个玩偶不用放回去了，我买了，再给我拿2个包装袋吧，我多给你扫5毛钱过去。扫什么呀？2个塑料袋又不值钱，拿去用好了。他虽然大方，可张健还是多扫了钱过去。就在张健转身离开时，售货员大姐拿起一根棒棒糖就塞到了张健的手里。这糖可甜了，给孩子吃。谢谢大姐。从超市出来，张健快步走向萌萌。当萌萌接过张健手里的玩偶，笑得跟花儿一样绚丽。张健没多说什么，又掏出了售货员大姐送的棒棒糖，递向了萌萌。糖，爸爸，你不是说吃糖会蛀牙吗？我想偶尔吃一次也没什么问题，你说对吗？对。萌萌开心地接过他人生中的第1颗糖，张健也又把东西重新装进袋子。这一次，他并没有让萌萌提任何东西，萌萌就那么抱着玩偶，吃着糖，蹦蹦跳跳地跟在他的身边。爸爸，要不我还是帮你提一点吧？不用，爸爸的手被勒疼了，下次就不敢再买这么多东西了。是啊，那个袋子都因为东西太多，压力太大，被压破了。这次就让我好好长个记忆。袋子破裂，水果洒落一地，可男人不仅没去捡，反而闭上了眼睛。原来他对女儿非常苛刻，甚至连一个糖果都没给女儿买过。而当袋子因承受不了水果重量破开的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放了太多的压力给他，根本就没考虑他能不能承受得住。袋子烂了可以换，可我们的萌萌只有一个，我必须要做出改变了。张健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而方静早已热泪盈眶。身为萌萌的妈妈，她最清楚萌萌这2年的变化。因为以前家里每天都能听见萌萌的笑，可她自从上了幼儿园，她脸上的笑逐渐消失了，甚至都不敢与别人对视。现在听到张健的话，她知道自己那个爱笑的女儿又要回来了。对了，我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好像是和你参加同一档节目的一个小丫头说的，你看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1，拥有一样东西就相当于多了一个0，但如果这个1没了，拥有再多也是没意义的。太可笑了，我竟然还没一个小孩子看得通透。还有这个00后小伙子，我之前看他挺不顺眼的，现在想想，我跟他真的没法比。老公，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对吗？会的，一定会的。这又是谁骂我了？经过这几天的直播，骂我的人更多了，真不错。看着那些群情激昂的评论，秦轩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对于那些喷子，他完全懒得正眼看待一下。今天抽到的系统奖励是狮王雄风，南北2派的武士绝技都被我一个人悉数掌握。可这有什么用呢？节目组明天让带着孩子看庙会不假，可那庙会已经没落的不成样了，武士队更是已经3年都没有出现了。系统奖励我这个技能，难道还想让我买上一身狮头狮皮狮裤去撂地表演？不想了，玩会手机吧。就在秦轩打开游戏的时候，一个 ID 名为大黄蜂的好友申请发送了过来。秦轩，我是陈峰，你怎么把我删了？上次是我没发挥好，这次我带你飞。嘿，陈峰这是够闲的，干嘛天天粘着你？他不会不喜欢女生吗？大哥，你可别乱想了，陈峰都结过婚了，人老婆不仅漂亮，性格也好，对陈峰更是一心一意的。那他更是闲的，有这么好的老婆还总来骚扰你。哈哈，大哥，我感觉到了你的哀怨，咋地也想找对象呀？那谁不想，就是没时间认识新的女生。那好说呀，你去新域看看，平时有时间就刷刷。陈峰那对象也是上面找的。啥新域啊？就这个专门找对象的，你看上线了就会给你匹配附近几百米单身美女，一个个的不仅长得漂亮，身材条件都不差，你喜欢哪种美女都有，美女的照片资料都是真人认证过的，多高多大清清楚楚，真是靠谱。可是我不会说话，能在上面找到对象吗？放心，上面都是女追男，美女喜欢你就会跟你打招呼，你看这一上线就有10几个美女给你打招呼，根本回不过来，你就赶紧点左下角下的多看看，找个女朋友还不是分分钟的事。行，回头我也试试。我信你个鬼，你管0杠18觉没发挥好。转眼天明，知道今天要去看庙会，球球和秦轩都起了个大早，朝庙会而去。爸爸，这就是庙会吗？怎么这么冷清呀？小丫头的脸上写满了失望。秦轩虽然知道这庙会已经落寞不堪，可真正看到现场的冷清，心情也是有些小失落。爸爸，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走，爸爸带你去逛逛。牵住球球的小手，一大一小朝着庙会里走去。由于年代久远，秦轩已经不知道这个庙会的庙到底是什么庙，只知道每年的这一天，武士队都会出来表演，寓意着驱灾辟邪、祈福吉祥。爸爸，你是说这里之前会表演舞狮吗？没错，那舞狮可好看了。那舞狮那么好看，怎么现在不出来了呢？因为秦轩的话还没说完，鼓声就响了起来。只见一辆车和2头披红挂彩的舞狮正朝着庙里走来。那头大的舞狮是双人舞狮，高大威猛，巨大的狮头做得很是精致灵动，而那个小的舞狮是单人的，看起来有些呆萌。大狮子在前开路，摇头摆尾左窜右跳，小狮子则显得有些笨拙，乖乖的跟在大狮子的后部。2只狮子的后边有时一辆小皮卡车缓慢行驶，司机是一名中年妇女，上面敲鼓的赫然是一位白发老奶奶。
爸爸，那是武师吗？球球兴奋地朝着那2个武师跑去，秦轩也紧随其后。庙会上那些稀稀拉拉的人也纷纷开始聚集过来。哇，好厉害！似乎是听到了球球的尖叫，那头大狮子猛然转头，一个跳跃来到了球球的面前，随后小狮子也凑了过来，用力地在球球的面前表演着。不过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武师的身上时，秦轩的目光却是落在了皮卡车上打鼓的老奶奶身上。她怎么哭了？球球姐，有3、4年没见了，今年这是怎么了？是高调复出，还是最后的演出？陈峰随口说着，但秦轩却是听得一皱眉。不过最终他也没多想，倒是球球和陈子涵2个小丫头兴奋地跟着舞狮跑着，开心极了。不过那一大一小的舞狮刚走出不远，一个年轻的妈妈就抱着孩子从人群中走出，满含热泪地跪在了2只舞狮的必经之路上。病魔缠身了，走投无路了，拜托了。这一幕直接看呆了现场所有人，就连一大一小2只舞狮也愣在了当场。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大舞狮的狮尾忽然开口了：驱邪避凶，祈求吉祥平安，也在舞狮的寓意之中。听我的，围着他绕上3圈。好。脚下的步伐转动，威武雄壮的舞狮就朝着那一对跪在地上的母子冲了过去。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大吼之下，现场的嘈杂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2只舞狮脖子上的铃铛发出哗啦啦的清脆声，转了3圈，2只舞狮继续朝着广场进发，而原地跪在地上的那对母子过了好一会儿才起来。他们离开的很是仓促，但刚刚那年轻妈妈的下跪还有无助的嘶喊，却是让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幕也恰恰被刚刚来到现场的张健看到，他牵着萌萌的手，忽然加了一分力道，为那个年轻妈妈和她的孩子默默祈祷的同时，也庆幸自己的改变。有些病魔是无法避免的，只能硬着头皮面对。可让孩子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还是可以争取的。爸爸，那是球球和陈子涵。你想跟球球和陈子涵玩吗？走，爸爸带你过去找他们。很快，3个小丫头就凑到了一起，而张健则是走到了秦轩和陈峰的身边，默默地看着3个小丫头在阳光下追着舞狮跑来跑去。秦轩，谢谢你，也谢谢球球。张健忽然开口，搞得秦轩一愣。不过看着萌萌和之前的状态明显不同，他也是猜测到了一些什么。不用谢，我也没有刻意做什么。你干啥了？他为什么要谢谢你跟球球？不是，你为啥要谢秦轩和球球呀？他那该死的好奇心真是太想知道了。不过张健也只是淡淡的冲他一笑，然后快速的跟向了秦轩的脚步。谁能告诉我秦轩到底干啥了呀？爸爸，刚刚那个人为什么要跪在地上，让舞狮围着他转圈圈？因为他的孩子病了，而且很严重，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才过来祈求。那管用吗？他孩子的病会好吗？这个我并不能确定，不过就算没什么实质性的用处，可多给他们添加一份希望，总归是好的。如果我可以治疗那个小朋友的病，我一定会尽全力的。球球紧握拳头，心底很是惋惜。也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到达广场的舞狮却忽然倒地，口吐鲜血。男孩前一秒还在扮演舞狮，给一对走投无路的母子祈福，可下一秒自己却吐血倒地。小心不怕，我们去医院，妈妈带你去医院。妈妈不哭，我不想去医院了。我知道咱们家没钱了，我想舞狮。短短一句话，一家5口瞬间哭成了泪人。围观的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到。他们上一集的时候还扮演舞狮，给那一对走投无路的母子祈福，给他们最后一丝希望。可谁知道他们也是走投无路的人。大哥哥，他会让你痊愈的，对吗？球球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径直走向了那个小舞狮，将其拿起，学着上一集小男孩舞狮的动作，围着小男孩母子转起了圈。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现场所有人也都跟着球球齐声呐喊了起来，诸多声音凝结在了一起，直冲霄喊。哥哥，吃颗糖吧，吃了糖心情就会变好。谢谢，这糖真甜。还有你的舞狮丑萌的，有时间来找我玩吧，我好好教教你。好，那我们拉钩。他知道男孩现在很虚弱，所以不等男孩有所反应，便主动去勾住了小男孩的一根手指，轻轻摇晃。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哈巴狗。球球笑了，可男孩却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他就那么安静地躺在他妈妈的怀里，仅仅保持睁眼的姿态，就用光了他所有的力气。先回家吧，谢谢各位了。刚刚多谢大家帮腔，谢了，也谢谢你小姑娘，
谢过所有人后，一家五口也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了。不过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小男孩却是忽然挣扎着看向了球球。小妹妹，你喜欢舞狮吗？那我可以请你去我家看看吗？我家有好多舞狮的套装，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你一套。还有你们2个，你们如果喜欢的话，我也可以送你们每人一套。面对小男孩的邀请，3个小丫头齐刷刷地看向了自己老爸。秦轩、张健都是点头确认，而陈峰却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沉浸在悲伤感动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庙会继续进行，3个爸爸带着3个小丫头则是来到了正南村。你们这是？我们正在参加一档节目，这是跟拍摄影。那个小朋友是怎么了？我叫任康安，那个病倒的是我儿子，叫任初心，他得了白血病。从发现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家里的积蓄花干净了，城里的房子也卖了，可他的病却是越来越重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决定带他回家保守治疗。说是保守治疗，其实就是回家等死。我们骗他，只要坚持吃药就能痊愈，可他却好像已经猜到了什么。今天庙会，他哭着闹着非要去舞狮，怎么拦都拦不住。他说他练了3年舞狮，还没正式表演过呢。他想听听掌声，他想跟爸爸还有爷爷再疯一把。与此同时，任家大院西配房，任初心吃了药，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后，就带着3个小丫头直奔东配房而去。你们一人挑一个吧。我要这个，不过我不白要，我有钱，我还知道我爸爸的私房钱藏在了什么地方。这个叫张飞狮，它代表的是勇猛、霸气。不过钱我就不要了，钱对我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说到舞狮，任初心的眼睛都在放光，可说到自己，他的语气瞬间变得沮丧。这时，萌萌指了指一个黄色的舞狮，我想要这个。哥哥，你不要钱，那我把我的头发剪了，给你做假发好吗？不用了，我得病之后就秃了，更何况我现在连洗都不怕，还怕别人笑吗？别哭，你哭了，我还得安慰你。咱俩到底是谁要死啊？哈哈，你还不挑一个吗？早就挑好了，我要这个。哦，你选这个大红的吗？我也喜欢这个大红的，它叫关公狮，它代表的是忠义，是胜利。人们都说它义薄云天，看不得人间疾苦，它那刀能斩世间一切不平事。可它终究只是一个假狮子，它管不了那么多不平事，也救不了那么多人间疾苦，它也救不了我。别怕，变成星星又不是永远消失了。你把你名字告诉我，我记一辈子，只要我不忘记你，你就不会消失。对了，钱你不要，头发你也不要，那你有愿望吗？我来实现你的愿望怎么样？我爸爸可厉害了，他也可以帮忙。有可能的话，我想看看南派舞狮的梅花桩和北派舞狮的通天塔。不过那样的高手，别说我们请不来，就是见都见不到。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小一些的愿望，虽然也很难，但是总比第一个简单。我想坐在庙会的最高处，看100头舞狮在广场上经过，那场景一定很壮观。哈哈，我就是说，你听听就算了，别当真。不是一试，怎么就知道实现不了呢？你这愿望我接了。你拿什么接？你爸爸是认识舞狮高手，还是可以一声令下百狮来朝？我这个愿望你接不了。没事，我不会给我爸爸添麻烦的，我会用自己的方法帮你。球球仰着头，语气坚定。随后几人又欣赏了一会舞狮后，任初心就被他的奶奶强制性的带去卧床休息了。等任初心走后，陈子涵和萌萌迅速的凑到了球球身边。球球姐，你想怎么帮他实现愿望？真的不靠你的爸爸吗？对，别说我爸爸不会舞狮，也不认识会舞狮的人，就算我爸爸有那个能力，我也不会帮他做什么决定的。爸爸说，这叫你自己不喜欢挨揍，凭啥要别人喜欢挨揍？球球的话让陈子涵和萌萌听得一头雾水，不过一旁的跟拍大哥差点就没憋住，笑出了声。球球，那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你不想做或者是接受不了的事情，就不要随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所以球球姐，你到底打算怎么帮他？我觉得不管怎么帮，我们都要先把这件事告诉爸爸们，万一他们很愿意帮忙呢。我爸爸俯卧撑都做不了几个，让他打扫卫生拖拖地还行，舞狮的话他估计不行。涵涵，你爸爸会舞狮吗？我爸爸会吃。跟勇敢沾边的事情，他是一件不敢做。他自己都说，他这辈子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就是娶了我妈。好家伙，陈峰那点光荣历史早晚被他的小棉袄都给爆出去。
我爸爸应该也不会舞狮，我觉得还是不要求助吧，我们就把我们能做的都做到最好就行了。行，我都听你的。也就在3个小丫头密谋了好一会儿后，秦轩3人也是找了过来，准备带着3个小丫头离开。可这时刚被抓去休息的任初心又走了出来，他把那3套小舞狮拿了出来，一一亲手递给了球球3人。你的愿望我接了，你的愿望我们接了。你们接了他什么愿望？那个任初心哥哥说想看南派舞狮的梅花桩和北派舞狮的通天塔，他还说想坐在庙会的最高处看100只舞狮在广场经过，这是他的愿望。然后我们3个答应了。你们拿什么接？拿地接吗？还通天塔、梅花桩，还百狮游行，这不等于给了人家希望，又要让人家失望吗？陈峰倒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就是觉得万一任初心当真了，这不妥妥的又要失望透顶了。秦轩，你会舞狮吗？还要上什么梅花桩、通天塔的？昨天刚会。别人用2年都学不会舞狮的一点皮毛，可男人仅用1天就将舞狮的所有技巧融会贯通。别逗了，舞狮可是比一些杂技还要难，而且南派舞狮和北派舞狮的技法有很大的区别。龙国就算是有2派舞狮技法全都会的，那也得是我爷爷辈的老人家了。我虽然不是你爷爷辈儿的老人家，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天才存在的。剑哥，他这是在占我便宜，还是在……我想2者都有吧。正南村距离庙会也就几百米的距离，走了没多久，秦轩众人就回到了庙会。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吃饭吧。说完，陈峰就一屁股坐在了馄饨摊位上摆放着的小马扎上。行吧，吃了饭，我看就直接回家好了。这庙会是真的没什么可逛的了。行，吃完饭就回家。陈峰非常同意秦轩的提议。这时，球球和陈子涵也分别坐在了自己的爸爸身边，只有萌萌抬头看了看张健，眼神里透出了几分期盼。可他清楚，爸爸是不会让自己在这种路边摊上吃东西的。想吃馄饨了，可香了。想吃。萌萌用力点头，放开了张健的手，就跑到了球球和陈子涵身边。老人家，9碗馄饨，6碗大的，3碗小的。好嘞，谢了健哥。谢了。没事，说来我真的是应该好好请你吃顿饭的，要不是你，我也认识不到之前在对萌萌教育中的错误。小易，给我播放关于北派舞狮通天塔的介绍。手机上很快就播放起了他要的视频，不过视频刚刚开始播放，3个小丫头就被震惊到了。啊，这通天塔也太高了吧！我们好像连这个塔都弄不出来，完了，我们不行的。爸爸们也够呛，任初心的愿望实现不了了。刚刚了解了一下通天塔，陈子涵和萌萌就打起了退堂鼓，而球球却是一言不发，认真的看着视频画面，看了一会儿通天塔。球球又呼唤小易播放起了南派舞狮的梅花桩。咦，我手机没电了，来，给你用这个充。这么厉害，这可是 Mate 60，不只可以反向充电，而且还能打卫星电话。你要喜欢也去左下角领一个。我新领的15 Pro 也发货了，左下角厂商为了回馈新老玩家，准备了不限量的15 Pro 和 Mate 60，还新增了5000台 iPad。那谁都可以领吗？当然不是了，只有从我左下角链接进入的福利专服才能参加。进去看不到领取界面的话，直接卸载升级，喜欢哪个领哪个。那这个游戏升级是不是很难啊？这个手游可以自动挂机升级，培养手冲领的齐天大圣，升级更快。那我去应用商店下一个。不用去应用商店，直接点左下角官方加速链接，比你搜的方便靠谱。加速链接升级快，要求低，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先选择好要哪个，升级24小时包邮到家。那柱子好细呀，还那么高，能瞄得准吗？越看是越发愁，陈子涵和萌萌的小眉头都皱了起来。兄弟，他们看起来是认真的，真想帮那个可怜的任初心实现愿望呢。是啊，难得的认真。认真管什么用？他们根本就办不到啊！办不到的话，不仅他们3个会感到挫败，就连任初心都会感到失望的。就在陈峰直嘬牙花子犯难的时候，若有所思的球球开口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任初心换一下愿望，换成坐在庙会最高处看100只舞狮在广场经过吗？可那个我们也办不到啊。他的愿望是看舞狮登通天塔走梅花桩，我给他改成让他自己登通天塔走梅花桩。他那么喜欢舞狮，肯定是更希望自己完成那些的。得，难度还升级了。陈峰一脸苦笑，不过这时馄饨也煮好端了上来，一时间现场只剩下吸溜馄饨的声音。只是球球这时却被馄饨摊一角堆放的啤酒瓶子吸引了。秦轩自然是注意到了球球的动作，他也已经猜到了球球的想法。快吃饭，吃了饭再弄。吃完饭后，球球便迫不及待地跑向了摊主老大爷。爷爷，我想借您的那些啤酒瓶用用，可以吗？我有钱，这是我自己昨天挣的呢。
哈哈哈，你这娃娃怪有意思。不过我老头子没那么小气，就冲你脆生生的喊我一声爷爷。那些瓶子你就是都给我砸了，听响我也情愿。谢谢爷爷。又一声爷爷，叫的老摊主是心花怒放。这时候，陈子涵和萌萌也走了过来，陈子涵更是直接对着老摊主竖起了一个大拇指。不过那大拇指都快插进老摊主的鼻子眼了，吓得老摊主身子连连后仰。爷爷，你真是个人。好家伙，你还怪会夸人呢。一堆酒瓶子前，球球说着他的计划，陈子涵和萌萌听的是连连点头。随后，3个小丫头就开始搬那些装着空啤酒瓶子的筐子了。不是，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呀？建造通天塔。任初心可是武师世家的孩子，通天塔没化妆，人家可是门清的很，弄一堆破啤酒瓶子就告诉人家这是通天塔，这不是搞笑吗？哼！齐轩，你去说说他们。现在涵涵和萌萌都听你家球球的。你小时候有没有遇见过那种很直很直的棍子？遇见过啊。那你会拿它们来做什么？当然是化身无情的除草机器，路边的草就没有一根能站着的，都给打断。所以打断那些草的是棍子吗？不是棍子是啥？我知道是棍子，你也知道是棍子，可当时年少的你握住的是棍子吗？那时的你握住的不是棍子，而是一把绝世神兵，你砍的也不是草，那是妖魔鬼怪。那时候你手里的剑是真的，你眼里的敌人也是真的，你一边挥舞棍子一边用嘴发出的配音就是剑气，就是刀锋。所以我现在问你，他们建造的通天塔是假的吗？不是，他们都不是假的，但他们也都不是真的，而左右他们真假的是一种叫做童真的东西。很遗憾，我们的童真都被年少时挥出的剑气斩断了。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童真还在，那是可以开发他们无限想象力的东西。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敢接下任初心的愿望？自大吗？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有童真，童真可以创造出任何东西。而任初心不管结果如何，都会被这份童真打动，就算他的愿望再大，求求他们也接得下。童年的你才是最厉害的你。秦轩一番话让陈峰陷入了沉默，而张健则是在默默反思。我以前真的是太浮躁了，我拼了命的把萌萌往前赶，生怕追不上别人家的小孩。我不在乎他的想法，不在乎他的感受，我甚至有时候都忘了他还是个只有5岁的孩子。另一边，3个小丫头在每人消耗掉了半碗馄饨后，通天塔建造好了。建好了通天塔，3个小丫头就各自举起了自己的舞狮。她们不会什么专业动作，也就跟着球球有样学样，抖抖狮头，甩甩狮尾，左窜右蹦的朝着通天塔走去。就这样一晃，就是一下午过去。众人将馄饨摊老大爷的筐子放回原位，给老人家道了谢后，就都各自坐上了回家的车。终究是才5岁，球球坐上车没一会就睡着了。睡吧，你守护别人的愿望，我守护你的愿望。明天看爸爸给你表演。梦，我也有梦，可我已经无法去完成了。老公，你怎么还不睡？没事。不对，你眼睛怎么红了？刚刚在笔记本上看什么呢？老实交代。真没事，放心吧。老公，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都自己扛？我们是2口子，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一起解决的？说说吧，就算我帮不上你，最起码说出来，你心里也痛快。女人的话音很柔，听得男人的心里暖暖的。他重新坐好，将笔记本打开，武士论坛的那个帖子再一次映入眼帘。这是那个带娃节目里的3个小丫头，今天她们不还要为那个得白血病的小朋友圆梦呢吗？你也想去？算了，我们有房贷要还，奶粉钱要挣，我们自己的生活还都很紧张。再说了，这下面一个个吵着算我一个的，又真的会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专门跑一趟吗？安心过我们的日子吧。老公，我们是过了做梦的年纪，日子也的确是过得不怎么光鲜亮丽，可我们也没有走在真正的低谷吧。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正在舞狮表演，你的眼神里是有光的，我喜欢那个你，意气风发，充满活力。当然，我也喜欢现在的你，成熟稳重，体贴顾家，可终究你眼里的光少了些，他们都快被生活的琐事搓磨没了。老公，我支持你去，少挣1天钱，我们家穷不了。去吧，去圆他们的梦，也去圆你自己的梦。老婆，谢谢你。明天算我一个。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还有我。1号，现在魔都各个高速路口都出现了大规模车流增加的情况，还有的路口已经造成了车辆拥堵。通知高速部门，凡是车上拉着武士的车辆以及他们的随行车辆，一律免费通行。是，那这件事还要不要继续上报？不用，我的权限足够让我下这个决定，有事儿我担着。人家为了我们魔都一个孩子的愿望，大老远的赶过来，这份情谊可不是那点过路费能相提并论的。对了，另外通知魔都警方、交警以及消防，赶往正南村维护秩序。与此同时，刚准备睡觉的秦轩手机却是忽然响起了铃声。秦轩吗？我是父爱如山的导演古富奎。您找我有事吗？球球答应要帮任初心实现愿望的事，现在在网络上发酵了，不少专业舞狮的人都要帮忙，而且指明要和你对接，你愿意吗？有人能帮忙，这当然是好事。
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些温情在的。不过不能打扰了3个孩子原先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可能并不完美，但是他们真的有用心去做，我们只能锦上添花，绝对不能自以为是的横加干预。这个你放心，我现在就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们，之后的事情你和他们商量就好。确认了秦轩的想法，古富奎也放心的挂断了电话。之后秦轩的电话就忙了起来，他拿出记事本开始了记录筹划，他要用球球的初心唤醒更多人的初心，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让更多人意识到那种纯的不能再纯的美好。人之初性本善，孩子需要引导，而大人们也需要保持一些初心。不说倒地的老太太要不要扶，最起码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不要那样冷漠就好。时间飞逝，转眼天亮，任初心早早地坐在了自家门前，看着昨天球球他们离开的方向发愣。可让他不知道的是，从昨晚到现在，已经有上万辆车为他赶到了正北村，且数量还在增加。你们真的会来吗？小新，你怎么坐在台阶上？不凉吗？妈妈，那边黑吗？你胡说什么呢？你舍得丢下妈妈吗？妈妈，你别哭了，等我洗了，你再生一个我这样的孩子，让他替我陪着你好吗？任初心说的无比认真，可郑娟的眼泪更加的汹涌了。妈妈，你别哭了，我给你唱歌好不好？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眼。说着不让妈妈哭，可任初心一开口，自己却是哽咽的几乎无法呼吸，那歌声悠扬悲伤，在小院的上空飘荡。妈妈，我好没出息啊，我是男子汉，不该哭鼻子的。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走，我们去吃饭吧。温柔的给任初心擦擦脸上的泪痕，就牵着任初心的手站了起来。正房台阶上的任正山老两口见状，赶紧转身进屋，生怕孙子瞧见了自己落泪的样子。爸爸，昨天那3个小妹妹说，今天他们还会回来找我玩，而且他们还说要帮我实现愿望，我想让你也看看。他们要帮你实现愿望，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们能实现吗？我的愿望太大，除非他们会魔法，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我并没有真的想让他们帮我实现，我想的是他们能再来找我玩就够了。爸爸，你说他们会来吗？任初心的期盼都写在了脸上，任康安的心里没有确定的答案。虽然昨天和那3个爸爸还有3个女娃产生了一些小羁绊，可再怎么说也是萍水相逢。新哥哥在家吗？我在呢。任初心跑了出去，只见陈子涵抱着一束大大的花站在门口，身后跟着陈峰和一个长得可爱甚至是有些萌的精壮女人。这人正是陈子涵的妈妈孟凡阳，人送外号金刚芭比羊。新哥哥，这是送你的花。谢谢。来的冒昧，没打扰到你们吧？哪里话，走走走，屋里坐屋里坐。新哥哥，我也来了，这是我昨天晚上给你叠的许愿星，每叠一个我就许愿让你恢复健康。我叠了好多，总有一个愿望会成功的。还有我呢，是我球球姐来了，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任初心顺着球球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秦轩开来的车斗上装着满满的武士行头，一面鼓，还有一个跟拍大哥。喜欢吗？这个是你的，别再把它弄丢了哦。原来车上的武士行头都是为了给任初心筹钱看病，昨天卖出去的。奶奶，这是你的吗？爸爸说鼓槌的上面有你的名字。这名字还是我出嫁时爸爸给我刻上去的，是我当年的嫁妆。奶奶别哭，万一你爸爸比你哭得响，你还要反过来哄他呢。初心，我有一些朋友想要见见你，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想要给你看。他们都在庙会的广场等着。用力点头，任初心在3个小丫头的陪伴下，朝着庙会广场的方向走去。咱们也走吧，去给孩子们助威。男孩随口的一句话，竟惊动整个国家，并且有近10万人为他而来。原来男孩得了白血病，而他在临走前的愿望就是看一次舞狮。你们怎么搞来的这些？嘿嘿，我也不知道，我睡了一觉，我爸爸就都搞定了，而且我爸爸还不止搞来了这些。都出来吧。话落，破庙方向瞬间跑出了几十只小舞狮，欢呼雀跃的就冲向了梅花庄和通天塔。这一幕直接把人初心看傻了，而那些小舞狮在冲到梅花庄还有通天塔的跟前后，却是停住了脚步，齐刷刷的看向了人初心，似在等待什么。一声鼓响炸开，那些小舞狮们瞬间动了起来，叫喊着冲上了梅花庄，冲向了通天塔。狮王不出，水雨争锋，走，我们上，我来开路，冲啊！
陈子涵一马当先，球球和萌萌则是跟在任初心左右两侧偏后一点的位置。3个小丫头俨然将任初心保护了起来。当然，那些远路而来的小舞狮们并不会和球球他们争斗，象征性的阻拦一下，也就四散奔逃，让开了道路。他们上梅花桩能行吗？没事的，那梅花桩还有通天塔都是专门训练儿童舞狮用的，地上还有保护措施，伤不到。康安，初心他。郑娟忽然开口，语气里都是担忧。不过任康安却是微微摆手，让他去吧，哪怕咱儿子现在就从那梅花桩上掉下来，我相信他也会笑着和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梅花桩上，任初心眼睛里的光越发的明亮。他举着狮头的手好酸，他的腿在抖，可他的心是那样狂热。病魔啊，你不过如此，命运你能奈我何？你还好吗？好得很，我现在感觉浑身是劲。好，那我们去爬通天塔，我去开路。陈子涵还是一马当先，直接从一根离地大约1米的梅花桩上跳了下去，任初心紧随其后，球球和萌萌也是不甘示弱。太棒了，这一刻我一定要记录下来。你的华为Mate 60真漂亮，是我最喜欢的雅丹青配色。那太好了，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正好都是雅丹青的华为Mate 60，你们快收下吧。哇，你哪来这么多啊？这些华为Mate 60都是我在视频左下角活动免费领的，里头还多的是呢。这种活动不都是骗人进去助力的吗？放心吧，我都替大家试过了，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不想要华为Mate 60还可以选苹果15呢。哇，那快帮我看看是不是这里领，我再去领台苹果15。没错没错，你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先领998，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0亿元宝，一键清空商城，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好，那我们先继续吧。通天塔同样是儿童专用的，难度比成人的不知道小多少倍，可就是那么一座塔，却是激起了任初心还有3个小丫头内心的斗志。他们的冲锋一往无前，几个呼吸间，他们就冲上了塔顶。我上来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到了通天塔的塔顶了。听到儿子的呼喊，任康安当即就对着任初心的方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只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广场的几公里外，又有上万只舞狮集结完毕，就等着秦轩一声令下，万事由成，该来了。放！秦轩一声令下，巨大的烟花在空中爆炸，数不尽的光点在阴霾的空中炸开扩散。通天塔上，任初心还有球球他们在看到烟花绽放之后，忍不住发出了阵阵兴奋的欢呼。而这时，秦轩的面前已经摆上了一面鼓，他双手高高举起，鼓槌猛然砸落鼓面，刹那间，浑厚的鼓点宛如疾风暴雨落下，越传越远。也在这时，更多的鼓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跟随着秦轩的鼓点，在广场周围的上空汇集。哥哥快看，那些都是舞狮。看着庞大的舞狮队伍越发的靠近之后，任初心却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快步跑下通天塔，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跑向了他的爸爸。爸爸，他们都来给我圆梦了。一边说，任初心一边拉着任康安往通天塔的方向狂奔。那通天塔虽然只有3米多高，可也足够让他们的视野开阔，看得更远。也在这时，3个小丫头并排站好，小手又比做了喇叭状放在嘴边。过难关啦！稚嫩的童音似一把锋芒毕露的3尺青红，穿透了震耳欲聋的鼓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鼓声戛然而止，所有的舞狮全部看向通天塔骑在爸爸身上的任初心，齐声呐喊：过难关了！爸爸，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他们在帮我们过难关呢。新哥哥，再许个愿吧，这次也一定可以实现的。求复活镇轴2张，实在没有的话，1张也成。这难关让我爸爸先过。齐轩，刚刚任初心喊求复活卷轴2张，让他爸爸先过难关，啥意思？是呀，他啥意思啊？你们没发现吗？他们家不止一个病人，而且任康安的病比任初心还要重。只不过他作为一个家的顶梁柱，他在硬扛罢了。哎，你干什么去？孩子们圆的是任初心的梦，他们带他上了通天塔，走了梅花桩，也看了万世游行。不过那终究是儿童版的，任初心要看的是登峰造极的绝活，还有那些千里迢迢赶来帮任初心的武士人。他们给了自己一段美好的回忆，我想我可以让他们的这段回忆更加的精彩。我要给他们看点他们都想看的。说完，秦轩转身朝旁边的香货走去，陈峰却傻了。啥意思啊？你怎么就那么八卦呢？跟个老娘们儿一样，啥都想问一嘴。秦轩来到大香货的车厢内，见秦轩进来，早就等在车厢里的一个老人赶紧站了起来。你是秦轩？老人家，我是秦轩。你确定你能舞得动这尊金色舞狮吗？我不仅舞得动它，
我还要舞一舞醉狮走梅花，我还要爬一爬那地狱难度的双子通天塔。好，好，好，看你也不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得到了秦轩肯定的回答，老人家连连鼓掌，接着就把自己的拐棍递给了秦轩。老人家，您是怕我一会儿摔瘸了，先把拐棍送给我吗？哈哈，你看看拐杖里面是什么？男人将拐杖放入嘴中，不料竟有不明液体流进嘴里，吓得男人直接将拐杖扔在了地上。可旁边的老人看到这一幕，却是急忙将拐杖捡起，心疼地抱在了怀里。这可是我孙女给我买的上好的台子啊！医生不让我喝酒，我又憋不住，就悄咪咪的网购定做了一根空心拐杖，用来装酒。你要舞醉狮，我才拿给你喝的。可你……老爷子一番话，把秦轩听得哭笑不得，接过了老人家手里的酒，笑问道：“那您怎么不听医生的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这个年纪，高兴一天是一天了，而且我想听那个医生的话也听不成了，他已经嘎了1个多月了。好家伙！网上的段子成真了，没再说什么废话，秦轩直接举着空心拐杖豪饮起来。慢点慢点，我这有花生米，你要不要吃一颗？老头子又从口袋掏出一个药瓶，上面清晰的写着降压药，不过打开之后却是一颗颗焦酥花生米。与此同时，真正的登天塔也已经树立在了庙会的正中央。怎死通天塔，莫快华铸造的那种，去年死亡怎把赛我见过，不过怎么有2个第一座？这是双子通天塔，不过双子通天塔可不是谁都能上得去的，难道来高手了？不会，据我所知，龙国能登上这双子通天塔的只有白老爷子一人，不过他已经有80岁的高龄了，别说登塔，就是舞狮也举不动了。球球，你真的请了高人来走梅花桩和通天塔吗？不用请，高人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任初心有点疑惑，不过不等他继续追问，狮群就传来一阵的惊呼。只见秦轩所在的车厢大门猛地被拉开，一片金光如闪电一般冲向了梅花桩。他真会舞狮。仅仅是一个亮相，秦轩就获得满堂喝彩。不过就在这时，秦轩的身形在梅花桩上一晃，接着直接一个倒栽葱就朝着梅花桩下栽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秦轩是没站稳时，他却双脚交叉，一下锁住了梅花桩的柱子，就那么倒挂在了梅花桩上。这一幕让小通天塔上的任初心看的是两眼发直。爸爸，他竟然会狮子舔水！与此同时，厢货上白老爷子看着秦轩在梅花桩上上下翻飞，老头子笑得假牙都掉了。好厉害的后辈呀！就这几下子，比当年的我也差不了多少。等他舞狮结束，我得问问他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哈哈哈！看现场的气氛被彻底点燃，秦轩直接就朝通天塔走去。虽说通天塔是有台阶的，但秦轩却是走到了用来固定通天塔的钢索前。等人们反应过来时，金色的舞狮已经踩在了直径只有1公分多的钢索上。看到这一幕，白老爷子心里一惊，后生可畏呀！刚刚我还想着要收他当徒弟呢，现在想想，他可是比我厉害多了。爸爸快看，他要上通天塔了！任初心忽然叫了一声，他现在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不过任康安却没说什么，因为那种要命的疼痛又来了。不行，初心已经好久没这么开心了，我不能扫了他的兴致，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任康安，挺住了，就算是死，也得找个不影响初心心情的时候死。一旁4个孩子都在关注着那只金色舞狮，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一个父亲正在用最后的意志陪着他的孩子去感受着这个世界的爱。球球，对不起。怎么了？对不起，我撒谎了。其实我说的这2个愿望都不是我自己的愿望。什么意思？球球还是没听明白，陈子涵更是一头雾水。倒是一边的萌萌看了一眼任初心身后的任康安，缓缓说道：哥哥，你刚刚还说求复活卷轴2张，要让你的爸爸先过难关，他也病了吗？是的，我爸爸的病是在我的病确诊之后发现的，为了省钱给我治病，他死活不肯住院治疗，就只买些止疼药吃。可就算是吃了止疼药，他也经常疼得睡不着觉。我哭过闹过，要爸爸跟我一起治疗，可他说家里的钱就1个都费劲，要是2个都想救，那最大的可能就是2个都死。到最后，他连止疼药都不舍得吃了。那一段时间，妈妈的眼睛每天都是肿的。我的奶奶，她给医生下跪，求他们治我；她给村里人下跪，想要多借点钱给我治病，给我爸爸买止疼药。我一开始很害怕，我怕死，我怕疼，可时间一长，我就没那么怕了。我跟爸爸聊天的时候问了他的愿望，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陪着我长大，然后想看看南师的梅花桩，北师的通天塔，他还想坐在庙会广场最高的地方，看100只舞狮从广场经过。除了家人，舞狮就是他的最爱了。
所以昨天你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就说了我爸爸的愿望。球球，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们。任初心一字一句间都充满了真诚。这时，任康安身上的疼痛减少了一些，他半蹲在了任初心的身边，看看自己的儿子和面前的3个小丫头。我能在最后的时间感受到这么多人的善意，我真的知足了。只是有些遗憾，不能在爸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不能和妻子白头到老相伴一生，不能看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可这世上那么多人，谁还没点遗憾呢？所以管他呢，来过、看过、拥有过，这就够了。特别是遇见你们3个小丫头，你们真的治愈了我太多的遗憾，谢谢你们，还有他们所有关注过、关心过我们的人，真的太谢谢了。任康安说完，球球和陈子涵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萌萌更是哭得梨花带雨。哈哈，哭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直都在和不同的人相遇，又一个个的说再见吗？别哭了，我跟爸爸想到了一个超级酷的计划。首先，死了不都要摆一照吗？到时候我跟我爸就用彩色的，用我们照过的最帅最酷的照片当遗照。还有就是白色的麻布丧衣，那衣服也巨丑。如果有人来参加我们的葬礼，我想请他们穿上他们最好看的衣服，不许难过，不许哭，也不要放什么哀乐，吹什么唢呐，整个音响放我歌单里的歌就行。我还跟爸爸还弄了好多的视频，我们想做成2维码，刻在墓碑上，这样的话，只要有人扫一下，我们就会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了。怎么样，我们的计划酷吗？说完，任初心一脸期待地看向了球球，不过球球并没有对任初心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伸出了2只手抓住了任初心和任康安的手，不舍地询问道：不走行吗？虽然变成星星不可怕，可星星不会说话，也摸不着。行，既然你都留我们了，那我们就不走了，对吧，爸爸？对，不走了，来年的庙会咱们还在这里舞狮。任康安也附和着，安抚着3个小丫头的情绪。另一边，秦轩忽然窜到了通天塔顶端的旗杆上，金色武士的嘴巴一张一合，一个大红的条幅瞬间在旗杆上展开。人间自有真情在，一将寸心报春晖。一句话让所有人不禁泪眼婆娑。也就在这时，球球却忽然开口：其实我还有一个爸爸。你的意思是，你除了现在这个在舞狮的爸爸，还有一个爸爸？没错，而且我的那个爸爸很有可能满足你求2张复活卷轴的愿望。也在这时，远处的天际出现了一个黑点。他来了。那是直升机。一个不足10平的小村庄，一夜之间竟汇聚了几10万人，且每来一人，这个老人家就会磕一个头。谢谢大家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为了袁老人那个得了癌症的孙子的武士梦而来。现在孩子的愿望已经完成，更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也被球球的富豪干爹带走治疗，圆梦计划终于是迎来了散场。爸爸，任初心和他爸爸的病能治好吗？放心吧，你那个干爹苏木可是有超能力的，任初心他们会没事的，睡吧。超能力？那他会飞吗？眼睛里会发射激光吗？他看起来有些憨憨的，要是飞不准，可能会撞墙的。那你得先让他把红内裤穿在裤子外边才行，不然超能力会失效的。父女俩又说笑了一会儿，球球的困意袭来，秦轩这才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秦轩不禁想起吃饭的时候，球球总是不自觉地看向韩寒的妈妈孟凡阳和萌萌的妈妈方静的画面。为什么球球从来没有要过妈妈，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妈妈？而且我的脑海里也没有关于他妈妈的印象。球球是亲生的呀，可是他妈妈到底是谁啊？不想了，以后再说吧。秦轩将心中疑惑暂时放下，随即在脑海里打开了系统面板，系统开始抽奖。丁，宿主积分满足2次抽奖，宿主要抽几次？2次。丁，宿主抽到神级驾驶技能和神级象棋巅峰技艺。难道接下来我遇到的事情会和这2个技能有关？不管了，先睡觉吧。第二天一早，秦轩还睡得迷迷糊糊的，耳边就传来了球球的声音。他睁眼就看到了球球那一张笑脸，笑这么开心，是不是做美梦了？我梦见任初心还有他爸爸的病都好了，他们还教我舞狮呢。秦轩闻言，心底不禁一揉。不过不等他说什么，球球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超人二爸，你是带他们找到复活卷轴了吗？超人二爸。哎呀，我这手机怎么又没电了？来用我这个充。哎呦，不错嘛，都用上华为 Mate 60 Pro 了。怎么，你喜欢也去左下角领一个？我刚领的苹果15 Pro Max 也发货了。左下角都多少回了，我一次都没领到。这回不一样，只要从我左下角进去的上线点击左边红包就能看到。我已经跟广商谈好了，现在全新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不限量领取。
真的假的？你可别骗我，升级肯定很难吧？我左下角可是粉丝福利专服，专属链接升级快，要求低，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快教教我怎么领。你点左下角3秒钟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页面，上线先领88红包，配合齐天大圣升级快人10多倍，每天挂机升级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除了华为 Mate 60 Pro、苹果15 Pro Max， 游戏内还有新马泰双人10日游、小米 SU7 汽车等各种好礼好物等你来领，先到先得。还没下载的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嘿嘿，爸爸说你有超能力，你就是超人2吧？哈哈，超能力我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球球，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任初心还有他爸爸都有救了。任初心的爸爸今天就做手术了，任初心再等个几天也能做手术，你就放宽心好了，他们都会没事的。好爷，我昨天晚上还做梦他们都好了呢。是吗？你的梦还真准。对了，球球，你想不想坐直升机呀？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带你在魔豆的天上飞。我爸爸去我就去。听到球球的话，苏木明显沉默了，而秦轩靠坐在床头，笑声是一点都不掩饰，甚至还有一种炫耀的意味。那有时间我带你和你爸爸一起飞。好。好了，我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忙，就先挂了。球球，超人2爸再见。球球，商量个事，你叫我苏木爸爸好不好？超人2爸听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没问题，苏木爸爸再见。好，再见。苏木的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开心的挂断了电话。虽然今天没有冒险任务，不过直播也是照常进行的。魔都电视台父爱如山的演播厅里，主持人小尼和一众专家，还有观察团和现场观众们已经就位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父爱如山直播带娃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尼。在节目正式开始前，我想要问一句：昨天的舞狮精彩不精彩？震撼不震撼？精彩，震撼，的确震撼。不过让我感到震撼的，并不只是万事由成的场景，也不是秦轩总梅花爬通天的惊险，而是来自这个社会的温情。人们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知道社会上是有一些事情伤了人们的心。扶起摔倒的老人以后，得到的可能不是谢谢，而是一张无情的赔偿判决书。普通人省吃俭用捐出去的钱，也可能是到了那些开着好车、穿着名牌衣服的人手里。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心存着善意，他们还是愿意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昨天的舞狮盛会，不光是一场好心人帮人初心圆梦的盛会，它更是一场唤起人们初心的盛会。我也对那些想要利用人们善意坑蒙拐骗偷，甚至是巧取豪夺的人说：醒醒吧！别再消耗人们的善意了，让这个本就多苦多难的世界保留那么一点美好吧。我请求我们的国家刑法结合，对于那些利用人们善意做坏事的人严惩，对于那些心怀善意却被伤害的人给予充分的保护。只有道德上被支持，法律上有保障，人们的善意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敢于释放善意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小尼的话音落下，演播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们在看向3号直播间里的秦轩时，眼神里都多了一抹敬重。与此同时，秦轩这边的创新菜也端上了饭桌。球球，吃饭了。喊了一声，秦轩刚准备盛饭，放在桌上的手机却是突然响起了铃声。秦轩，快看新闻，你被央妈点名了。稍等，说了一句，秦轩就打开了电视。只见电视屏幕里全是球球、陈子涵还有萌萌带着任初心攀爬小通天塔的场景。喂，秦轩，你还在吗？在呢，我知道了。你不激动吗？那可是第1频道，全国新闻呐。要不我去买上几百个大呲花，在小区放一下。古老，你也一把年纪了，要淡定。巨大的情绪波动非常容易引起身体不适的。对，要淡定，我要保持淡定。对了，秦轩，明天的冒险任务是中午你们3个家庭各自去一户陌生人家蹭顿饭，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蹭饭的话必须要由孩子说出。好了，我就不多打扰你了，挂了啊。这老头属孙悟空的吧？猴急的。爸爸，刚刚谁在给你打电话呀？是那个导演爷爷，明天让我带着你去要饭。不对，是明天让你带着我去要饭。啊？什么是要饭？就是蹭饭。行了，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干饭，尝尝爸爸研究的新菜。好吃吗？好吃。那我就放心了。球，爸爸做的菜那么难吃，你愣是一声没吭给咽了，真给老爸面子。我要是不咽下去，你还会亲自尝尝你做的那盆黑暗料理吗？好家伙，原来是同归于尽的招数。秦哥球，你真是个狠人啊！内心的万千感动荡然无存，秦轩直接给球竖起了大拇指。爸爸，我求你不要创新了，我就吃那老几样菜挺好的，我一点都吃不腻的。真的？主要我怕你创新创不好，容易把我创死。大哥，你怎么还不下班？一天到晚扛着摄像机，你不累吗？累呀，我都快累死了。就在秦轩感觉尴尬至极的时候，90后爸爸陈峰这边却是在焦急地拨打着电话。接电话，倒是接电话啊！
女儿被央妈点名表扬，男人的第一反应却不是开心，而是慌张地打起了电话，并且将通讯录上的人打完后，又出门抄小广告上的电话打。接电话，接电话呀！喂，你先别说话，你认识陈子涵吗？不认识啊，怎么了？快打开电视看第一频道，那个头上有五角星的就是陈子涵。你是啊？你不认识我？我是看小广告上的电话给你打的，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女儿上电视了。你是不是有病？对自己这个没出息的老爸，陈子涵也只能是无奈的白了两眼。涵涵，明天的任务是让你带着爸爸去陌生人家里蹭饭，你能完成不？能完成不？我都能让陌生人把饭给你做好了送家来。哈哈，还得是我闺女，不过咱也别太嚣张了，低调一点。陈子涵，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干出来像过年时背着麻袋满小区要红包的事儿来，别怪我大嘴巴子踢死你！赶紧睡觉去。好吧。还有你，跟我回卧室睡。怎么客厅沙发睡出瘾来了你？赶紧走。和陈峰家相比，张健这边就显得和谐多了。虽然萌萌也上了新闻，不过张健知道秦轩和球球才是真正被万众瞩目的。爸爸，你看我写的字帖好看吗？写的真漂亮，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一个字都不认识呢。萌萌真棒。萌萌，你觉得球球的爸爸厉害吗？厉害，球球的爸爸会滑雪，会做发电机，还会舞狮。张健的心里莫名有些酸涩，骨子里的那种自卑情不自禁涌上了心头。你想要那样的爸爸吗？不想，我有我自己的爸爸，我也有自己的妈妈。萌萌随口回答，伸出两只小手环住了张健的脖子。他没说什么煽情肉麻的话，却用实际行动让张健的心里一暖。萌萌，明天的任务是女儿带着爸爸去一户陌生人家蹭饭，你敢吗？要不咱们明天早上就出门，爸爸早上先带着你去陌生人家里蹭饭，给你打个样好不好？好。萌萌乖巧点头，心底的紧张也瞬间削减了不少。时间飞逝，转眼迎来了第二天的到来。当然，第一个出场的还是轩球组合。球球，咱俩去哪儿要饭去？秦轩指了指周围好几个小区，不过球球的视线却是落在了一个街边坐着的流浪汉身上。爸爸，我想去他家。我想他已经够惨了，而且他不一定有饭可以让你蹭，不如我们给他买点东西吃，然后我们再去寻找新的目标。不，他有家，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好吧，那咱们过去试试。似乎是察觉到了有人靠近，流浪汉飞快地低下头，握住了身边趴着的小狗的嘴巴。嘘，别动别动。叮咚，有人在家吗？我可以进来坐坐吗？听到球球的声音，流浪汉稍微愣了一下，然后一抹笑容在他脸上绽放。吱扭，你好，我们家里有2个人，请问你找谁？你们2个我都想认识，我叫球球，我可以知道你们的名字吗？我叫高成龙，望子成龙的成龙，他叫初八，是我的好哥们儿。初八不知道他自己是条狗，他被他主人抛弃了，我也被我的爸爸妈妈给丢了。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把你丢了？因为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和牺牲。我叫高成龙，可是我没能成龙，我没考上大学，我对不起他们。高成龙只说了几句话后就流下了泪水，见状球球掏出手帕给高成龙擦起了眼泪。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呢，我可以教你烤地瓜，能把地瓜烤得又香又甜，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并且我爸爸说，每个人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而且每一条路都会有无限可能，你的路就是流浪吧。你可以去看高山，看大河，看看外面的世界，只要你有梦，流浪也很精彩的。球球说的认真，而这时一辆奔驰车却是停在了他们旁边，不等众人反应，车上的女人就快速的来到了高成龙身边。藏，你在藏啊！我告诉你，你藏到哪里，我都能找到你。走，跟我回家。蹭个饭，难道还有瓜吃？我想跟球球一起玩，他不走我就不走。你气呼呼地看着高成龙撒泼打滚，女人又看向墙根的吃瓜3人组，目光落在秦轩身上。就你叫球球？姐姐，我叫球球，她叫轩轩。女人目光从秦轩身上移开，视线看到球球之后忽然一柔。原来你叫球球啊，那姐姐可以邀请你去我家里坐坐吗？没问题，瓜吃一半多难受，去家里继续吃。听到球球答应了，地上的高成龙一咕噜爬了起来，接着女人在前面带路，朝着奔驰的方向走去。只是等女人帮球球拉开车门之后，目光却是盯住了最后面的跟拍大哥。我不是什么鬼，我是跟拍摄影师，我有证。你好，我们是在参加一个带娃直播节目，所见所闻都会以直播形式播放出去。你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就跟我说，我们会立刻离开的。不介意，走吧，咱们回家。
一辆车，5个人正好坐下。一路上，高成龙都在跟球球嘻嘻哈哈的笑着，那女人时不时的看看高成龙，嘴角也忍不住浮现一抹笑意。对了，我叫高成凤，望女成凤的成凤，他是我的哥哥。我叫轩轩，哦不，我叫秦轩，球球是我女儿。你哥哥他是怎么受的刺激？真的是因为没考上大学吗？是也不是，他考上了大学，但是没考上我爸爸给他定下的目标大学，而且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象棋比赛。象棋？昨天系统抽奖，我刚抽到了一个神级驾驶技术和神级象棋技艺，难道这系统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方便细说一下吗？他将自己的父亲关进笼子，并且父亲只要说话，他就会拿起木棍用力的敲打笼子。可就是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却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位是？这是我父亲。呸！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凭什么关着我？我要让警察抓你！你父亲这是怎么了？还有你哥哥是受什么刺激变成这样的？在我和哥哥出生不久，我妈妈就跟一个有钱人跑了。我父亲觉得丢人，就带着我们2个进了城，可带着我们2个累赘，他没办法正常工作，我们就只能一直捡破烂吃垃圾。慢慢的我们长大了，我们的爸爸也开始了他的计划。什么计划？他说他要脸面，除非混出个人样来才会回村，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只要我们成龙成凤，也算完成了他的夙愿。所以从小到大，除了学习，我们俩什么都不能干。他就像影子一样盯着我们，稍有懈怠，那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了，他又给我们道歉，给我们做好吃的。可转眼他又开始说教。那个时候，我跟我哥被折磨得要死。不过他的督促果然有用，我跟我哥始终都名列前茅。他给我们不断的制定目标，可我俩也有极限。他定的目标太高了，他让我们考的大学分数线太高了。我哥当时没考上，就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顿，把他说的一文不值。我那个时候就察觉到了他精神不对劲了。后来呢？后来我哥上了一所不算多好的大学，他整天浑浑噩噩的。不过偶然的一次机会，他接触到了象棋。从那一天，他好像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从校园赛到省级赛，他一路过关斩将，无一败场。后来他参加了国际赛，也杀穿了各国选手，可最后的决赛上他输了。他好不容易找到的骄傲被人打得稀碎。那一天他在赛场上就直接疯了。高成龙没有成龙，成了一个疯子。而我那个盼着儿子女儿成龙成凤、衣锦还乡的爸爸，他得了老年痴呆，早就忘了当初的目标了。放老子出去！你凭什么把老子关在笼子里？左下角游戏里领的苹果15给我发货了。你咋领得这么快？我刀都砍卷了，还没升到要求等级。你这一看就不是从我视频左下角下的。确实，我这是应用商店搜的。你咋知道的？因为我视频左下角是专属福利链接，不仅领取门槛下降了1半，还自带1000倍经验和100倍爆率，升级速度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等级一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随你挑。这么带劲，你帮我看看是这里下不？我也去搞一台。没错，就点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先领998，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1元宝，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好，我这就去。你再炒一个试试。我关着你，还不是为了你好？你出去跑丢了怎么办？被车撞到怎么办？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虐待狂，我真的都是为了他好，就像小时候他都是为了我和哥哥好一样。也就在秦轩感觉尴尬无比时，90后爸爸陈峰也带着陈子涵在大街上寻找起了蹭饭目标。因为是3组家庭，所以镜头难免切换。如果给大家带来不好的观感，给大家说一声抱歉。涵涵，你看那个伯伯怎么样？他刚刚还用火腿投喂了流浪猫，肯定是个心肠软的。要不我们过去试试？时间还早呢，你慌什么呀？跟着我混，肯定不会饿了你。涵涵，这都挑了好几个了，你都说不行，难不成你还想带着老爸去搂席吗？好主意。说了一声，小手向着小区大门口一指，只见小区外面的道路上婚车停了一辆又一辆，那些忙前忙后的人看起来都是那样的喜气洋洋。陈子涵颠颠的跑过去，一下就找到了人群中的新郎官。大哥哥，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吗？大哥哥，那个漂亮姐姐是你的新娘吗？她可真美啊！你这小嘴真会说话，来，哥哥给你一个大红包。谢谢哥哥。对了，大哥哥，我正在参加一档带娃节目，是全国直播哦。你那么帅，新娘姐姐那么美，你想不想来一场全国直播的婚礼？带娃节目是那个父爱如山，你是陈子涵。嘿嘿，是我。那大哥哥你同意吗？当然同意了，我求之不得呢。叔叔，那就拜托你了。陈子涵一带头，其他人也都纷纷看向了跟拍大哥，新郎官更是又塞红包又塞烟。干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最透明的那个，这样被人重视，被人高看一眼，是真得劲啊！
与此同时，张健这边已经从一户人家里走了出来。萌萌，到陌生人家里去蹭饭，还真的挺难的。我没开口之前，心脏就已经开始狂跳了，说话都有些结巴。所以你一会儿要是做不到，也不要勉强自己。不过，相比于爸爸，你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所以我相信，只要你出马，一定可以蹭饭成功的。张健柔声地说着，他还是第一次带入萌萌的视角做换位思考，也是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就比如说蹭饭这件事，他要是不自己先体验一下的话，那么他肯定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挺简单。可是他这次决定给萌萌打个样，先自己体验了一下，张健的内心也小小的震撼了一下。原来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真的做起来却需要那么大的勇气。我比爸爸更有优势吗？什么优势？你比爸爸漂亮啊。萌萌，其实爸爸想跟你道个歉。之前我总是要求你做这做那，还拿你跟别的小孩做比较，让你做事情的时候也从不考虑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对不起，请你看在我是第一次做爸爸的份上，原谅爸爸。还有，以后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你想，你都可以跟爸爸说。爸爸保证，我肯定会好好聆听，用心去聆听的。爸爸，我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你知道吗？每次你拿我跟别的小朋友比的时候，我都好伤心，因为你总是拿着我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去比。可我也有优点啊，我的优点你真的完全没有看到。你总说我可以做得更好，就算是别人夸我，你也要说上几句我的不好。我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能让你高兴。我想让你高兴，我不怕累，我也愿意学习，我只想你可以多笑一笑，不要总是那么紧张。你是第一次做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做小孩，我们都放轻松一点，好吗？张健和萌萌谈着心，看得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是一阵的感慨。我从节目开播第一天就关注张健了，他之前的教育方式的确是过于偏激，不过好在萌萌还小，要是他的高压持续时间过长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放松一些吧，只要他不是个坏孩子，不做什么坏事就好。你没看3号直播间里的情况，那一家子老惨了。弹幕疯狂涌动时，张健和萌萌已经去超市买了一箱奶制品礼盒，开始寻找起了下一个蹭饭对象。爸爸，我想去找那个老奶奶试一试，而且她还带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呢。行，记得注意力吗？奶奶你好，我可以打扰您一下吗？怎么了孩子？奶奶，我们中午可以去您家蹭一顿饭吃吗？我们是在参加一档直播节目，蹭饭是我的任务，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可以把这箱礼品送给您。不就是吃顿饭吗？走，跟奶奶吃去。这个老太太很奇怪，她对自己的孙女不管不问，却对一个陌生女孩呵护备至，甚至不顾孙女的哭闹，硬要将孙女唯一的玩具送给这个陌生女孩。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她做的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自己的孙女。你凭什么把我最喜欢的布娃娃送给别人？死丫头，疯了吗你？她就这个倔样子，每天丧着个脸，就像是所有人都欠她钱一样。你们别介意。看到这一幕，萌萌走到女孩身边，将那个布娃娃地还了过去。不过女孩并没有去接，而是愤怒地盯着她的奶奶。唉，中午吃点面条吧，家里也没什么太像样的东西吃，你们将就一下。麻烦您了。张健说了一声，目光落在萌萌和小女孩的身上，叹息一声，转身也朝厨房走去。厨房里，老太太正在抹眼泪，见张健出现在门口，她赶紧擦了一下，露出一个笑脸。去做吧，一会儿就好。说着，老太太打开了冰箱，只见硕大的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和3个布满黑斑的番茄，看得张健心底一阵酸涩。对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对于愿意好心接纳我们吃饭的家庭，是有一些礼物奖励的。您看您都需要些什么？或者您要不要现金？不用现金，不过节目组要是真的有奖励的话，我想多要一些吃喝的东西。没问题的，那您先忙，我一会儿就回来。张健转身离开，客厅里萌萌也和那个小女孩聊了起来。不过当知道被跟拍大哥照到后就会被全国直播，小女孩就忽然跑了出去。过了没一会儿，她又换了一身衣服，跑到了摄像机前方，缓缓开口：爸爸妈妈，你们能看到直播吗？我想你们了。对了，爸爸妈妈，我已经会背一首诗了，我背给你们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想再捡垃圾了，我想上幼儿园，我想学写字，学背诗。你们不是说过年就回家看我吗？今年为什么没有回来？你们是不是不要丫丫了？女孩在外面哭，她的奶奶在厨房里也是泣不成声，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手机屏幕的照片上，心里的思念翻江倒海。死了好，死了轻松呀，不要我这个娘也就算了，娃也不要了，你们的心咋就那么狠呢？脑海里浮现起1年前儿子儿媳因救落水儿童双双意外离世的惨状，老太太的心都在滴血。您这是怎么了？没事没事呀，怎么买那么多的东西啊？快进来快进来。另一边，小女孩在萌萌的安抚下也不哭了，
她抱着那个布娃娃给萌萌介绍了起来。这个娃娃是我妈妈给我做的，她说她要出去给我挣钱，让我晚上就拿这个娃娃当她抱着。之前还有我妈妈给我做的小猪、小马，还有小兔子，可那些东西都被奶奶送人了。我恨她，等我爸爸妈妈回来，我要跟爸爸妈妈告状，让爸爸妈妈把我带在身边，不要奶奶了。萌萌这次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她就是默默地听着，心里也不禁想起，就在前几天，她还讨厌去幼儿园，讨厌写字，可现在她讨厌的东西，竟然成了别人奢望的东西。这时，张健也来到了2个孩子面前，拿出了一个蝴蝶发卡，轻轻别在了小女孩的头上。真漂亮。对了，这里还有2套衣服，你来选一套去换上吧。哇！看见2身新衣服，女孩眼睛里的光彻底的压不住了，她爱不释手的摸了又摸，然后和萌萌一起兴奋的跑进了一个房间去换衣服。等换好衣服后，2个小丫头一起手拉手出现在张健的面前。好看，哈哈，你俩不去当童装模特都可惜了。这时，老太太端着菜红着眼睛走了进来，当看到自家孙女之后，目光一凝，接着她连忙转身，装作没看见，把菜放在桌子上，转头又进了厨房。隐隐的，张健觉得这个老人家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先玩一会，我去帮奶奶端菜。老人家，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你愿意的话，能说给我听听吗？说说吧，看年纪，我应该跟你的孩子差不多，你就当我是你儿子，有啥烦心事跟儿子说说。听到跟儿子说说，老太太身子猛然一怔，那压抑的情绪，那万千的委屈，顿时如决堤的洪水袭来。儿子，我的儿子呀！她的情绪崩溃了，她的呼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发出的声音却是那样的微弱，因为她不想让孙女听见。你就把我当你儿子好了，妈有委屈对儿说，咱娘俩聊聊。老太太抬手擦了擦眼泪，看向张健时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小伙子，你刚刚叫我那一声妈，我真的是好久都没听到了。我儿子儿媳他们都不在了，我老头子也因为受不了打击跟着走了，现在家里就剩下我跟我孙女2个人了。我就想，要是我死了，我这孙女那么小，没人护着的话，肯定会受很多委屈的。我就故意跟她吵架，让她哭，这样的话，以后她要是再遭冷眼，在被人欺负的时候，她可能就会坚强一点。小伙子，你是个好人，谢谢你。老人家，你想过没有，如果那一天你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无依无靠了。他不知道爸爸妈妈不在了，他会恨他们抛弃了他，想起你的时候，他也会饱含恨意。他的余生完全有可能会在无尽的怨恨中度过。你想的不应该是只让他活下去就好，而是如何能让他活在阳光下。老人家，我想帮你和丫丫，你愿意接受吗？我愿意，只要是能让我的丫丫好好活下去，我什么都听你的。那我们来制定一下接下来的计划。首先，我们就要告诉丫丫真相。其次，这么大的计划，你一个人真的能办到吗？我没说过我要自己办这件事，我也不敢保证我能不能办成这件事，但是我想试试。老人家，方便的话，能把您儿子儿媳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吗？一会儿吃了饭，咱们就带着丫丫去看看他的爸爸妈妈。在望儿山的墓地那里，因为家里实在没钱，只能给他们选了一个最便宜的墓地。好，那您先把饭菜端出去，带孩子们吃饭，我借用一下您的厨房。那就拜托了。老太太答应一声，便开始将剩下的饭菜端了出去。而厨房里，张健正是镜头。他没学过演讲，但是他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合不合乎节目组的规矩，但我想网络存在的意义就是做一些对的事，传播一些正能量，能帮助到一些人。我想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不过我现在想重新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无名的人，我是一个拼了命才离开了山沟沟的人，我是一个燃烧了父母以及自己半辈子生命才勉强拿到一个普通人剧本的人，我是一个离家多年的人，我是一个赶路的人，我是一个宛如蝼蚁一样的人，可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是顶天立地的人。我会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我也会在该怒吼的时候怒吼，而现在就是我该怒吼的时候，因为我见到了值得我仰望的人，他们为了救不相干的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把善意都留给了这个世界，我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妈妈一直处于刺骨的风雪中？我自认挡不住漫天风雪，可我知道他们头顶坍塌的天，我遮住一点，他们头顶的风雪就少一点。我也知道像我这样无名的人有很多，若你们愿意，我们就能把他们头顶那破碎的天给补齐。凡人为光，星火成炬，聚沙成塔，积土成山。如果你愿意与我一起补他们的天，下午望而山见，至少让他们留在人间的善意也洒在他们的妈妈和女儿身上一点，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女孩与父母仅仅相隔500米的距离，却3年未曾见面，并且女孩只要提起父母，就会被奶奶关进小黑屋。而这个男人的出现让奶奶答应了女孩去找父母的请求，可女孩见到父母的那一刻却崩溃了。丫丫，吃了饭，我带你去看爸爸妈妈好不好？真的吗？真的，吃了饭就去。太
好了，萌萌，你跟我一起去吧，我爸爸可以把我们扛在他肩膀上飞，我的妈妈会扎各种漂亮的辫子。对了，你的爸爸送了我衣服和玩具，等见了我的爸爸妈妈，我也让他们送你衣服，送你玩具，好不好？好。孩子，别怪叔叔，你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你也必须知道真相。与此同时，望儿山守墓员站在一个墓碑前，看着墓碑上那张面带微笑的小女孩照片，泪流满面。闺女，你已经离开爸爸整整5年了，不过你也不用怕，爸爸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的。对了，爸爸跟你商量个事，今天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小姑娘过来看爸爸妈妈，如果可以的话，你去帮她找找，让她的爸爸妈妈回来看她一眼，你也回来看我一眼。闺女，爸爸真的好想你。奶奶，见到爸爸妈妈了，我们是不是就有钱了？会的，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再捡垃圾了，也可以上学，可以穿漂亮衣服。张健的语气很是笃定，因为节目组刚刚已经让跟拍大哥转告了他，星火慈善机构的组建计划已经向上申报了。虽然各种手续繁杂，但是在机构正式运转前，上边给了一个公开账户特权，可以接收善款。太好了，我可以上学啦！能行吗？万一孩子受不了怎么办？不管他能否接受，事实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而且多满1天，丫丫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就更多1分。当务之急是让丫丫先认清事实，然后再决定如何引导。好，我都听你的。老人家看你手机都烂成那样了，送你个新的手机吧。这华为 Mate 60 Pro 支持卫星电话，没信号也能打。我不要，这太贵了，之前好多人加价都抢不到呢。没事，你就拿着，反正我是在左下角免费领的，发货信息还在站的小区我左下角领1台就行了。那怎么丫丫说在你之前的左下角没抢到？这次我换了新厂商合作，左下角不仅准备了不限量的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还新增了5000台 iPad Pro 做保底福利。点左下角下载就行了吗？光下载哪儿行啊？你要注册了。左下角只要注册参与活动就领取界面了，苹果华为喜欢哪个领哪个。领起来很难吧？不难，我左下角都是优先领取通道，首充就能拿648满阶神装和 VIP，3天飙升1000级，随便玩玩苹果华为秒发货。奶奶，爸爸妈妈他们为什么要在山上？这里距离我们的家也不算远，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吗？老太太又是愣了一下，依旧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在丫丫并没有非要现在得到答案的意思。算了，我还是等一会见了爸爸妈妈之后问他们吧，他们要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是会生气的。很快，目的到了，2个小丫头倒是没怎么注意，还在花香和阳光中追逐嬉笑着。而张健举目四望，见漫山遍野没有一个人影，心里不由得一沉。这个社会真的如此冷漠了吗？我还以为我可以效仿球球和秦轩，用自己的力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想想是我有些不自量力了。左下角这么快，领的苹果15 Pro Max 这就发货了？那肯定，我左下角都是极速连接。奶奶，我爸爸妈妈呢？他们在跟我玩捉迷藏吗？丫丫，丫丫，你不是要看你爸爸妈妈吗？他们就在这里。闻言，丫丫脸上的笑瞬间消失了，就连一旁的萌萌也是明白了什么，走到张健的身边。奶奶，你骗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是墓碑。丫丫，这是真的，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变成星星了，不过他们没有离开你，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你。丫丫，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在你的爸爸妈妈面前狠狠地哭出来。走了，他们永远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真的不要丫丫了。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上，捧在我心上，陪着你。轻柔婉转的声音伴着微风响起，微风的声音，那油菜花和树叶的声音是他的伴奏。丫丫，让他唱吧，那是他唱给妈妈的歌，歌词里都是他妈妈要对他说的话。来了。张健忽然热泪盈眶，他的视线里人头攒动，甚至比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还要多。也随着人群的到来，3只蝴蝶翩然飞舞，2只落在了丫丫的肩头上，另一只径直飞去了半山腰，落在了守墓员的手上。闺女，是你回来看爸爸了吗？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那歌谣让一个女儿距离她的爸爸妈妈更近了些，一曲唱罢，蝴蝶飞走，没给她留下只言片语的关心。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妈妈。终于他爆发了，他抱着冰冷的墓碑，哭得撕心裂肺。不过没人去打扰他，所有人都默默地陪着他。丫丫的父母，请你们放心，你们的善意不会被辜负，你们的孩子有人陪，你们的妈妈有人养。
忽然一声锣响，一个汉子带着一个小孩在众人瞩目中冲到了人群中央。汉子二话没说，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太太的面前，而那个小男孩也是双膝跪在了墓碑前。爸爸妈妈，儿子来报恩了。爸爸跟我说过，死的应该是我，是你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换了一张复活卷轴。从那一天起，你们也是我的爸爸妈妈了。你们放心，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好好的保护妹妹。爸爸妈妈，儿子给你们磕头了。脑袋一下下撞在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而黄志远的爸爸黄文华则是跪在了老太太的面前。妈，不需要再多言语，一声妈已然表明了他的心意。老太太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黄文华，不自觉地将他的身影和自己儿子的身影重叠。儿呀，我的儿呀！这时，跟拍大哥找到张健耳语几句，张健瞬间面带微笑的走到了老太太面前。老人家，节目组针对你们的情况已经筹集到了不少的善款，以后您和丫丫的生活完全不用愁了。张健的声音落下，现场顿时响起了不少掌声，不过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贼皇子渊斧子抠考吗？是呀，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感恩，我都怀疑是不是早有预谋了。尽管周围的指点和议论声不大，可黄文华和老太太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心中权衡一下。老太太凑到黄文华耳边说了几句后，便看向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老婆子嘴笨，感谢的话我也说不出多少，不过现在我想说一说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那些捐款我们1分钱都不要，我们要花钱的地方的确很多，不过现在我们不再是孤苦伶仃了。我的儿子回来了，丫丫的爸爸回来了，就算是生活很难，我们大可以走慢一些，至于那些钱就留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吧。我也在这里当着镜头做一个保证，我黄文华一定凭我自己的本事，让我的老娘还有丫丫过上好日子。我也是，我一定好好孝顺奶奶，好好保护妹妹。父子俩一番真诚的保证，让现场还有网络上的质疑声顿时烟消云散。之后，张健和萌萌婉拒了丫丫他们请吃晚饭的请求后，就踏上了下山的路。爸爸，我想学好多本领，那样的话，不但能让你跟妈妈过上好日子，还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啊，不过你可要知道，帮助1、2个人容易，可你要是想要帮更多人，或者是长时间帮助一个人的话，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有财力，有精力，更有可能遭遇农夫与蛇的故事。所以萌萌，你也不必太过着急，你就慢慢长大，慢慢领悟就好。半懂不懂的萌萌点点头，心里已经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而3号直播间的直播画面里，早已是一片的鸡飞狗跳。只见秦轩、球球还有高成龙3个人齐刷刷地站在别墅大厅一角，看着高成凤拿着棍子和他那被关在笼子里患了老年痴呆的父亲对骂，热闹的不要不要的。球球，我想回家。俺也一样。他将父亲关进狗笼，然后又拿起木棍狠狠地敲打笼子，接着他又叫家里的客人过来围观。可客人看到这一幕，却吓得顺着墙角就要溜走，可刚走到门口，却被女人叫住了。你们这是要走？你好像很忙，我们还是去别处要饭吧。原来秦轩和球球在去完成节目组布置的去陌生人家里蹭饭的路上偶遇了疯掉的世界象棋冠军高成龙，然后就被其姐姐邀请到来家中，就发生开头的一幕。嗨，来都来了，走什么呀？丢了手里的棍子，高成凤无意地挽了挽袖子，只见手臂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伤痕，看得秦轩和球球后背发凉。你这是？别看他老年痴呆，力气可是大得很，我给他洗澡喂饭的时候，他可会报复了。你们坐会吧，我现在去做饭。我可是好久没和正常人一起吃过饭了，时间一长，我都以为我自己也是个疯子了。爸爸，我感觉大姐姐好像很孤独，我们就留下来陪她吃顿饭吧。一个傻哥哥，一个病老爸，恐怕他还真的没时间去交朋友，而且把自己老爸关笼子里，一般人都会认为他的精神也不太正常吧。行，那就不走了，我去厨房看看能不能帮点忙。棋，陪我下棋，求求了。陪他玩会儿吧，别看我哥现在有点傻傻的，下象棋的话，你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真这么厉害？那我就陪你走一局。听到秦轩答应，高成凤赶紧来到客厅，将茶几收拾了出来。说来也奇怪，你说他疯了，可他下棋的本事是一点都没受到影响，就连周围下棋的老头都被他给赢怕了。你说若是有人能再赢他一次的话，他是变得更疯，还是会恢复正常？试试不就知道了。你能赢他？红先黑后，我就不客气了。两人不再言语，你一步我一步的走了起来。好无聊啊。球球，过来，爸爸给你讲个小故事。爸爸，你能不能给我讲点大人的故事？我不想听3岁小孩听的故事了，太幼稚了。好好好，给你讲大人的故事。从前有个人发现了一个宝库。将军。故事讲完的同时，秦轩对着高成龙喊了一声，高成龙顿时呆住。所以球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人不能太贪心，即便是面对金山银山，我们也只有2只手，拿了玉如意就拿不了金银镯。人不满足就会被贪心所害，要知足。这是谁家的闺女啊？怎么这么聪明？其实下棋也是一样，你越是一个棋子都不想丢，你的羁绊也就越多，你越不舍，就越不可能得。最终，你不舍的那些东西，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你的阻力。到时候根本就不用别人将军，怕是你自己都顶不住了。看似秦轩是在告诉球球一些道理，但实则这些话都是说给高成龙听的。绝杀！秦轩话音落下，高成龙原本绷紧的身体忽然一松，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一样瘫坐在了地上。你真的赢了我哥哥！必须的！秦轩轻轻点头，高成凤这才放下盘子，冲到了高成龙的身前。哥，你醒醒，你看看我是成凤啊，哥。错了，我知道哪里错了，再来！喊了一嗓子，高成龙眼光炽热地看向秦轩。这一幕看得高成凤一阵的恍惚，他好像又看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哥哥。不过这时候，高成龙怀里抱着的小狗却忽然挣扎了起来。嘘，他叫初八，不过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条狗，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唉，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吧，最起码病情没加重。秦轩和高成龙继续围绕着楚河汉界对杀，终于在秦轩几次杀败高成龙之后，高成龙不再纠缠秦轩接着下棋了，他的鼻子抽了抽，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我以后再也不要玩象棋了。好了哥，象棋不好玩，咱们以后都不玩了，我们吃饭。为什么不把你爸爸送到医院呢？让专业的人去看护，你也可以轻松一些。唉，他的病有些特殊，正常的医院不收，送精神病院的话，他一天又总有那么几个小时是正常的。他正常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精神病院，他心里该有多难受。还有，他需要经常被刺激来延缓大脑退化的速度，这也是我总是要跟他对骂的原因。不过不管怎样，我们一家3口都在一起，即便是鸡飞狗跳的，可也是不失为一种幸福。高成凤的话里听不出一点抱怨。也在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接起电话，是高成凤老板打来的，说是有一个客户对高成凤做的企划书很感兴趣，想要听他现场讲解。高成凤直接就答应下来，问了地址之后就准备出门。球球和秦轩也与其告别，踏上了回家的路。听说游乐场的鬼屋升级了，老爸带你去体验体验。切，鬼屋一点都不吓人，要不我们去玩蹦极和跳楼机？不行，小孩子的骨头比较脆弱，玩那种太过惊险的项目容易受伤的。不过我可以带你去坐海盗船和过山车。行吧，那我就凑合玩吧。与此同时，高成凤已经来到了青云山，因为青云山的山路较窄，所以高成凤只能徒步上山。沿途随处可见带着装备在山上露营的人，甚至还有人开着直播在半山腰弄烧烤。山上不是禁止出现明火吗？这怎么还弄上烧烤了？真是一点消防意识都没有。唉。很快，高成凤来到山顶，见到老板和客户，他也就开始了侃侃而谈，说着自己企划书里的各种详细细节和规划。可谁都没注意，一股青烟正在青云山的半山腰徐徐升起。山林失火女人不但不逃，反而朝大火深处跑去，就连来营救她的消防员，她也要先骂上2句，然后再让消防员脱掉防护服后，才愿意让其营救。别碰我，你那手上都是灰，衣服也脏死了，离我远点。你把山给点了，现在人家来救我们，你还嫌这嫌那的。我告诉你，别碍事，我可有精神病，弄急眼了，我直接在这里给你来个火葬。我也不是故意的。原来就在1个小时前。加成时间到了，家人们一起冲，把对面打趴下。有没有大哥大姐搭把手的？就差1000票啊！唉，又输了。一脚将烧烤炉踹了一个底朝天，里面烧红的木炭一下子滚了一片，刹那间浓烟四起。最要命的是，有一块烧红的木炭直接把一棵枯树点燃了起来。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坐牢啊？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不就是烧几棵树吗？我去，直播间涨到2万人了，还在涨，怎么样？这把火烧得不错吧？他大笑着，在汹涌的山火旁边跑来跑去博眼球。有几个胆子小的，看火势有些不受控制，便急匆匆的想要逃离。不过银宝却故意朝着火大的地方跑去。与此同时，青云山不远处的游乐场里的球球忽然指了指青云山的方向：“爸爸，有烟，那里是着火了吗？”真的是着火了呀！爸爸，我们要不要去帮忙？帮忙？我们不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就是帮忙了。走吧，球球，下一个项目过山车，希望你不要吓得尿哦。切，你别被吓尿就好。叔叔，你好了吗？我们要进行下一个项目了。球姐，我求求你饶了我行不行？我家里可是上有80岁老母，下有刚会跑的儿子，我这里有0口摄像机，你俩带上拍第1视角就好了。
另一边，青云山正在陪着老板还有客户侃侃而谈的高成凤也是发现了火情，不过现在路被大火封住了，闯过去的话太不现实，他们只能往山上跑去。与此同时，山脚下消防车匆匆停下，由于山路较窄，消防车开不进去，队长江栋梁只好联系魔都消防总局，要求大量增援后，就带领30名消防队员徒步上山救人，也就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我们现在要去最高处，然后清理出来一片安全区，让大火尽量离我们远一些，这样我们的生存概率才会更大一些。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有需要我们做的，你们尽管说。山下大批的消防员集结，却也只能是急得原地打转。局长，火线的宽度已经超过了30米，而且还在急速增加，我们上不去。全员登山，把能带的装备全部带上，先把向下的火势拦截。至于山上，我联系武警部门，看看能不能联系直升机过来。也只能祈祷他们能坚持到直升机赶来了。随着火势越来越大，距离青云山不远的游乐场也开始疏散人群，同时也开始播放紧急通知。请注意，下面播放一则紧急消息：青云山突发特大山火，消防力量出现较大短缺。如果您在青云山附近，请尽快赶往火灾现场，贡献您的一份力量。爸爸，我们去吗？我们当然要去。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有些事情是不用犹豫的。同志，你带着孩子就不要进去帮忙了吧？我也可以帮忙的。球球，这不是游戏，你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咱们别添乱，先看看再说。秦轩对着消防员点点头，赶紧把位置让了出来，让其他的志愿者进入火灾第一现场后，拿起手机开始点开银宝的直播。只见此时的山顶已经完全被浓烟覆盖，烟雾伴着热浪向上翻腾，已经是有了遮天蔽日的架势。快呛死了！魔都的消防员都死光了吗？都是废物吗？怎么这么久还不见有人上山救人？秦轩看着银宝的直播画面，一颗心也是狠狠地揪了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秦轩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阵摩托车的轰鸣声，抬头就见几十辆越野摩托车呼啸而来。站住！车子不能上山！见交警拦车，那些小伙子直接弃车，匆匆加入了灭火的队伍。他们都是附近一个越野摩托车俱乐部的人，听到青云山需要支援，这才骑车赶来。不过秦轩却是看着这些摩托车时，忽然想到了什么。大哥，帮我看着球球，我去帮忙。爸爸加油！等爸爸回来。秦轩说了一句，转身就朝消防车前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去。你们谁是总指挥？同志，你有什么事吗？我有办法救山上的人，需要你给我一个特权。怎么说？我可以骑着摩托车冲山。不行，一旦出现意外，你也会没命的。我有把握骑车冲山成功，我有这个技术，就算是失败，我也会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时间不多了，再耗下去不用火烧到他们的身上，光是烤都能把他们烤死的。让我冲一次，如果失败，我立刻离开。好，那就给你一次冲山的机会，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切要以你自己的生命为主。你都需要什么装备？防火服，最好是再准备一些水、氧气瓶。我不可能一次性把所有人都带下来，最好是每一次往返都带点装备，增加他们的生存时间。快去准备防火服，全力配合他。秦轩用最短的时间穿戴好了防火服，又将5个氧气瓶还有2小桶水绑在了摩托车两侧，也就出发了。江栋梁，你还在吗？你再坚持一下，有人上山了，听到回话。有人冲山。他心里3分疑问7分的震惊，因为火线的宽度已经到了一定距离，即便是身穿专业的防火服，想要步行穿越的话，也无异于飞蛾扑火。所以现在潘烈跟他说有人上山了，又叫他，怎么可能不震惊疑惑呢？收到，真的有人可以冲上来吗？心里的疑惑正在放大，下一秒，一辆摩托车凌空从火焰中飞了出来，随后一个甩尾急刹，秦轩直接将摩托车横在所有人面前。秦轩。大火烧山，100人被困，可奇怪的是，99人都不着急逃命，而是排起了长队，轮流踹起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且每人只踹一脚，然后再去后面排队。谁是江队长？我是。小兄弟，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们这是……原来1个小时前，女孩为了直播间的流量，竟然点火烧山，并且在消防人员赶来营救时，还一再侮辱消防人员。众人看不下去了，只好教他做人。对了，江队长，这是3个氧气瓶，2个小型灭火器，还有1个小水桶，这些物资能帮你们多撑1秒是1秒。我现在马上下山，可以带1个人跟我一起下去，要不你跟我走吧。兄弟，我们消防员怎么可能丢下老百姓自己逃命？我跟我的队员都不走，你先救他们。江栋梁指了指那些颤抖着聚在一起的普通人，理所当然的把优先逃生的机会让了出去。秦轩也不墨迹，直接开口：那好，高成凤你过来，给他穿上防火服。这里这么多人，凭什么先带他下去？我快被烤死了，我要第一个下去。所以在青云山，我做2倍，那个缺心眼的东西，一会儿要是命大没死，帮我给他一点炮。
真是服了。秦轩刚刚都叫了高成凤的名字，人家一看就认识啊。再说了，就算是不认识，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冲山，想先救谁也轮不到你指挥吧？这就是缘分呐。中午要是高成凤拒绝球球和秦轩的蹭饭请求，现在第一个获救的就不会是他了。尹宝的所作所为直接被秦轩带的领口摄像头拍到，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厌恶至极，不知道多少人此刻都想顺着网线去打他一顿。程凤，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你男朋友，但现在我想让你抱紧他的腰。走了。高成凤来不及多想自己老板的表白到底正不正经，一把就牢牢将秦轩的腰抱住，下一秒摩托车就朝着火线飞去。而直播间里还有电视机前观看魔都新闻的所有观众，也在秦轩载着高成凤再次闯进火海后又紧张了起来。山下潘烈也守在了秦轩之前上山的那条山路前，更多的志愿者在专业消防人员的指挥下，工作效率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消防车上不了山，但是也作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置于北山脚下。这关键时刻，这手机居然没有信号。局长，你用我的华为 Mate 60吧，可以直接卫星电话通信，应该联系得上。你用的是华为 Mate 60呀，这信号确实好，就是不知道现在降价没。不用等降价，局长，你可以直接去左下角游戏里偷免费领，我这台就是里面领的。现在游戏都可以领手机了吗？其他游戏不知道，但是我左下角的冒险迷岛游戏是可以的。现在是新版本活动，不仅华为可以免费领，苹果15 Pro 也可以免费领呢。苹果我也领到了。但我都不怎么会玩游戏呀。没事，左下角游戏上线就可以自动挂机的，而且开局就送1200连抽，5星神宠随便出，开局就能拉满战力，领苹果华为都是轻轻松松。真不用充很多吗？不用，左下角游戏主打微氪做大佬的，首充就能得大礼包，商城装备随便买，而且简化了手机领取门槛，只要是从视频左下角的福利链接下载的，实名注册完就能有领取界面，苹果华为想要哪个选哪个的。还真有爱。我也是。平安，一定要平安。让开，快都让开一些！随着他的呼喊，其他人也都听见了摩托车的声音。终于，一辆疾驰的摩托车冲破了山火屏障，从山上飞了下来。医疗队快救人！秦轩，山上什么情况？人还都是安全的，而且我已经跑了一次，对路况也有了一些大致的记忆，之后的往返时间还有压缩的空间。好，还是那句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简单说了2句，秦轩又急忙驱车冲进了山火。也就在这时，山脚下忽然响起了一阵骚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可以帮忙的，就像那个大哥一样。等一下，我已经联系了消防局的局长，他马上就从山上下来。哦，快卸物资，上车。周山点头，立刻就有2个消防员帮着他穿上防火服。而那个引发山火的始作俑者尹宝，而是躲到了一个角落，把手机对准了剩余等待救援的那些人。瞧瞧，这里有老人，还有10几岁的孩子。就算是他认识那2个人，也要先救老人和小孩吧。有些人真的是看起来在做好事，实际上却是自私的很。颖宝说的对，老人、妇女还有儿童都是弱势群体。那个叫秦轩的，的确是应该先救这几类人。我还以为他中山是有多么的伟大，还不是带着私心去的。估计救完了自己认识的人，就会找借口不再上山救其他人了吧。尹宝这番话，直接是带着一群没脑子的人掀起了不小的舆论，甚至连被救的周山也被人骂了起来。好了，可以走了。山脚下，潘烈来到了警戒线前，目光扫了一眼那些年轻人，心顿时激动了起来。换作平常，他若是在路上遇见这么一群打扮潮流、骑着机车的小伙子，多半要在心里吐槽一句不良少年的。可现在看着那些少年嚷着要来出上一份力，潘烈的心里无名升起了一种欣慰的感觉。也在这个时候，周围人有些窃窃私语响起：纹身的、打耳钉的、大小伙子戴项链的，一看就不靠谱。看起来都是00后吧，别上去添乱了，别到时候当不成救世主，还哭着要人哄。是呀，好人谁玩机车呀？说什么呢，老东西？你说谁不是好人？这就奇了，你还敢打我是怎么着？我都和你爷一般大了，真是不知道尊敬老人。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你们可以进去帮忙。但记住，你们的任务就是用摩托车往山上运送消防物资，给一线的消防员提供后勤保障，千万不要擅自行动，听懂了吗？明白。少年们本来还要与那些老人争辩，听到潘烈的话之后，一下兴奋起来，警戒线拉开，一辆辆摩托车咆哮着冲了过去。队长，物资供应不上，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山火。挡不住也要挡，这不是山路，这是那些人唯一的生路。让老子知道这山火是谁放的，老子铁定让他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
这边山火又下来了，快来这里！直面山火的战斗现场，呼喊声嘈杂的响成了一片。记者刘星最后不但没去采访，反而是把话筒一丢，加入到了灭火的一线。也在这时，传来轰轰轰的摩托车声，一群少年突兀的出现在山火第一线。这是消防物资，他们带来了消防物资。一群人将10几个少年围拢起来，摩托车上的消防物资被瞬间清空。也与此同时，火线之中一辆摩托车也冲飞了出来。不过冲出火线之后，秦轩的目光一下被那一群机车少年吸引了。那10几个机车少年也齐刷刷看向了他，就这样对视了2秒过后，双方不约而同的都向对方伸出了大拇指。而后秦轩原地甩尾，那些少年也齐齐掉头。一个人上山，一群人下山，他们背道而驰，可目标又是那样的一致。而这时，高成凤恢复了一些状态后，就找到了潘烈。我知道是谁引起的山火。这位女同志，你别慌，慢慢说。是一个叫颖宝的人，我当时看见他在山上弄烧烤架子了，大概率是他。在山上烧烤，这跟主动放火有什么区别？我们会做调查的。这山火要真的是那个颖宝引起的，警察署的署长没把话说完，不过那一声冷哼就注定了引发山火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此刻，山顶上就剩颖宝最后一个普通人了。最后一个了，秦轩，你还是先带他下山吧。好。此刻的颖宝早就穿好了防火服，他坐上摩托车，一只手抓住秦轩，一只手依旧拿着他的手机。看到这一幕，秦轩眼神一冷，一巴掌打飞了颖宝的手机。你要是想死就自己去死，别来害我。告诉你，一会儿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在后边，别乱动。只要是我感觉你给我徒增一点危险，我就先把你丢进火海里，听到没有？我知道了。半山腰，潘烈也加入到了灭火第一线。原本呼啸的山火已经不再那样势不可挡了。他忽然明白袁心奇泰山仪的含义。也在这个时候，秦轩再次从山火中冲了出来，依旧是漂亮的甩尾刹车。不同的是，车子后座的颖宝一下被他甩飞了出去。不过还没等他站起来，几个警察就冲了过来，为他戴上了一副漂亮的银手镯。你们凭什么抓我？女子1个小时竟涨粉100万，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100万人竟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要求逮捕女子。凭什么抓我？我们通过调查取证，确定山火是你引起的。现在我们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你们冤枉人！抓人是要讲证据的，物证有吗？人证有吗？你放火的过程全程直播，视频证据已经被截取，还有人证，你直播间100万观众都可以作证。警察叔叔的声音冷冷响起，颖宝瞬间冒出了冷汗，他的心里终于是出现了一抹惧意。带走。原来女子为了流量竟放火烧山，导致100人被困在山上。由于火势过大，就连营救的消防员也被困在了里面。不过多亏这个男人骑着摩托一次次的在火里穿梭，才将人从山火里营救出来。原来山火是这个蠢货搞出来的，早知道就在下山的时候给他丢到火海里自生自灭了，省得出来祸害人。心里想着，消防物资也准备完毕，秦轩再一次冲进了山火。再上山，秦轩的营救目标就是消防员了，这让秦轩的心情大好，精神头又振奋了起来。叔叔，我爸爸会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的，你看他正在救消防员叔叔下山。跟拍大哥轻轻拍拍球球的肩膀，把自己的手机摆在了球球面前，用手机看秦轩第一视角的直播。这次下去之后，你不用着急上来，好好休息一下吧。你带上来的物资完全够我们保命的了。山顶上30个消防员已经被秦轩带下去了大半，不过秦轩从开始冲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6个小时，他的体力早就开始透支了。好嘞，答应一声，秦轩再次朝山下而去。不过在一个小拐角的地方，车子忽然剧烈震荡，前轮直接飞了出去，几乎是出于本能。秦轩双腿夹紧摩托车，腰部和双臂一起发力，硬生生提着车把控制住了摩托车的平衡。怎么了，秦轩？没事，飞了一个轮子而已。好了，先都闪开个位置，秦轩应该是快要下山了。大哥，把摄像机对准路口吧，我觉得秦轩这次的出场应该会很帅。你怎么知道会很帅？说不定是先飞出来一个轮子呢。那摩托车都快被颠散架了。呸呸呸！瞧瞧我这乌鸦嘴，秦轩的摩托车一定没事，平安落地。说着，他将摄像机对准了那个路口。隐约间，山上传来了摩托车的咆哮声。不过山上的秦轩还没下来，却是有一个小胖子骑着一辆崭新的越野摩托车，载着一堆物资赶到了现场。轩哥还没下来吗？还没，时间差不多了，应该马上要下来了。说话间，山上摩托车的呼啸越来越近，众人急忙看向路口位置，脑海里忍不住幻想着帅气无比的画面。只是在所有人的期待中，秦轩的身影还没出现，一个摩托车轮先飞了出来。啊，那是一个车轮。这好像是我借给轩哥骑的那辆摩托车的轮子。怎么轮子先下了山，人呢？忽然又是一阵的摩托车咆哮传来，所有人又再次看向了火线。一秒，一个男人骑着独轮摩托车从火海中飞了出来，这次没有甩尾急刹，独轮车硬生生原地画了好几个圈才停了下来。轩哥，你没事吧？没事，和前轮闹了点别扭，他一生气就先跑了。
哥，我正好又弄上来了一辆车，正好给你用。兄弟，我可是不知道你这车报废之后能不能给你报销啊。又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秦轩侧目扫了一眼潘烈，这话看似是说给小胖子听的，实际上却是说给潘烈的。潘烈自然是听出了秦轩的意思，当即便走了过来。肯定要报销，灭火救人本来就是我们消防部门的责任，肯定不会让你们白出力，还要损失个人财物的。不用报销，我说过，我家最不缺的就是摩托车。直接把自己第3辆摩托车再次递给秦轩，秦轩也不扭捏，稍作准备，又开始了冲山。而这个时候，京都到魔都的高铁上，央妈派遣到青云山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像正在路上。本来是为了万事游程过来采访你的，没想到你转眼又跑去冲山救人了，你可真让我好奇呀。江队长坐稳了，还有2个小弯，我们就安全了。好。很快，秦轩载着江栋梁安全冲出了火线的包围，50个人，一个也不少的都被秦轩营救了出来。累吗？累，不过你要是亲爸爸一口，爸爸就不累了。秦轩先生，请问我可以问您一些问题吗？只要1小会就好。秦轩先生，你本可以袖手旁观的，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冲进火线呢？爸爸，爸爸，快闪开，快闪开！呼啦一下，医疗队直接把包围秦轩的那些人全部推开，把秦轩抬到了担架上，朝着救护车跑去。救护车上，秦轩的耳边终于是安静了下来。在几个医生要扒了他的衣服进行检查的时候，忽然坐了起来。我没什么事，就是太累了。邪了门了，怎么医疗队都是些年轻的女孩子？深夜，一辆救护车一个小区门口停下，秦轩抱着球球从救护车上走了下来。接下来的3天没有亲子大冒险任务，你带着球球好好休息一下吧。临走，跟拍大哥说了这么一句：从明天开始，秦轩大概率是会被各种采访、各种的表彰，所以导演决定将原本制定好的下一个亲子大冒险任务推后延迟。时间来到凌晨4点多，正在酣睡的秦轩习惯性的拿起手机，下一秒，秦轩微微皱眉，然后又一咕噜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是官方账号。他看的正是一则现在热度最高的冲山视频，视频里的主角自然就是他自己，而秦轩关注的则是这条视频下方众多官方账号的留言，尤其是一条来自纳州消防的留言，直接是看得秦轩眼前一亮。冲山辛苦，救了我们那么多的蓝兄弟，不如来我们那州降降温，泼水节什么的，小孩子最喜欢了。这到底是那州消防局发的，还是那州文旅局发的？不过不管了，去玩1天好像也很不错。车费报销不？包吃包住包陪伴。简单的交流几句，秦轩的这次行程也算是彻底的定了下来。不过临行前，秦轩还是觉得有必要和节目组的导演古富奎说一下。古导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秦轩啊，你说。接下来的3天不是没有亲子大冒险的任务吗？我决定带着球球去那州玩一趟。没问题，你出行的所有费用节目组给你报销了，祝你和球球玩得开心。古富奎利索的答应，还大方的要给秦轩报销费用，之后又说了几句闲话，2人也就结束了通话。挂断电话，秦轩直接叫了一辆快车，然后用小毯子裹住还在熟睡的小丫头，朝那州而去。男人将门打开一条缝，再把头伸到门外，往左看看，再往右看看，确定四下无人后，又急忙跑回房间，将女儿裹在被子里，疯狂地向楼下的出租车跑去。可还没等他上车，后面就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扛着一个大黑盒子，大喊着追了过来。就这样，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齐轩，你别跑啊！我是跟拍摄也。你跑什么？还以为又是哪个记者呢？原来男人昨天在大火中救下了几百人，随后各种嗅到流量的媒体就开始在他家门口转悠，只要他一出门，就会有无数记者将他围住。你怎么来这么快？是不是偷偷在我家附近买房了？没，正好我起夜撒尿，就接到了导演给我打的电话，说那州消防邀请你去那州，让我跟过去拍摄，我都没撒完就跑来了。走吧走吧，车上不叫。说着，秦轩抱着球球率先上车，跟拍大哥将摄像机打开后也跟着上了车。哇，球球也太可爱了吧！可惜我只能对着手机屏幕狂亲，连他的小脸都捏不到。你们看，秦轩怎么拉出了一个柠檬？我去，这个老登太记仇了。球球之前用柠檬叫他起床，他现在是打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瞬间都紧张了起来，跟拍大哥也是一皱眉，然后急中生智，咳嗽了一声，试图叫醒球球。私人恩怨，请你不要插手。说着，秦轩的手微微用力一捏，2滴柠檬水就落在了球球的嘴里。只是1秒、2秒、3秒的过去，球球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应该呀，这个柠檬是和上次球球往我嘴里滴的那个柠檬一起买的，应该会很酸了。
脑袋上的问号再次多了起来。秦轩鬼使神差的仰起头，把柠檬举到嘴边，用力一挤，一瞬间，秦轩就脖子一缩，一张脸扭曲的不成样子。同时，他怀里的球球，一张小脸也是变了形，小眉头皱着，一下从小毯子里挣扎了出来。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我亲爱的爸爸。咦，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有个小孩总坑爹，我要把他送人。吉吉国王来了都拦不住。哼！距离那州还有100公里的距离，车子一个轻转向，进入了一个服务区。司机比较腼腆，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休息半个小时，再继续出发。”爸爸，手机没电了，我也饿了。来用我这个充。哇，不错嘛，爸爸，都用上华为 Mate 60 Pro 了。怎么？求求你喜欢也去左下角领一个，我刚领的苹果15 Pro Max 也发货了。爸爸，左下角之前我一次都没领到，这回不一样，只要从我左下角进去的上线就能看到。我已经跟厂商谈好了，现在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不限量领取。真的吗，爸爸？你可别骗我，升级肯定很难吧？我左下角可是粉丝福利专服，专属链接，升级快，要求低，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爸，快教教我怎么领。你点左下角3秒钟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页面。福利专服升级快人10多倍，每天挂机升级奖励，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先到先得。还没下载的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走吧，我们去买点吃的。好爷，姐姐，我要4张牛肉卷饼，多加肉，再来4碗鸡蛋汤。好嘞，你这娃小嘴真甜，姐姐给你多放肉。谢谢姐姐。姐姐，这个靓仔是我爸爸，他付钱哦。说完，小丫头直接跑到了一个桌前，爬上了椅子坐好。只是秦轩刚打开扫码页面，跟拍大哥就已经把钱付了。这顿我请了，上次在滑雪场说请球球吃饭，一直还没兑现呢。其实这趟出行一切费用节目组全包的，不用你请，快把付款截图给我，这顿饭节目组请。能报销的话，也就没必要花这个钱了，以后再请球球。赶紧把截图发给了秦轩。不过等秦轩和跟拍大哥都坐下之后，球球看向跟拍大哥说道：“叔叔，你把截图发给我爸爸，那节目组报销的钱是不是就给他了？你花120，他赚120，还白吃你一顿饭。”你把你爹想成什么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老爸可从来不会坑别人的钱。对，我的爸爸不会坑别人钱的，他只坑他闺女的钱，他可真是个有原则的人，嘿嘿。你好，请问你们是秦轩和球球吗？我是普市消防的一名森林消防官兵，我叫于塔。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你冲山救我们消防员的视频，我们局里所有人都很震撼，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们。嗨，球球，你好。于塔哥哥好，你的名字听起来很好吃。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过呢。球球，听说你们是去那州消防玩的，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好玩的，不如你和爸爸先去我们普市消防玩一玩。于塔问得很是诚恳。不远处，他的那些战友们也都局促且期待地看着这个方向。而此刻，那州消防的官方直播间里，上百万的观众瞬间疯了。不好了，沁璇和秋秋的那州之旅要被截胡了。孙瑞楠小姐姐，别介绍给球球他们准备的东西了，快去普市抢人啊！看着弹幕上全部都是说秦轩和球球要被抢走，孙瑞楠急忙打开了秦轩的直播间，只见于塔正吐沫星子横飞的给球球洗脑。真要抢人？确定了于塔的真实目的，孙瑞楠直接跑去了局长办公室。而此时那州消防局局长正在哼着歌，看着一些文件。局长不好了，秦轩和球球被普市森林消防给劫走了。什么？局长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目光立刻看向了孙瑞楠的手机画面。是老庄手下的人，真是不要脸。气呼呼地骂了一声，局长拿出了手机开始拨打电话，可一连打了好几个都被拒接。这肯定是早有预谋的，老庄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心机。这样留下足够的人执勤，挑几个会逗小孩开心的，跟着我去抢人。局长当即做出决断。而此刻秦轩一行人已经掉头去了普市消防。森林深处，普市森林消防的一个驻点，不少蓝朋友都守在大门外张望了起来。来了！一声大喊后，所有人都朝着道路尽头看去。于塔开着车，脸上的得意都要溢出来，而秦轩和球球也被夹道欢迎的景象震惊了一下。等车进去了消防驻点，车门打开，立刻就有2个漂亮的文职小姐姐手捧鲜花走了过来。球球，欢迎你来到普市森林消防做客。因为秦轩和球球被普市森林消防截胡，那州消防直播间里原本的几百万人现在只剩下了3万不到了。孙瑞楠更是看着秦轩直播间里球球被一群消防员围着，给零食给玩具，甚至有几个消防员把球球放在后背上做起了俯卧撑，孙瑞楠都快急哭了。球球，咱们先来做一些消防科普的小游戏，然后我再带你去泼水节玩好不好？好。
他将水管放在地上，然后像青蛙一样趴在水管上。接着他又叫人将连接水带的阀门打开，随即一股强劲的水流涌出。没一会，男人就跟着水带舞动了起来。原来昨天男人在大火中救下几百人后，就被普氏森林消防邀请来体验消防员的训练。可没想到的是，消防员最基础的高压水带就让秦轩舞动了起来。太难了，我感觉自己在和一个超级大力士掰手腕，我完全在对方的掌控之中。爸爸，你真的控制不住那些水带吗？爸爸对付那些水带就是哥斯拉吃豆芽，小菜一碟都算不上。不过今天的主角是那些消防员大哥哥们，要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不容易，要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尊重，懂了吗？好了，我们进行下一个项目了。接下来我们开始的项目是烟雾浓度过高的环境下集体配合逃生项目。现在开始穿防护服。爸爸，你变得更帅更酷了。听到没？我闺女说的是更帅更酷。秦轩的得意惹得不少人都有些眼气，不过没办法，谁让人家有那么可爱的闺女。等其他的消防员也穿戴完毕，于塔又高喊了起来：现在你们处于一个黑暗且充满浓烟的空间，你的视线受阻，你的行动受限。万幸之前你们在这里铺设了水带，现在相互配合，有序沿着水带撤离。所有人注意，以我为首，组成前后相接的队伍，开始沿着水带逃生。一个消防老兵喊了一声，顿时所有人都匍匐在了地上，摸索起了提前准备好的水带，跟着前方的队友行进。直播画面里，10几个消防员沿着水带连成一串，快速的朝着安全区撤离着。不过没走出多远，秦轩就不动了。他不动，他身后的几个消防员也就跟着不动。爸爸，你就算要故意突出消防员叔叔的专业性，也不至于这么假吧？这顶着一根铁柱子，一动不动算怎么个事？前面的人怎么不走了？完成了撤离任务后，秦轩摘下了眼罩，看着自己刚才顶住的那根柱子，大笑起来。我说怎么走着走着停了，原来是根铁柱子，多谢你出手相救了，不然的话我可耗不过铁柱子。一句话又逗得所有人发出了愉悦的笑声。一下午的时间匆匆过去，秦轩拒绝了庄红岭还有于塔等人明天参加泼水节后，就朝纳州消防而去。最初答应去的地方是内州消防，所以不可能帮普氏森林消防上了分之后，跑到人家内州消防那里去纯粹的玩乐，看来也要帮内州消防上一波大分才行。与此同时，纳州消防的直播间里，本来因为秦轩和球球被截胡而不开心的孙瑞南，现在却兴奋地踹开了内州消防局长的大门。局长，秦轩来了。他拒绝了普氏森林消防留下参加泼水节的请求，现在已经在半路上了。快叫所有人集合，我要训话。听着，我们纳州邀请秦轩来，是为了感谢他在危难关头冲山救人，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感谢。至于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向更多人科普消防知识，要顺其自然，任何人不能有情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秦轩和球球吃好喝好玩好，能不能办到？保证完成任务。所有人也齐声回答。之前因为普氏森林消防的老六行为而生出的埋怨气氛也在这一刻放下。半个小时后，纳州的消防大院里，一群男朋友排坐，球球也被起哄请到了人群围成的圆圈里。我就给大哥哥和漂亮姐姐们表演一个小舞蹈吧，音乐。一道急速的警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刹那间，所有消防员飞速地跑向了集合区。出警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你们别去了，饭店的火灾涉及到天然气，非常容易产生爆炸的。局长，我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要跟着一起救火，我只是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消防员们的战争，真真实实的拿命和灾难博弈，这比任何的宣传片、警示片都有意义。事实上，网络上关于消防员的信息还是太少了。人们大多知道消防员的辛苦，但也有太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说什么职业办什么事，他们拿着消防员的工资待遇就该做好他们的工作。这话是没错，可仔细想想，要给你1个月多少钱的工资，你才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消防员是一种职业不假，但这职业是神圣的，是光荣的，是值得人们尊敬和夸耀的。他们拿到的那些工资待遇根本无法和他们的付出达成正比。保证不添乱。行吧，不过你们只能在远处看，绝对不能靠近或者是进入火灾现场。小孙，你也跟着去，一定要看好他们，一定要小心。答应一声，孙瑞南也就带着秦轩几人驾车朝着报警地点赶去。快拉水带，先控制外围的火，别让他们蔓延。我的老婆和女儿还在里面，求求你救救他们。快起来，你跟我简单说一下你家人的位置和店里的布局。我老婆在1楼，我女儿在2楼。1楼的大厅很空，只有一些桌子板凳。大火和爆炸可能是厨房燃气出了问题。好，我知道了，你先退到警戒线以外，救护车一会儿就到。
亮亮强子穿防火服，火里可能有人。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救救他们！救命！救命啊！这里！快搭云梯，水流掩护。队长边虎已经带着2个队员进入1楼火场搜寻被困人员。副队长在看到2楼窗口求救的人后，果断下了命令。不远处伤势严重的店老板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老婆还有女儿。没人，1楼没人了，不要进去了。你说什么？着火的是我家，快让刚刚进去的消防员同志出来，里面没人了，我的家人都出来了，快呀！队长，里面的人已经通过2楼安全获救，赶快撤离，请赶快撤离出来。收到，正在撤离。大火中，3道身影转回了身子，朝着门口撤离。即便是穿着防火服，火焰的高温也让里面的人难以忍受，连呼吸都费力。而警戒线外，人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了3个身影从火中走了出来。出来了，太好了，他们没事。是呀，都出来了。看好球球。秦轩扛着摄像机跑近了一些，看到了边虎还有另外被炸飞的2人，正龇牙咧嘴的揉着被摔疼的膝盖和手肘。不过伤势看起来虽然不轻，但总算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我的狗还在楼上，快去救我的狗！女孩刚从火里逃出来，不料下一秒，她的父亲又将她往火里拽。就在快到大火边缘时，女孩直接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看到这一幕，旁边的母亲是满眼的心疼，可也没有上前阻止，这也让旁边的球球看的是满脸问号。爸爸，刚才他不还在求消防员叔叔救他女儿吗？现在怎么又要拽他女儿去火里了？他这是在教他女儿一个道理。原来刚刚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女孩救出后，女孩竟指着消防员的鼻子，指责他们没救出自己的小狗，让消防员再回去救狗。女孩的这一举动直接惹怒了她的父亲，也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火也灭得差不多了，求求我们先回酒店吧，明天还要参加泼水节呢。爸爸，那些消防员大哥哥救一次火可以挣多少钱？为什么要这么问？因为救火危险，危险的工作就应该工资高啊。那球球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去那样救人？若是单纯为了钱，那做什么行业不可以？为什么他们选择一些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工作呢？我想不出。是因为一种叫做信仰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为了心中信仰在救人，他们在以这种方式来保家卫国，无关报酬，只为心中那份无比赤诚的信仰。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我知道那些消防员哥哥和兵哥哥一样，清澈的爱只为祖国。对，清澈的爱只为祖国，这就是那些人悍不畏死砥砺前行的信仰。球球也有信仰，球球也要保家卫国。好，那我们现在睡觉，养好精神，快快长大，才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祖国做贡献。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秦轩早起来，小心翼翼地拿起了装柠檬的背包，准备再次用柠檬叫醒球球。柠檬哪儿去了？奇怪，明明就装在这里面的。老爸，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老爸，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快来洗漱，吃了饭咱们就去泼水节玩了。20分钟后，父女俩和摄影师来到了泼水节现场。秦轩拿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武器，这个电动连发水枪，粉色外观，造型科幻，你值得拥有。这个大口径塑料水舀子，外观虽丑，火力却是不小。还有，秦轩卖力地介绍着武器。而这时，广场的中央的舞台上走上了一个乐队，主唱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嘿，大家准备好迎接泼水节了吗？准备好了。好，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狂欢。刹那之间，原本就热闹的广场直接乱成了一团，什么手动打药机、喷壶、水舀子、脸盆，各种样式的水枪都在这一刻成了人们攻击身边人的武器。放开我女儿！冲啊！其实老爸大多时候还是挺靠谱的。爸爸心里想着爸爸的好，球球对着秦轩就张开了怀抱，只是来打我呀，来打我呀！这是你逼我的。叔叔姨姨、哥哥姐姐们，我爸爸说你们那周泼水节一点都不好玩，泼的水还不如毛毛雨威力大。他还说那周泼水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干他！哼，跟我玩你还嫩着点。你们别呲我爸爸了！你们别呲我爸爸了！与此同时，那州消防局里，一群蓝朋友将孙瑞南给围了起来。涨了200万，让我看看后台，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粉丝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截胡又怎样？还不是被我们拿捏？我刚才看了一眼秦轩的直播，他们就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的一个广场，要不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好啊，走。而秦轩这边战斗也接近了尾声，球球估摸着秦轩快要站起来了，就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复仇，一把抱住了秦轩。你们要呲就呲我吧，别呲我爸爸了。球球，爸爸，爸爸就知道没白疼你。就在秦轩一片感动的时候，陈子涵的家里，小丫头和陈峰两个人正盯着手机，看着画面里球球和秦轩在泼水节快乐玩耍的场景。爸爸，球球姐都被呲成落汤鸡了，我们去纳州支援她吧。去纳州可以，不过爸爸这手有点紧。一切费用我报销，快走吧。行，那我们直奔纳州。就在他们踏上旅程的时候，身在纳州的秦轩和球球已经彻底的招架不住了。球球还好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会对他留手，而秦轩则是把鞋都跑丢了一只。就在父女俩被泼得怀疑人生的时候，一辆消防车映入了球球的眼帘。球球，楠楠姐姐，姐姐，我打不过，我的水枪太小了。没事，玩水枪咱们是专业的，跟姐姐来。孙瑞南就带着球球钻进了消防车，等球球在出场的时候，已经被一个消防员扛在肩头，前后左右都有人保护着，而所在队伍的最前面，两个高压水枪格外的唬人。水流压力调节完毕，随时可以开始。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说的。开炮！球球瞬间统治了这一片战场，而这时球球却是注意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在别人蹦跳的时候，他只能是用力的跟着音乐的节奏挥舞双手，只是他身前站满了人，他根本看不到舞台。不过早在球球之前，那个轮椅少年的身影就被拍摄到了直播画面中。演播厅里许久没开口的李静轻轻摇头，这孩子的父母太不负责任了，怎么能推着轮椅来参加泼水节，就这么坐在轮椅上挤在人群里，磕了碰了怎么办？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他是坐着轮椅，可他并不是脑子有病，正常人喜欢的他都可以喜欢。参加泼水节怎么了？或许人家就是不想别人拿自己当残疾人对待。还有他的妈妈，你有什么资格什么理由去说他？人家请您做什么评论建议了吗？真是吃的和水管的宽。你吃药吃药。周路将提前备好的降压药往李静面前推，还暖心的给李静拧开了水瓶。而直播画面里，球球已经来到了那个轮椅少年的面前。你看那有个瘸子，说不定还是个瞎子。他不是残疾，他只是不方便而已。他不方便，我们可以给他行个方便，可为什么要说那样让人伤心的话？哟呵！小丫头编辑，你想挨揍是不是？男孩安静地坐在广场中央，可奇怪的是，每个从他身边路过的人都会用力地捶一下他的手，男孩也不反抗，也不说话，直到手被捶流血的那一刻，男孩大笑了起来。原来1个小时前，你看这有个瘸子，说不定还是个瞎子呢。他不是残疾，他只是不方便而已。你们为什么要说那样让人伤心的话？小丫头编辑，你早就是吧。哥哥，小妹妹，你说的对，我们先走了。哥哥，我也跟你一样，看不到舞台上的人呢，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屁股。不过我们可以闭目聆听，说不定我们想象出来的画面比他们看到的还要精彩。精神的世界里，我们都是自己的王，通天彻地，无所不能。你有没有被举起来过？没有。哥哥，几个消防员瞬间明白了球球的意思，随后直接将轮椅少年举了起来。这一刻，他不用再依靠自己的想象来安慰自己，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舞台上的精彩。双腿残疾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身残心不残。这时更多的现场观众纷纷围了过来，给男孩碰拳加油。这一刻没有怜悯，没有歧视，人人都是赤子心。与此同时，父爱如山的大本营里，副导演吕英俊急匆匆地找到了古富奎。古导演，樱花国一个带娃节目的导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想来我们龙国跟我们节目组的3个嘉宾搞联动。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孩子比一下，看看谁家的孩子更厉害。我们接吗？拒绝的话，就显得我们怕了他们，咱们丢不起那个人；可答应，又懒得理会那个国家的人。答应他们吧，他们不是要比吗？那就让我们的孩子跟他玩玩，最好奶爸之间也搞个联动，到时候光是秦轩出马就能一个顶仨。时间来到中午12点，广场上的音乐会进入到了尾声，玩累的父女俩也朝酒店而去。爸，你带充电器出来了吗？我手机快关机了。没带啊。哎，我华为还有电，你用这个试试。能行吗？哟，还能反向充电，这么高级，不便宜吧？
不花钱，直接左下角就能免费领。我知道这种广告，但是我之前下载过好多都没领到呀。别的我不知道，但我视频左下角是真能领到，手机都是经过平台验证的，不能骗人。你不信就下载一个试试，就3-5秒的事。下载了也没有啊。我看看，你别光下载不注册呀，不实名咋给你发货？我试试，还真有，还是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双福利。是啊，我现在左下角链接可是升级福利，不仅有苹果15，还有华为 Mate 60。直接点我左下角链接，再按立即下载，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1元宝，挂机3天能升上千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我也领一个，球球姐，球球姐，我想死你了！你离我远点，你早上是不是吃屎了？你才大早上吃屎呢，我只是吃了2串臭豆腐而已。你们怎么来了？也来参加泼水节吗？嘿嘿，这么好玩的节日，我当然要来了。球球姐，我还看你爸爸骑摩托车冲山了，真的太帅太勇敢了。陈子涵满眼的崇拜，球球闻言心里也是有些小得意。而这时秦轩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喂，秦轩，我跟你说点事情，正好陈峰也跟你在一起，我就不用再单独通知他了。古导演，什么事你说？是这样，当然了，说是联动，他们肯定是要整出点花样来的。我想问问你的意思。可以啊，主动把脸伸过来让我们打，我们怎么能客气呢？对，就让他们那小地方的人看看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好，咱们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再在那州玩1天，等后天你们回魔都，正式开始联动。随着古富奎挂断电话，这件事情也算是拍板定案了。轩哥，你觉得樱花国的那个节目是想跟我们正经联动不？不管是他们是不是想好好联动交流，只要是跟樱花国扯上关系，我们就一定要压他们一头。可是如果他们早有准备，弄点什么比较专业的东西出来找我们比，那我们岂不是很吃亏？峰哥，你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说不定他们的带娃组合里，爸爸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着巨大成就的，女儿也都是从小就在某个方面精心严格培养的，用他们日夜苦练的技能来向我们挑战。这种不要脸的事情，那个地方的人完全做得出。那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就要我们这些当爸爸的站出来了。我想带娃节目可不光是比孩子，还可以拼爹。我们是能站出来，可如果他们那边的爸爸也是一些在专业领域比较厉害的人呢？无所谓，我会出手，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1穿3。00后都这么狂吗？与此同时，在一个民宿的房间里，一个5岁的小女孩正在对着一个沙袋拳打脚踢。小女孩目光凶狠，每一次击打沙袋的时候都会发出一声怒吼。疯子，你在气势方面还需要多加练习。停下来，气势一定意义上代表的就是你的决心、你的眼神、你的怒吼，是击败对手心理防线的武器。是，父亲。这个女孩正是来自樱花国那一档亲子节目中的一组家庭，爸爸武田，女儿芳子，是来自习武世家的一对父女。而另外一个房间里，名叫彩霞的小姑娘正在拿着一个乒乓球拍，挥汗如雨。6岁的她练习乒乓球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她的爸爸梁太是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曾经还拿过世界级赛事的金牌。彩霞，打完发球机里的球之后就不要再开始了，你已经3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爸爸，我的精准度和反应能力又增加了，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变强。当然了，我们的彩霞那么努力，肯定是会越来越强大的。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好好洗个澡，然后休息。石拓海又在责骂亲母了，那孩子真是可怜。伸出来，你再躲一下，我就打你10下。再把刚刚的动作练上1个小时，不然不许睡觉。时间飞逝，转眼来到了第2天，秦轩几人也回到了魔都。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魔都的一座商务大厦顶楼，4名男子正满脸严肃地看着3个樱花国家庭的资料。一个是自由搏击手，一个乒乓球手，一个舞蹈真精，这不就是为了对应父爱如山这3个家庭的情况吗？真把我们这边的人当傻子了。大哥，要不跟老爷子说一声，给那边的节目组一点压力，让他们放老实一些。实在不行，就让那个节目组的赞助方全部破产，节目停播。我们还是先问一下大姐的意见吧。干啥？姐，你没事吧？没事，我身上的血是对手的。他的抗击打能力真是厉害，都跟陈峰有的一拼了。不过很遗憾，我的拳头更硬一些。对了姐，我想跟你说一下韩寒的事。韩寒怎么了？你先别激动，韩寒没事，是有一个樱花国的带娃节目找到了父爱如山节目组，想要联动。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这3个家庭可不简单，我觉得这次联动有猫腻。怕什么？一个弹丸小国，来一个我们灭一个。可是他们的90后奶爸是武田，
他现在已经是樱花国武道协会副会长了，并且他的女儿芳子从阴阳学语就已经开始习武了。而且我有预感，他肯定会找我们家子涵搞联动的。一个从小被武道高手培养的孩子，子涵怎么可能打得过？到时候受伤了怎么办？自尊心受挫了怎么办？然后呢，小英你怎么想的？我想的是，可以通过投资方给他们那边的节目组压力，取消这次联动。要是他们那边的资本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他们破产。一档直播节目而已，背后的资本大不到哪里去。孟凡英的提议一出，其他3兄弟也是连连点头。不过孟凡阳却是摇起了头。不行，我不同意。为什么？你就不怕韩寒受伤吗？是呀，你不是最疼韩寒了吗？我当然心疼韩寒，不过我们护不了他一辈子，他以后的人生还长，总要遇到一些挫折，成长的路上需要这些磕磕绊绊。这件事你们谁都别插手，不然的话。79年前，祖辈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没想到现在又放言用3个女孩挑战我们整个国家，真是火山不爆发，他就很牛叉呀！接上集，父爱如山节目爆火，导致樱花国眼馋向我们发起挑战。这是战书，我们双方都正好是3组家庭，所以我们想要和贵节目的3组家庭的孩子交流切磋一下。当然，要是那3个孩子不敢或者不愿意的话，您可以在龙国全国范围内寻找他们的同龄人来接战书。要是整个龙国都没有小孩子接，那我们会尽快离开，因为我们的游学路还很长，孩子们很渴望变强。不好意思，我没明白你们到底是要挑战谁？是我们的导演吗？当然不是，我们的战书是下给你们的3个孩子的，也可以说是下给整个龙国的孩子。那既然是下给我们的孩子们，你把战书交给古导演做什么？你是觉得他能替孩子们做主吗？还是说你们在你们的那个节目里，一切都要听导演安排？我没跟你说话。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在别人正在交谈或者是话没说完的时候插嘴吗？问你呢，你的战书是要下给谁？给你们的孩子。是给孩子的，那就去交给孩子，还杵着干什么？秦轩用命令加训斥的语气，让武田捏着战书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但他却不知如何反驳。小朋友，这是一份战书，你们要接受吗？耳朵不好吗？小朋友，我说这是战书，你要不要接受？上擂台打比赛都没这么紧张过，这龙国的小孩都这么邪门吗？挑战书，你倒是说说挑战的什么呀？要是比谁吃的粑粑多，我们可不跟你们比。小朋友，叔叔来和你说一下挑战的项目，然后你决定要不要接受挑战，好不好？好。我们要比的是自由搏击、乒乓球、舞蹈。等梁太说完，3个女孩看向了自己的爸爸，秦轩3人都轻轻点头。你们的请求，我们答应了。战书被接过去的瞬间，梁太的心总算是放松了一些。老先生，战书我们下了，事情也说明白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我们的孩子都很珍惜时间，他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应该正在精进自己专长的。走吧。站住！秦轩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你们的战书下了，我们的战书还没下呢。我秦轩以一个龙国奶爸的身份，向你们3个还有整个樱花国的男人们挑战自由搏击、乒乓球、舞蹈。你们的孩子怎么挑战的我们的孩子，我就怎么挑战你们。这是战书，敢接受你们就过来取，要是你们怕输的话，就让他随风飘走就好，你们就装作没这回事好了。放心，我不会把你们不敢接受战书的懦夫行为说出去的。还不会告诉别人？这可是2个国家同步直播，还用你去告诉别人吗？口出狂言的家伙，他是要一个人用这3个项目来挑战我们吗？他以为他是全能的吗？行了，战书接不接，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吧，我们先走了。对了，我对你们的挑战，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形式，一切你们定就好，我这边随时奉陪。等着，我迟早要撕碎了你。从见面到散场也不过10分钟的时间，秦轩就把樱花国人原本的计划弄得稀碎，狠狠地帮国人出了口气。可这时演播大厅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秦轩这样做也有些太小气了吧，毕竟对方是国际友人，他简直就是在损害龙国的国际形象。李靖老师，你的意思是，面对他们的挑衅，我们要笑脸相迎吗？那长此以往，国人血性何在？这个周路怎么总给我唱反调？还有，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大国气量，若是滥用的话，只会让某些不自知的人蹬鼻子上脸，
对待心怀不轨的人，你只有大耳刮子扇在他的脸上，他才会变乖。秦轩的做法没有任何毛病，底线要从一开始就摆明，且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秦轩的做法的确是解气，面对无端的挑衅就应该立刻进行反击，但他一个人用3个项目挑战樱花国的所有男人，这就有点太狂了吧？为了反击口无遮拦地说下大话，难道就不怕到时候丢人现眼吗？这个专家的话说完，整个演播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是呀，那3个挑战项目可都是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的。秦轩还是太年轻，太冲动了。与此同时，魔都体育馆的一间会议室里，梁太交给球球的那封战书正安静地躺在桌子上。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心机罢了。这半个月就是他们用来自证清白的由头，省得到时候有人说他们是提前布局、精心准备。这么一分析，屋子里的所有人顿时恍然大悟。那我们要怎么做？既然接受了挑战，那这样就完了，多想无益。秦轩，你确定你们几个可以应付得来？你要知道，若是这事情一个处理不好的话，那网络上……您放心好了，我确定我们可以应对。行吧，那你们加油，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有什么需要的话，只管找我。在古富奎离开将房门关上之后，陈峰顿时就拉了一下自己的椅子，凑近了秦轩。这辈子除了金刚芭比羊之外，陈峰最佩服的就是秦轩了。轩哥，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去宁市带孩子们参观一些东西，先让他们确定自己对待他们各自对手的态度，然后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对手多强大，看看血脉能不能觉醒。还是那句话，输赢先不管，我要的是态度，是敢与不敢。说到宁市，陈峰和张健自然知道秦轩是要带孩子们去看什么。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国人可以内心毫无波澜地走完全程。3人约定好了去宁市集合，也就各自带着娃回家了。回家的路上，球球看着秦轩说道：爸爸，我感觉那些人好凶啊，我们是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们吗？我们没得罪过他们，是他们得罪过我们，而且他们的过错不可被原谅。球球，爸爸带你去宁市看点东西，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凶了。有些人是不能和他们交朋友的，虽然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也有好人，可我们最好还是要时刻警惕着。我国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踏入那个地方的大门，就会不自觉地流泪、愤怒，那里就是731。接上集，秦轩接下樱花国的挑战后，3组家庭就相约来到了博物馆。不过刚下车，就看到一个涕泪横流的老人家。你们一定不要去和那个小国的人交朋友，和平来之不易呀，他们太狠太毒了。爸爸，那个爷爷怎么了？他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事，他在告诫子女。等我们参观完了博物馆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个老爷爷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了。找了一个地方坐下，秦轩将位置共享给陈峰和张健后，就让球球去找不远处几个在石碑上划着玩的小朋友去玩了。不过没一会，一道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这都是谁家的熊孩子，拿这里当乐园了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上面的名字代表着什么吗？怎么了？怎么了？你抓我家孩子做什么？我干什么？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的孩子在干什么？这上面都是烈士，都是英雄的名字，他们呢，竟然拿纪念碑当滑梯。孩子又不是故意搞破坏，这么凶做什么？球球，我们换个地方玩吧。别走，你家的孩子刚刚也在烈士纪念碑上玩滑梯的，必须让他给烈士道歉。还有你们也都要给烈士们道歉才行。道什么歉啊？不用道歉。老兵同志，您说什么？我说不用道歉，别说是纪念碑了，即便是用自己的墓碑给孩子们当滑梯，他们也不会生气的。他们打仗拼命，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快乐的生活吗？也许他们也想多和孩子们亲近一些。对不起，我刚刚有些失态了。谢谢你们，球球姐。涵涵，你没事吧？快起来！我没事，就是手机开不了机了。一个手机而已，回头重新买一个就行。别买了，我左下角免费领的新手机刚到，你先拿着用吧。Mate 60 Pro， 昆仑玻璃，嘎嘎耐摔。左下角能免费领这么好的手机？当然，你要是上线看不到领取界面，直接卸载。你看，这么多人都领到了，里头1万台 Mate 60 Pro 只要15天内达到320级，直接给你包邮到家，快去领吧。那我不会玩游戏咋整？这个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所有神宠可以一键合成，任意小怪都能合成超级神宠，欧皇必玩。那你快教教我怎么领。你认准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登录注册之后就能弹出领取界面了。真的有那我现在就去领一个。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来晚了。我们也刚到不久，
3组家庭到齐，也就进入了博物馆里。秦轩更是化身解说员，给3个孩子讲解着历史事件、英雄事迹、惨烈战役、感人居民情等等。游戏玩得那么厉害，会的那么多，懂得又那么多，看来我只有在颜值上能跟他一较高下了。自信点，其实有一个方面，秦轩肯定不如你的。哪方面？脸皮的厚度。当行程结束来到出口，秦轩望着狭长漆黑的上坡，公道问道：“球球，你知道这个出口为什么设计成上坡，而且又黑又长吗？”为什么？因为那段岁月是黑暗的，是压抑的，就像这条通道一样。但这条通道又和那段岁月不一样，因为出口处有光。知道那光是怎么来的吗？不知道。是无数先烈用身体捅破黑暗，给我们换来的光，而他们选择了和黑暗同归于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往上走，往前走，往出口走。因为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有他们打下的太平盛世。可是不管出口之外如何繁华，爸爸都想要嘱咐你一句。答应我，答应那些用命打破黑暗的人，别忘了来时的路，也别忘了留在黑暗中的他们。老伙计，我们用一条命就换来了这太平盛世，我们不亏啊。是啊，我们值了。娃娃们大胆向前走，替我们去看看人间烟火，替我们去看看这国泰民安。回到酒店，3组家庭聚在一起，秦轩直接将手机里樱花国3组家庭的资料投屏在了电视上。萌萌，这个女孩叫青舞，你要和她比赛，你敢吗？敢。那你怕输吗？不怕，跳舞本来就没什么风险，而且我也没那么娇气，我会努力的。他的话也让3个老父亲露出笑容。第2个人的资料是方子的，只见画面中方子各种赛事的奖杯、证书、获奖照片，无不彰显这个小女孩的武力值有多强大。不过资料刚播放完，陈子涵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我要盘他。不愧是金刚芭比羊的闺女，红舞无权女。涵涵，她可厉害得很，你要想盘她的话，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可要接受魔鬼训练了，不然就是去挨揍，老丢人了。没事，我找我妈，让我妈训练我，专业对口。最后一个就到了彩霞的介绍资料，一段彩霞站在发球机的对面，从各个角度接触发球机发出的乒乓球的视频，直接让房间里的几个人瞪大了眼睛。球球，如果说萌萌和涵涵有一定的概率可以赢，那么你可以说是根本就毫无胜算，你要接吗？那些名字被刻在碑上的人，他们在和黑暗同归于尽的时候，也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赢的吧？所以输赢另说，他们敢来挑衅，我就没理由闪躲，我不当逃兵。这么说，你们3个都同意了？好，现在是全国直播，你们已经没有了反悔的余地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轩哥，小孩们的资料看了，他们老爸的信息咱们还没看呢。挑战他们大人的事情，我心里有数，肯定会做到万无一失的。我觉得这事情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你们3个先去隔壁房间晚会。今天带孩子们参观博物馆，让他们的内心种下一颗不忘过去、不惧将来的种子。其实我的内心也是非常触动的。或许面对这次的挑战，我们不一定能赢，可我们也想和孩子们一样迎难而上。我们要让那些来挑衅我们的人看看，不管他们是如何精心布局，我们都敢应战。想要欺负我们龙国人没门。所以轩哥，这次就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并肩作战吧。秦轩，我也是这个想法，孩子和孩子比，大人和大人比，我们坦然迎战，就算是刀下，也得像个男人一样刀下。行，那就闺女对闺女，老子对老子。好。秦轩又将资料投屏到了电视上，3个奶爸排排坐，认真的看了起来，直至深夜，2人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爸爸，我们今晚就回家吧。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够用啊。方子从小就开始练舞了，而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更惨，方子爸爸都练了多少年了，你跟他的差距更大。爸爸，你会不会被打死啊？不会的，你妈妈那么凶，我跟她生活了那么多年都没被打死。跟那个武田的比赛也就几个回合，更不可能被打死了。陈峰，你，哎呀，坑爹啊你！丫丫，老婆，宝贝，我不是说你凶，我的意思是你，哎。说，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解释给我听。老婆，这正直播呢，我出去给你说。拿捏，
今晚你们就回家训练，半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你们脱胎换骨了。好耶，回家！我要立刻开始训练，我要变强，我要把方子的牙打掉。之后，父女俩收拾了一下东西，也没去打扰秦轩和张健，就直接连夜赶回了魔都。另一边，秦轩刚安顿球球睡下，口袋里的手机就忽然响起了铃声。秦轩，没打扰到你休息吧？没，古导演有什么事？你说。今天官方的人找我说，想让你们退出这场挑战。男人只是接受了樱花国的挑战，没想到整个国家的人都出来阻拦他。秦轩，刚才龙国的武术协会、舞蹈协会还有乒乓球协会都联系我们了。他们是不是想让我们3个家庭退出挑战，然后让他们那些专业的人过去迎战？对，所以结果是什么？我没同意，我当时都快和那些人翻脸了。可就在那个时候，那些人竟然同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和那些人说了什么，反正就是不让他们过来掺和，尤其不能打扰你。那些人就全都灰溜溜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那可是国家级的组织机构，你想想，能让他们忌惮的人能量有多大？看来是有大人物关注到我了。对了，虽然那些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他们还是挺大方的，说是你们若需要专业的场地和专业教练的指导，都可以联系他们。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了，剩下的你自己做决定好了。好。武术的话，陈峰有孟凡阳，应该不需要专业的场地和指导。我跟球球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领取关于乒乓球的奖励，训练球球自己就可以了。倒是张健和萌萌，他们还是需要专业场地和专业人员的训练提升的。思考了一会后，秦轩就将龙国舞蹈协会留下的联系方式发给了张健，他自己则是联系了龙国乒乓球运动协会。双方约定好了时间地点后，秦轩就直接沟通了系统抽取关于武道和乒乓球技术的奖励。丁，恭喜宿主领取宗师级8级拳术，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8级定乾坤。恭喜宿主领取世界级乒乓球技术，从此你将踏上无敌的不归路。宗师级8级拳术，不知道威力如何？很不错。一夜无话，转眼就是黎明。秦轩带着球球也上了赶往京都的高铁。也在这个时候，魔都的烈阳自由搏击俱乐部里，孟凡阳一个跳跃回旋踢，将陈峰踹飞了出去。韩寒，看清楚了吗？这叫回旋踢。回旋踢好厉害，妈妈再来一次。不用再来一次了，这种演示一遍就行了，多了会死人的。得行，韩寒，接下来的训练可能会很痛苦，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你是妈妈的骄傲，来穿护具。另一边，京都的舞蹈协会的训练馆里，10几个国家级舞蹈老师站成了一排。张健，萌萌选择了民族舞，你有想学的舞蹈类型吗？要不我学广场舞。说正事呢，你别闹。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舞蹈并不只是单纯的炫技，它最重要的是表达情感。只要是可以将自身的情绪完美的表达，引起一些人的共鸣，那这个舞蹈就是好的。小刘老师，你能教我广场舞吗？广场舞也是舞，倒不如让广场舞走上一次国际舞台，说不定有奇效。当然呢，那我们现在就去训练吧。与此同时，秦轩和球球被带着参观完乒乓球训练室后，也进入到了正题。你应该是会打一点乒乓球的吧？会一点。会一点可是不行的，那个梁太还是有些本事的。这样吧，我跟你打一打，也让赵阳大哥看看你的真实情况，然后好针对你的情况制定对你的教学计划。好，你可要让着我点，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在学校打过几次乒乓球，之后就没玩过了。秦轩实话实说，雨水轻笑了一下，手里的乒乓球向上一抛，开始。你真的从初中之后就没玩过乒乓球？这家伙不会是要扮猪吃虎吧？真的，可能是我比较有天赋吧。好，那我稍微认真一些，咱们正经打一局。不用稍微认真，你就直接出全力就好。我想看看自己的短板在什么地方。秦轩，那你可准备好了？雨水要是真的认真跟你打，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是短板了。对于水的技术，赵阳是非常认可的。他退役的第2年，雨水就强势突围，个人直接包揽了一整年所有世界级赛事上的乒乓球赛冠军。那一年被称为雨水年。没事，使出全力吧。好，全力就全力。一道道残影极快的闪烁，众人都是满脸的惊讶。这怎么可能？球球，你爸爸有专门学过乒乓球吗？以前不知道，反正是从我认识他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打乒乓球。怎么听起来这父女俩还不是很熟的样子？不行了，不能再打了，再打我都累死了。你很强大，让我难以想象的强大，我不是你的对手。想不到还发现了一个绝世天才。齐轩，你考虑过打职业吗？国家队想不想进？不了，我还要带娃。
那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事直接打电话。你需要我帮个忙，我需要你救个场啥的，也好联系。好，那我加您。不光是赵阳、雨水、雷云，还有在场所有的人都加了秦轩的联系方式。又说了几句后，秦轩看向了雷云。那我家球球就交给你训练了，他可是非常有毅力，能吃苦的。球球给雷云姐姐表个态。勇敢球球，不怕困难，冲就完了。好好好，姐姐一定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你。嗨，你乒乓球打得这么好，你自己怎么不教球球打球？其实吧，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打球这么厉害的。之后，秦轩就被几个现役的世界冠军拉着又去切磋交流了，而跟着雷云留在了训练室的球球心情就不怎么好了，毕竟只有5岁。当持续做着挥拍击球那些单一动作到胳膊酸痛、汗如雨下的时候，球球的意志力逐渐崩塌溃散。累了吗，球球？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姐姐带你弄点饮料喝去。你这打的是什么东西？没天赋还不努力，靠做梦拿金牌吗？以后别说你的梦想是拿世界冠军了，就你现在这个不想吃苦的状态，我劝你还是赶紧换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你实现不了。那个小孩来这里是为了梦想，那我呢？唉。男教练的话让球球陷入了迷茫，可瞬间球球又想起了宁氏博物馆，想起了变成墓碑拖着自己在滑梯上滑行的先烈，想起了那一天那些人下战书时的傲慢表情。姐姐，我不喝饮料了，我们也来外面练球吧，和大家一起练。女人摘下手套走下擂台，可下一秒擂台上一大一小2道身影就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爸爸，你被打得好惨啊！都别哭了，我打人已经很累了，别让我心烦。原来2天前，樱花国的3名国家级运动员向龙国的3名奶爸发起了挑战，3名奶爸为了国家的荣誉，只好进行了魔鬼训练。而另一边，秦轩将球球送到了乒乓球运动协会训练后，自己则是来到了一个跆拳道馆，想检验一下自己刚获得的8级拳。你好，先生，请问您是报名学拳的，还是过来会客的？我是来踢馆的。先生，您是认真的吗？是的。那您稍等一下，我给您联系一下馆长。我叫金全斌，是这家跆拳道馆的馆长，您贵姓？秦轩，从小酷爱武道，喜欢与人切磋，冒昧前来，请见谅。秦先生，您是自己开了武馆，还是在其他地方任教？不开拳馆，也没任教，闲人一个而已，主要是想要通过实战提升自己。好，那秦先生，咱们坐下谈。秦先生，不知道你想和什么段位的人切磋？学员还是教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馆长您切磋一下。哟呵！那我们去到场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签署一份免责声明。可以。签了免责协议，秦轩跟着金全斌就来到了道场深处。金馆长，用不用让您管理的学员和教练们先回避一下？我怕到时候……不用，正好也让学员老师们观看实战，从中学习一些实战经验。那好吧，带护具吧。金馆长，你也把护具穿上吧。我不用，你把护具穿戴好就行。我一个黑带高手，还是馆长身份，你让我戴护具，这不是恶心我吗？请。馆长，现在怎么办？我是直接装晕，还是爬起来？你们都去外面等着，我要跟秦先生闭门切磋。是。该死的，早知道就听劝了。等等，怎么了，老师？把护具给我拿来，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刚才让着你清场关门，穿戴护具你不肯，现在一个护心长学乖了吧？秦先生，我向我之前的态度说声抱歉，接下来我会尽全力，也请你不要留手。话落，他再一次冲向了秦轩，而此时道场的大门外，一群人都挤在了大门上的玻璃透光处。馆长好像没什么大碍，他又冲上去了。馆长又飞了。不是吧？那个秦先生还是用的那一招，他就只会这一招吗？你懂啥？龙国有句古话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把一招练到出神入化，也能无敌。门外的人议论纷纷，道场里金全斌一次次的飞出，直到5分钟后，金全斌抑郁了，因为他拼尽全力都没能碰到秦轩一下。不打了，不打了，秦先生威武，我服了。那好吧。说着，秦轩将金全斌拉了起来，朝门外走去。这次的切磋我学到了很多，金馆长，多谢你让我输了。秦先生谦虚了，我也是先生。那我就先走了，金馆长早点去看医生，您的肋骨那里最好是拍个片子检查一下。告辞告辞。
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樱花国带娃节目组战书中决战的日子。大家好，欢迎来到带娃直播节目《父爱如山》，我是主持人小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过我还是要啰嗦一句，就在这里，在半个月之前，我们同意了一个来自樱花国带娃节目的联动请求，我们举办了欢迎会，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战书，这是什么？这小妮疯了，怎么不按照昨天定下的台本说？这是要干什么？小妮，别再说了。这是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而面对挑衅，我们要做什么？打回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没错，我们要打回去，就让我们为我们的三组家庭加油。一番言论直接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了起来，而樱花国代表团人的脸直接黑了下来。白大牙喽，他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初我们准备欢迎会，你们下战书，现在我们不搞欢迎会了，你又说我们态度不好，你咋这么贱呢？我们现在有请樱花国0后家庭上。等等，我有话说。我认输，我的女儿也认输。梁太鼓起勇气，总算是说出了这些天一直憋在他心里的话。没办法，因为就在上一集，他亲眼看到秦轩轻松地将龙国那些顶尖的乒乓球手一一击败的时候，他的道心就已经完全崩了。虽然认输丢人，可他更不想被别人零封，还次把球呼在自己的脸上。好，既然樱花国00后家庭自愿认输，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欣赏80后家庭2个萌娃之间的舞蹈对决。下面有请樱花国萌娃轻舞，他带来的舞蹈名字是樱花战舞。来我们的地盘跳战舞，这挑衅的意味简直不要太明显。是呀，就是真的不怕洗啊。偌大的舞台上只剩下轻舞的小身影，随着小妮的一声开始，整个体育馆一下就安静了下来。队伍之前排练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跳得好好的，怎么现在跳成了这个鬼样子？你是不是故意恶心我，故意不小心的？给我住嘴！拓海，快叫救护车！武田先生，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我是樱花国公民，你们没权利抓我。但你是在我国犯的法，我国有权利逮捕你。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是一愣，而这时小妮的声音再次响起：由于突发情况，樱花国选手认输的认输，伤的伤，被抓的被抓，我宣布父爱如山3组家庭获胜。这些天不都白练了？比赛戏剧性的结束，而秦轩几人接到古富奎的电话后，便来到了父爱如山的会议室。秦轩、张健、陈峰，这位是大蛮山一所小学的校长牛校长，他想通过我们节目，让更多人关注到山区里的那些孩子们，想让你们去他们学校一趟。你们看，一所500人的学校，却连一个老师都没有，并且500名学生个个衣着破烂，更是还有2个人穿一条裤子的现象。这就是位于魔都西南的一所小学，因为位处山区，交通不便利，所以很少会有人来这里。这里的人也很少走出大山，就导致了教育资源和物质上的匮乏。而今天父爱如山3组家庭的任务，就是赶往这所小学，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帮助这个地方。爸爸，山区里好不好玩？有金丝猴和大熊猫吗？大蛮山没有大熊猫，也没有金丝猴，我们过去也不是去旅游，你可真是让我上愁。咋的？这咋还开始单押了呢？你要给我唱一段啊！我们这次过去是帮助那些山区儿童拉捐款搞慈善，你们3个可要好好表现呀。爸爸，山区的条件真的那么差吗？不夸张的说，就这个肉夹馍你都已经不稀罕吃了，但那些山区的孩子怕是连肉夹馍都没见过。有那么夸张吗？前2天专家还说今年的人均存款已经达到了11万，怎么可能还有人没见过肉夹馍？我是不相信龙国还有那么穷的地方。秦轩，你想到了慈善捐款的办法了吗？还没想好，等见到那些孩子再说吧。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你不介意的话，我说给你听听。你说。山区的艰苦我们知道，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萌萌的计划是对孩子们进行逐一的家访，真真正正的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困难都摆在阳光下晒一晒。我相信，只要他们的困境被人们发现，那就没有人会忍心再袖手旁观。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尽管说，我肯定好好听。首先吧，你这个想法可行，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山区的儿童拉到慈善捐款。但以后呢？以后？什么以后？以后的规划，人生的目标，我们拉慈善捐款是可以改善他们当前的困境，帮助他们挣脱泥潭。可挣脱泥潭之后呢？是继续站在原地等待重新陷入泥潭，还是努力奔跑？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秦轩的话让张健陷入了沉思，而这时车也已经到达了大蛮山小学。欢迎来到大蛮山，里面请。牛校长，咱们现在有几个老师？本来教育局派过来3个老师，可因为受不了这里的艰苦环境，就走了2个，现在只剩下李老师了。李老师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这也导致他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李老师事业虽然重要，
可结婚生子也很重要啊。我们这的条件你们也看到了，哪好去耽误别人家的好姑娘呢？就是想找也找不到。这好办了，可以去爱聊看看，上面美女都是真心找对象的，都挺热情，也不要求你物质多好，主要看你三观跟人品合不合。这网上的能靠谱吗？当然了，人1.5亿用户大平台呢，你看，你选择同城匹配就可以配对到6个单身美女，都是女生主动找你聊天的，有喜欢的还能先视频看看样子，就1-2句的东西又不占什么内存，动手就能跟美女聊天了，大家都在附近，谈恋爱也方便。这可以，我待会有空去看看。爸爸，这里是学校吗？这不是学校，难道还是旅游景点吗？你们也别装了，来了这里不就是拍拍照，再随便丢点什么爱心物资就走了，糊弄谁呢？假惺惺！王凯，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闭嘴！又一声大喝，王凯才算老实。牛栋梁赶紧看向秦轩等人，想要解释，却被秦轩摆手制止了。牛校长，你不用解释他为什么会那么说，我们也不会解释我们到底会怎么做。消除芥蒂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事实说话。咱们先看看住的地方吧。李老师，你先带着孩子们去上课。这房子都是一些村民帮着我盖的，矮了点，也丑了点，不过这个风挡个雨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我喜欢那一间房顶上的小草开花了，像童话里落魄公主住的房子。我选这个，这间房子最破，我爸爸最邋遢，加一起正好又脏又破。随着时间流逝，山村小学也到了放学的时间。爸爸，他们都不用爸爸妈妈来接放学吗？这些哥哥姐姐，他们不但不用爸爸妈妈来接，而且回到家里还可能要帮助爸爸妈妈干活呢。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帮助他们？现在吗？还是明天？别急，今天已经晚了，等明天吧，我们会正式和那些哥哥姐姐认识，并且走到一起，融入他们。爸爸，我们要怎么帮助那些哥哥姐姐呀？找你就。也就在众人聊得火热的时候，秦轩的电话响了起来。秦轩，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来到了魔都国际小学门口，现在学生们正在放学，要我现在就找一个孩子采访吗？好的，刘星，那麻烦你了。同学你好，我能耽误你20秒的时间问你一个问题吗？能说一下你的愿望吗？就现在想要立刻实现的。我想要一架波音747A， 然后我自己当机长，在天上飞。好，那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来，奖励你1朵小红花。刘星没有继续询问，也没再找其他人再采访，和秦轩打过招呼之后就挂断了视频通话。而秦轩这个时候却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朝着一个女孩而去。你好。什么事？没什么，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当前有什么愿望吗？迫切想要实现的那种。我想要一双白色球鞋。好，谢谢你的回答，我叫秦轩，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董焕之。轩哥，你是要帮他们实现愿望吗？我是想知道一个城市的孩子和一个山村里的娃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秦轩，你是有什么想法了吗？我想让这些孩子知道这种差距的存在，或许这样有些残忍，但是只要他们想走出大山，这种差距他们就肯定要面对。可以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吗？下个月有一个青少年越野跑全国联赛，我打算让整个山村小学报名这个比赛。这个过程中，我会让他们知道自己和城里孩子天生的差距，也会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来打破那些差距，要让他们赢。我要教会他们奔跑。我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他们还都是孩子，心性不成熟，还有点敏感，万一孩子们受到刺激，一蹶不振了怎么办？我倒觉得秦轩的方法可行，现实本就是残酷的，只要你想要进步，那就必定要面对现实，并且付出代价，一味的保护只会让差距越来越大。这件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明天一早我给你答复。没事，不管牛校长如何决定，我们都会努力拉捐款，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话落，几个人同时笑了起来。时间飞逝，天色也慢慢的黑了下来。爸爸，你真的要带那些哥哥姐姐们参加越野跑比赛吗？他们要是不听你的怎么办？你老爹对付小孩的本事，别人不了解，你花钱买过那么多教训了，你还不知道吗？哼，你最厉害，就会哄小孩，骗自己闺女。